宣圣讲义。此身是彖辞之意也。观观而不见。以下三句原在手，以观之用。在观以成其德，达其道，而反于天性之源。由观水也，必察其源，而顺其流，知其德，而治其用，方谓之也。人之生也，受性于天，为人谓智，性之本德，因而治之。成人成物，内外同成，斯谓尽性，斯谓反本。观卦大用，在因观以治其明德于天下，天下化之，宁其至道于一身，身复于天，而后观用以全。观道乃大，观而不见二语之意，以见前讲。下观而化，至有弗言。上观以服于天性，下观以服于人情，内外皆服，上下同化。此化字，即中庸为天下至诚为能化之化字，实由性德治之。所谓人物通成，天人合一，则由大而入化，自然而治，无为而成者矣。原文有服于弱，化之至也。上服天神而不移，下服民物而同性。如日月光明，天下无不照临，万物无不生成。此所谓下观而化也。大观在上三语，生民能化之由，而见化之非偶然，亦非虚语也。以观虽不见，不重于仪，而心常清明，无时不成，则无时不明。日月之能长明，以其成也；人之能成，亦如之。唯能本天日之明，因成义之道，顺以导之，徇以广之，立于正位，行于中和，而以推之天下，则天下有不同化者哉？观以坤和巽，坤则顺，巽则巽。顺则行之也易，巽则受之也多。以顺能柔，而巽能虚也。柔以就物，则无不入；虚以迎物，则无不容。风行天下，同备其身，德载万物，同安其行，而又能及己之诚，推己之人。由日月中天，岁时有序，寒暑不二，生杀无虞，则中正之德也。以卦二阳在上，四阴极于下，内有六二，外有九五，恰得其位。以弘其道，示其实，以充其用，此中正之意也。即中庸中和之德，所以谓成民之本，信道之先也。故观天下，天下莫不化之，此有服于弱之象也。大观在上，以立其本，顺巽中正，以推其道。本立道生，诚治民治，则不呆观而皆信，有所失而皆化矣。以观下观字，亦与失敬，言以之如备于物也。由日月之照物焉，先有其名，而为天下之所观耳。故观无不化，就己言曰明，就物言曰观。以我之名，成物之观，即失也。即观之见于实用也。故曰有服于弱。正如以镜照影，镜中之象，与所照之形，无不符也。于弱者，欲其服之至，与化异同，言化众为一，更无不符。所谓和之至也。观天之神道以下数句，即生民上观之意。以天之道，见于40。天之主宰曰神，神道即天道。日月星辰，何非神思之？
40之不推，神功之见于外者。官以二阳在上，天姚之位，阳在天位，即天神之象。官于40，即知神道之运用。神者，聪明正直而一者也，阴阳不测者也，大而能化，胜而不可知者也。而官能测之，能知之，且能通而为一，以施于天下，则在乎臣。至臣如神之位也。40不推，神之用也。关于此，则知天矣。按卦象二阳复备四阴，由神道之运行40。官以阴长阳消，往来不息，还本复始，则为临。临官由春秋也，寒暑也。至临而春，至官而秋，即春而暖，即秋而凉。谁时为之？日之用也。日者阳之宗，阳者神之德。天道有阴阳，而阳主阴，神实主天道者，故曰神道。名阳之为用，为万物生化之本也。是40不推，神道也，非神自谓。胜乎二气循环之术，应乎天地生成之道，而后定为立也。夫神道非玄为也。40来复，人所知也。二气消长，人多昧焉。苟见于官临，则可明其故矣。神道之致用，为承天之生化也。寒暑代迁，春秋地善，一生一杀，一荣一枯，岂有他哉？无非承其天道而已。天道如是，人物未有能为其律者。人物皆天生也。生于天者，顺于天；成于神者，因于神。故圣人观天道，而立人道；观神道而设教。教者，人道之本始。凡所以顺天因神之道，皆教也，而莫大于宗教。宗教以敬天奉神为始，有宗教，而后人道以全。人道既全，人生思故，则天下无不服矣。服于教，即服于天；服于神。天与神非他，藏于心，发于性，与生俱生。观于心，即知神之所存；观于性，即知天之所在。故重在自观，自观以知之，外观以用之，则神人同德，天人共道，则天下焉有不服者哉？此所谓化，此所谓服，此所谓观。大哉观乎！神道之见于40，人道之者于教，何亦非自观成之？彖文略述其概，而是文则详明其意。读者其误乎诸？宗主附注。夫子讲官卦时云：彖辞是文略有错简，应改正如下。彖曰：官冠而不见，有弗于弱；下官而化也。大官在上，顺而巽，中正以观天下，观天之神道，而40不推。圣人以神道设教，而天下服矣。原文本如此，内中尚有阙文，然大致不差。但就颠倒者改正之。以官有自官外官，而外官分上官下官。上官于天神，则以为教；下官于民物，则以行教。教成而化，则天下咸服，而官用乃毕。彖辞虽简略，仅及冠见服于一义，而是文则引申之，以发书内外上下之观，即行教化民之精义，为明圣人立卦作辞之本旨耳。盖彖辞重在下官而化，
化即有福于弱之意，而何以能化？则由于大官在上，而明天时之序，顺训中正以观天下，而得民物之情。是大官在上，即观天神时序以立教，顺训中正，即因天道神功，推而至于民物以成化。此上下天人之道，始终本末之用，皆发于彖辞二语言外之意。读者当细审之。又彖辞上有深意，臣以此节辞旨，关乎教化本源，而教与宗教是一是二，人多争论。教正二者，直轻孰重，人意难明。即为教如何则能化，立教如何则能久，皆未有明确见解，谓之易经观卦彖辞之意耳。故夫子特接之以告后世，彼皆得了然。述教育之不虚行，而教化之克光大也。弘教附注，观之彖辞原意，人多未明，以迷于见字，遂谓祭祀之时，而不知不见云者，正不在记。所谓心斋是也，心无时不清洁，故不在一刻之惯喜。虽曰惯，实以观之用，重在清洁，非必争惯喜也。此意必活泼泼的看。又曰观天之神道术语，含有玄义，以教之来自神道，即性道，与中庸修道之谓教，实一异。后人多不明，遂误解神道为怪诞，以为圣人假神未交，岂非后污古人哉？此亦不明。神人之分，亦不可知，而世人疑难之词多，正谓义道不明之本因。圣人一语，实发明人生本源，而是教之所由摄。观爻辞一则曰观我身，再则曰观其身，与摄教正是一事，习后人进不悟也。象曰：风行地上，观。先望以审方官民摄教，宣圣讲义。此是观卦象辞，明权卦之用也。观以巽上坤下，风行地上之象，有登高主远之意。先望应之，审万方，观人民，而摄教化。审由观也，审察方物，观测民情，为摄教之本。不然，教不行也。教所以化民，正如风之行，故因观而后摄教。教乃成，非如一师一徒讲诵于一事，一长一幼只化于一隅，之为教也。盖必有法于观，观者神道之见也。日月之明，四时之序，皆天之教化也。故先望以知成其教化焉，谓其大官在上，下官而化，因民之情，是地之宜，而自成教化也。不以日行地上，取火的静之象，而以风的观为则者，使以风行速而善变，因时而有方，与未教之道，恰相类也。不称圣人君子为摄教之主，而称先王者，使以教行自上，必有其位。天降下民，君即师也。言先望，即该圣人君子矣。夫观与灵异，灵起自下，则由内而外；观发自上，则由高而卑。故称先望，重在位也。灵以阳生阴降，得时之盛；观以阴袭阳消，用时之恒。恒则不变，得用乃大，故称先望。重在久也。教者化民成俗，非一日之功也；因时制宜，非一时之效也。
久而弗替，则教化越远越大；时而因疑，则教化越广越新。此皆谓教要道，而观卦所固有之意也。圣人则之，先忘行之，有谓以推于下，其事顺，因时以治其用，其道正。此彖辞之所谓也。天且以之成40之序，谓生化之源矣。则人所取以设教者，其功用方可辟天。此即所谓神道设教，天下咸服者也。神道者，天之道也。因观而后者，故先望之教，亦因观而后大。后人苟欲兴教化民，亦当取法乎观。大哉观乎！风行地上，风无时不行，教无时不立。人天一贯之道，实自此起之也。夫审方官民，为取法官之用，而设教成化，为治成官之功。此故一事，然有本末始终之意焉。盖观故含具此二义，即人己同观，内外共进之道。观于民情方俗，而后有施教之方，因于教行化成，而后治育民之效。二者不得失其一也。有日之光明，而后40成序，有40之代谢，而后生化成功。人之于教，非如官令之言，亦非如母爱之辞，必兼有之，使可化成无机。故谓教不难，而行之难；行教不难，而成之难。谓教自我，行教自人。成教则人我所共者也。教之成也，如风之行，如雨之润，如日之宣。此天道之见于40者，若非其时，则皆害矣。久风必雨，久旱必枯，久燎必腐，非其地也。亦如之，当夏而寒，遇冬而热，皆害也。谓其不时而至也。人之为教亦然，礼亦人治，有所宜也。的亦俗，民殊讽，苟非所宜，善亦恶矣。斯教之不行，行之不成，非不教也，不得教之道耳。此审方官民，实设教之本，而莫非法于40之不推耳。故圣人以神道设教，因于观也。观于天而知立教之意，观于人而知行教之方，观于人己而知成教之道。教者，圣人生成之德，谓育之功，其治之于诚。乃若此不义，则由民情方俗之不一也。然不一者，有可义之道。所谓生同性，性者天所与，因性而教之，则无不服。此彖辞特皆神道二字也。神道者，止于心，成于性，通于天下，义也，忠也，和也。必先察其众，而后得其一；必先察其偏，而后治之中；必先察其乖，而后导之和。而必己先克一焉，中焉和焉，即所谓训而顺，中正以观天下者也。明乎此，足以言神道设教矣。象辞恐人未明，故以审方官民4字，深视其意。读者勿谓与彖辞不同也。初六，潼关，小人无咎，君子令，宣圣讲义。此官初六爻辞，言初爻之用也。官以官人为本，而以己成人之官为用。人己同官，思进官之道。初六处于下位，谓阴昧之时，虽可以上官高明，就不得实践之意。
比于人之同年，访于大人，以增其知识，而非由己所恶，皆于外物，以助其技能，非己所安也。故曰同观。言所观即幼稚，所得即为细耳。如小儿在家庭间，习见习闻，无非日用寻常之事；在乡里间，有交有接，无非礼俗来往之情，则所观者既平庸，而所得者当悲哀。以其取故不多，而志亦不大；欲故不广，而容易有限也。盖初六位卑而信诺，时早而心略，其志与情皆如此，则其成就亦复如是。故名之同观。而小人用之可无救也。小人无救者，人以其同志昏昧之时，不与生则也。若君子则不疑。君子以观成德，以观达道，而取法于世，其必为他日之悔可知。此君子小人乃指大人语系名言，非以得称，乃以事变，事之不足。如鄙俗之夫，妇女之见，与同志相类者也。若君子即为有识之士，有学问以加其见闻，有阅历以广其才智，大异于同志也，则不得用出六之观，令者悔之始也。取与不足为令，于才然，于学亦然。观以立教，教以成学，学之不足，即教之不完，观之不备也。故同观。观之最初，同孩之事，小人之学也。所谓观者，既无足称，则所用于观，亦不足道，而列以为此者，本遥相之意，重蒙养之教。人莫不始于同，学莫不始于下，由同成人，由下上达，此教学之阶，人生之度，不得列也。而有一不疑焉。小人所疑，以其义也；君子所否，以其漏也。义则义见其成，漏则义避其境，故辞名皆知，使后人之所取决也。夫初六，非忠于卑下也。苟观之不已，犹见以敬，则同且壮，下且深，昧且明，小人且谓君子矣。辞虽便于小人君子之用，而其一人重在观。观以尽其用，则初六之同观，正有小儿之初学，将来成就，何可量哉？曰令者，明其不可小取而自令也。宗主附注。观以光照四表之意，推为教行万方之用，故立教必本于观。在蒙卦以蒙以养正为圣功，而观之爻辞，即首曰同观，其义正同，盖无国教育，重在提切信道本源，及良知良能之栽培发育，使更扩而充之，光大之，以抵于诚而已。必因同盟之时，性情之正，予以教养，时以启发，如灌溉萌芽，训导泉源，谓之治益，治之治顺，则人天本末一贯，臣民终始相承，既非凿方为源，曲柳作圈之可拟，故施行如水就下，如风掩草，其势有指长也。此观卦本于巽坤之和，风行地上，风御其行之速，的御其化之顺。风言善变而不居于行，的言能载而莫比其后。此虽卦义，实皆谓教言也。故彖辞皆出设教一语，以告示之用观者，其意至深切矣。象曰：初六同观，
小人道也。宣圣讲义。此声明爻辞之意，而见同官之非大官也。彖辞明言大官在上，必以天道为官，神道为用，史称大官，亦即能通天人之道，达性命之源，而成谓欲之功，方谓之大官，方克称官之用，而非如同官之为系卑下也。小人道具，言非不可观，徒以其为同治小人所宜耳。62. 窥官，立女贞。宣圣讲义。此官62爻辞也。初六位卑而始早，故曰同官。62位虽正，而在内，爻亦属阴，有暗昧之象，故曰窥官。窥者，由内向外，由暗向明，窥视也。非正视曰窥，含有窃窥之意。然62居正位，非不得正视，而曰窥者，以在内也。故自从门内窥字，与窥字同。窥从穴内视，窥从门内视，皆有窃伺之意。谓62在内而观外，在下而观上，处阴暗之地，观高明之光，其情景正如由门视外，由穴视上也。窥官虽未观，亦非官之正，故曰立女贞。言此乃妇女所谓，非男子丈夫所宜也。称女贞之利，则知男子之不利。与初六同官宜于小人，不宜于君子，其意相似。因62位内中位，女子之所居，女不言外，所窥亦无己。纵有所观，无非妇人女子之道，盖在家门以内，所见多属家常琐碎之事，所皆多官妻有交往之人，则所由官而得者，不过家人妇女之道，而非如彖辞所述之待用也。徒有立女贞而已。女子以贞为立，62的正位，故称贞。然62非恶也，虽窥官不足以与大，而女子分所当然。女阴也，居内而治家事，此天地间不义之理。若反之，是将女不女，家不家矣。女子主内，则男子之不疑问内事可知；男子主外，则女子之不疑问外事可知。此阴阳各有其得用，反之者必乱，非不平也。正所以互成其用，故窥官立女贞，女子之所宜也。象曰：窥官女贞，亦可丑也。宣圣讲义。此声明爻辞之意，而见官之为用，实有最大者在也。可丑非指女子，乃以男子亦如女而窥官，则丑也。男子之官，必正大光明，以合乎天神，成其谓欲。若62之窥官，既非正大，又不光明，斯谓道之可丑，而徒妇女之所宜耳。在初六以同官为同嗣所宜，在62以窥官为妇女之利，皆以其乖于正大光明四字，即为于大官之责也。以初二两爻皆阴，而在下在内，则其为官，仅能及人，而不能成己之官；仅能及近，而不能达远之官。身居卑下，则不能进阶高明；身在暗昧，则不能宣示远大。此爻辞所以不取也。丑字有可耻意，言官之为用至大，若限于如此，是可耻也。然人由同而后成人，由家而后治国，由小以大，由内以外，一人道之次序，不可不知者，学而致于诚，
教而达于化，皆当由近及远，由粗及精，则出2两爻之官，故谓官之基也。读者勿以辞害异焉。弘教附注：官之为用，有大小本末始终精粗之分，合全卦6爻，则可知其次序矣。圣人重在诚德达道，故于出2爻，少所许可。然不可不知有此官耳，且必审其得失，明其利害，方足以与于大观。故辞皆其要，而夫子更详阐其意。读者当细谓之。63. 观我身进退。宣圣讲义。此观63爻辞，言本爻之用，及其所观之道也。63居下卦之中，为人爻之始。卦位为阳，而爻为阴，阴加于阳，有浮云蔽日之象。于人谓情欲必性之时，必则不明，而观不成。观之不成，则贵反观。反观有德，则光明自复。爻辞曰：观我身，即反观也。身者性也，身之本也。人生为性为本体，谓真我。性外之身，物也；身外之物，亦物也。物皆足为性之弊，不察而辨之，则物我莫分，主客莫定，而将终于魅惑，不得光明之境。63前后皆阴，以有众阴蒙翳之象，而以阳位喻阴爻，又有群阴交臂之情，此为大观之阻碍。观德之障害者不少，所幸者以阳位在中，与九五相应，依卦位之数，与上九相符，而得自觉其会塞。反观于本来之真，此观我身乃迫于物，而不得不求之性也；困于妄，而不得不索其真也。我身有真，不见诸妄；我身有性，不混诸物。此观之为用，由是而近于道，由人而反诸天，是一人道根本功夫，而为观用始终途径也。盖我身有本有末，有始有终，天性本也，始也；物欲末也，终也。由本而及末，始而达终者，成之至，自成名者也。由末以溯本，终以反始者，学之道，自名成者也。自成名谓之性，自名成谓之教，因其谓名，而后反观我身，此教学功夫，即中庸修道之谓教。教成于观，观归于性，即中庸率性之谓道。身皆有性，性即身，观身即观性，观性即观一切，一切莫不出于性也。唯能观性，乃能观一切。以性为本，一切其末也。不知本，无以明其末。譬如观水必察其源，观木必察其根。性者一切之根源，不得其真，又安能辨其孰妄？不得其实，又安能辨其孰虚？此观性，原为观一切。性名一切同名，则观我身，直视观天下。一观而万象俱见，万物俱明，故曰进退。言其上下彻也。进退有本末始终内外之意，与俗语横竖好歹相类，即一切也，一概也。以我身足以盖一切而无余也。象曰：观我身进退，谓师道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言爻辞之意也。道字一注意，即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字，亦即中庸率性之谓道道字。
亦即行上之谓道道字，盖道由路也。上下升降来往之路也。即爻辞进退二字之所指。进者由此道，退者亦由此道，故曰谓师道也。我生即道，生而有信，即曰信道；生而为人，即曰人道；生而受命于天，即曰天道；生而通诚于神，即曰神道。道义也，以其名名之。此爻辞以观我生进退，而事象则曰谓师道。言谓师所生之道依据云耳。生而依据于道，正如行之由路，行不由路，将何以行？生不由道，将何以生？而此道实与生同具者，故不必求于外。但反观我生，则得之矣。我生何以见其为道？则由进退之间见之，即如气之升降，物之往来，天光上下，日月分明，皆此道之者也。而我生实在其中。中庸曰：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，可离非道也。足以证明进退之皆谓道矣。夫进退之意，隐而生之，则如生之与死，成之与败，贵之与贱，富之与贫，贤之与愚，强之与弱，皆进与退之力，皆莫不循道以行之。大者如日月往来，小者如草木荣翠，皆相谓进退，一进一退，不差毫数。此即一阴一阳之道。消也长也，生也化也，莫不与无生进退同。观其一，知其余。观在我，所知达乎天下。此观我生，谓大观之始终。实非同观之止于小人，窥观之止于妇女，可相比拟者也。故是文以一道字，明其所观，不仅为一己也，不仅为一事也，不仅为一物也。人己事物，皆在道中。观而得道之所始终，则天下无所逃矣。故观我生，人道也，亦天道也，事物也，亦性命也。而何以闭观？则由事物之以繁，人欲之以盛，将有破而失道之余。如云雾蔽空，不见天日；烟尘满地，不睹河山，则将何以谓道？又何以成其德哉？此反观之必极也。反观而得，则推之无不得矣。是观我生，乃大学问。观卦为三上两爻能之，以人顺情之意，而反性之难也。为圣智知其难，则求其易；知其易，则治之难。故因六三上九，事物纷陈，情欲充斥之时，而奋起以反观所生，寻道之所在，乃不至因物害道，因情害性，性道既得，我生一朝。此观之所以谓大也。中和之德，谓欲之功，皆于是观中治之。故谓师道三字，即成道之蒿始，而亦成名之枢机也。读者宜与中庸全书贯通之，方足以尽其用焉。弘教附注：观我生，是之指功夫，至成名，至中和，皆自此始。向来人未注意，以为与初二爻之观同。时师古人立辞之旨，讲义特拈出之，读者一细未焉。64. 观国之光，利用兵于王。宣圣讲义。此观六四爻辞，言四爻之用也。观之代用在观光，
上以观日月之光，而民40生长收藏之用；中以观国家之光，而定修其治平之道；下以观民物之光，而得欲化财成之理。此圣人以观光为贵也。光者譬如日月之明，草木之华，情俗之见于外者，意志之行于物者，皆光也。而观者亦有先后轻重之取法，为其位与时之所宜，体与用之所合也。观之六四，在上卦之始，破镜九五，上阴上九，皆阳也。下连六二，与初六中皆六三，皆阴也。本爻又以重阴，居乎其间，有如大臣之职，宰辅之位，上亲其君，而为群下所瞻仰，故有观国之光之誉，非复如前各爻所观者之徒切近乎身也。观至此，尽于大观之用，而为成己之后，成人成物之时，由明德之极至平，中和之敬畏欲，内有以成之道，外呆推其痛成之功，以有济民之德，人正忘其共民之教。此君子成道而达德之日，亦即观卦。自观以为人观之时也。观国之光，自观也，亦为人所观也。君子学之未成，先求观于人物，学而己成，则将更作为人物之观，是六四之观，乃以己之有所观，共以成天下之观。己之所得者，不藏于身；己之所知者，不迷诸众。此中庸成名而至于化，大学成正而达于至善，实诚信之道。己无复人己之殊观，故但曰观国之光，不别其为人谓矣也。夫观必有所见，而光未最。国光，由国家文物典型、制度威仪之类，而教为最者，以教之化，正如光之照也。人民风俗、地方情态，皆观教化，亦皆国之光也。故观者察焉，未将以推至其用，成为大观耳。是六四之观，非止于一观而已，必有所成，则以观成其用，以为国之治平，民之化育。故曰利用兵于王，言将为王之兵，而助王以成其治平，弘其教化也。不曰成曰兵者，重在教耳。教重在师资，师尊而后教大，故不敢成，而以兵待之也。或曰兵王犹克卿之力，乃一国前始观光之象，是故可解，而非原辞之意。盖观卦自出至上，全卦六爻，皆重在观以成用，以己观成天下之观。如日月之有明，以为天下明也。由同观始，自幼学也。次以窥观，自家道也。静观我身，自成己也。在静以观国光，则由己而即成人也。成道尽性之次第如是，行教力学之次第亦如是。有必治之理数也。六四之观，己由内而外，由家而国，由己而人，乃观之敬于大成也。故兵王之义，即言为国之师，而若王之兵也。政教合一，则望由兵，君即师也。政教分行，则望主治，而师佐之，如宾主也。而文义颇含有服官从政之意，即大学明明德之意，必以治平为终极，则官之成用，必以成教宣化为终极，不得徒事于一人之名，
而不顾天下之迷，则学成而事，道成而用，乃天性之常，亦观卦之原意也。故曰利用。言以此为利耳。民之所往，王之所尊，上何不利哉？象曰：观国之光，上宾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，言上下之所上，而有避宾于王之事，不许其独善而隐居也。以六四逼近九五，阴乐就阳，阳乐求阴，刚柔协和，有必然尊亲之事。尊则敬制，亲则爱制，敬爱不谦，乃宾主之相。故辞述之如此。学者须知官之用，在审方设教，而教之设，必由上位，师之所尊，不必位也，则不居上下。苟有位而兼为师，自无宾王之称。若位至而不克当师，有待于宾礼下贤，以作王之位。是六四一爻，由下而上，顺序之象。此所以与九五有别。若九五之官，已在位矣，自无宾主可分。读者勿逆其文，而误解宾王之意，以为古人政交未分，不得有宾主之称。要知政交不分，君师故不同也。不分者，君兼师，非君即师。且君虽兼师，人不废宾贤之礼，以天子亦有师也。六四指贤人在下者言，非指军师，亦非指官吏，乃以官用重在臣教，而人人皆有作师行教之责，则在下犹可以所官宾于王，而置之于用也。故利用具，实为六四爻之代用。一官卦成用有己推及人之序也。九五，观其身，君子无咎。宣圣讲义。此观九五爻辞，言本爻之用也。原本观其身，后人误与上九辞错，今改正之。九五居权卦正位，有天子之尊，得位成时，如干之九五，乃大官在上之象，正与日月中天相似，居中主外，在上俯下，无所不见，无所不照。此九五之官，乃权卦待用告成之时，即官道普及之日。由上观下，由我观众，人己同名，天下底定。师所谓积息光明，书所谓先辈四表，乃君人之德，照临于内，而生成万物，至公未遇者也。其道虽多，不外乎观。观治则得治，观之所得即为民。此所谓民，民得于天下也。故人重在观，观其身，其指人民，指万物，指天下一切，而重在观民。此曰观其身，原不独指民。是闻则曰观民，以民先于他物也。其身者，民物之所生，亦其性也，情也，生成之本也。因观而得其道，则立教之所本；因观而行其德，则成政之所本。皆莫离夫民，莫外乎观也。与六三观我身所观同，而人己不同；所名同，而具系不同，必有其位，使克明其德也。故以德为本，以位为用，德之不逮，不足观也。故曰君子无咎。以君子既具其德，斯足充其官，而治之用也。君子之德，何由见之？则在以前述爻所观见之。既观于同，实复观于家人，
更尽观我身之本，以示天性之源；又中观国家之光，以扬师教之列，则其德之以成，可知矣。故无咎者，言其非图物外观，而好为夸大者也。内不足者，不足以言外；己不足者，不足以及人。今欲一人之所得，而为天下之民；平日之所思，而备天下之事，其所复就，宁亦言哉？苟非君子，当不免矣。故爻辞言君子者，重在内观之以成耳。象曰：观其身，观名也。宣圣讲义，此声明爻辞之意，皆是九五之观，与前有别而已。谓九五有其德，在其位，足以下观万民，而者其明德，发为正交，以成天下之官，由日月之为万物明也。上九，观我身，君子无咎。宣圣讲义，此观上九爻辞，言上爻之用也。上九在全卦之中，居上极之地，与前数爻不同。物极则变，变则反其始。观变反为零，则非复观之用矣。而就观言，上九乃大观既成，全用告终之时，由日月之将息审，岁月之将改换，其德宜退藏于密，其用以反求诸始。故爻辞曰观我身，即反观也。与六三之辞同而不同，反观同而谓用不同也。六三反观，先求诸内，将以为外也；先审诸己，将以为人也。上九反观，则因人物已成，内外并治，功成身退，人还我素。即位欲之后，德治而道宁，人治同成，人成而己成。无谓之时，无可谓之境，则不复境，而随天道以退休焉。故曰观我身，重在反本还原，而不图驰于外，以忘其内；图重其人，以忘在我也。是与九五恰相对。九五以己之继承，推之及物，故重在外；上九以人之同成，反而求己，故重在内。而皆曰君子无咎者，以为君子能之也。君子内熟其身，则思外善天下；外成于物，则思内全其神。内外无所不宜，则进退无所不当。故皆以君子称。若非君子，则内有未备，或急于外达，外若以行，或忘于内省，是皆有咎，而不免人己同物。此九五之无咎，重在德，德成而后推及天下。上九之无咎，重在道，道行而人反保诸身，其用意也。苟无德者，不足以善事，而强为之，已有咎矣。苟忘道者，不足以赎身，而强求之，亦有咎矣。唯九五之外观，在己成德之后；上九之反观，在天下同明德之后。所谓人己同治，内外同进，乃能无咎也。且上九无咎，教九五为难，则有位者易进，功成者难退。九五居可谓之时，人皆知进取之得计，故怀道以迷事者少。上九当无位之日，人或忘退修位之己，故为时以遭祸者多。而君子则不然，君子进以道，退以道。道与时行，因时为利，
故出处皆免于咎。此彖辞重在观天时与神道。天时神道，进既有功，退亦有利，功利不失，以为万物之生成。如春生秋杀，夏长冬消，其道痛也，当其时之已耳。而君子法之，进退皆免于咎矣。象曰：观我身，至未平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君子无咎之意，而见反观之何道也？上九虽在德行道利之余，而执时穷属尽之际，志虽欲用，是以不许。唯有体天道之消息，因神道之退葬，而自反求于身，以长保其道。此所谓志未平者，在人情味未平，在天道则恰得其平也。如谷秋熟，树成材，正当常享荣誉之时，乃反遭割裂摧残之害者，以人情言，岂非不平之甚耶？而不知天道，功成者退，时至者灭，乃术之所定，理之所宜。虽若不平，时势既之于平也。君子法之，因不平以求其平。当明德集于天下之时，乃反而求其道于心身性命之内。正所以因消长之术，为地善之徒，故道德日新，教化日永，而大观成矣。读者于未平二字，尚系为其经义哉？宗主附注：夫子是观卦95上9两爻爻辞互错，应改正。即95观其身，君子无咎；上9观我身，君子无咎。亦为其字，亦为我字。今本额前作后，与原意不合，以95乃在上位，下观众民之身，故曰观其身。上9乃实位以穷，急则必反，故反观我身，与6、3同。此因实位所宜，物我所异，或谓内观，或谓外观。观同而所得不同。自出爻至95，皆由内而外，由己而人，以尽其性之德，而成己成物。至上9功成身退，人己同成，乃又反于内观，常乐我净。此君子能恒久不变，如日月之长明，与万物之随时自化者有别。故爻辞皆明君子也。且观我身在3与上爻，以3位下卦之中，上位上卦之境。苟推而反其上下，则3即上，上即3，是皆有反观之机，而得观我身之称也。谓平平字，夫子以明示其意，人或有未达，特谓申述之。凡物皆不平，而始终义。使平者终不平，上爻居中，故与以下各爻异志，由曰不平凡也。言与前各爻不相类，不相等，而独别其志去耳。正如君子出处不与凡人同，行止不与众人偶，遂能急流勇退，以成其反观之行。是所谓志未平，实言君子之所报，不与平常齐，而或战无咎耳。不然，贪为练权，不复自反，则同于常人，而难免高为之咎矣。此因观卦2阳在上，亦变未包，及时自退，则伏于太之止平，失机求进，则导于包之不利。此一进一退之别，恰与6、3爻辞相应者也。学者审之，宗主书数，观之与灵，一往一复，一反一正，时一卦而为2也。然按之卦象，
临为坤对合，官为巽坤合，同一坤也。而一在上，一在下，而临之对，与官之巽，亦为少女，亦为长女，皆阴也。虽有四卦，实指三卦，即坤对巽是也。坤统三阴，独却离者，离与坤合则为静，静乃坤之得干气最中和者。临官之变为萃与申，萃与临亦反复，申与官亦反复。其卦爻之阴阳同，其位则异。同者其体，异者其用。故临之与萃，官之与申，有相类处。然周易以官次临，而独取其往复之气者，谓临位有余，官为不足；临位刚盛，官为柔盛；临位进取，官为退守。其德用恰相反相成也。以临之彖辞言，至于8月有凶则遇官也，气穷则变耳。临以12月卦，至太未春，阳之长也。官以8月卦，至否成冬，阴之盛也。阳长则阴消，阴盛则阳伏，此天地不义之理数也。是官卦待临，因为临之消，阳之替，而8月之时，则阳犹未穷也。官用阴摄阳，以坤欲巽其为阴之长，日进于坤，其德未顺，其用未尽，亦合于坤，此亦乎临也。临之对则进于前，天亦生水，则得阳气之化，如日光之真为云雨也。故对虽少女而用能服前，阳气的生，以作行健之道，而挟大身之功。此临之备四德有同于前也。而官则反是，故用官者，当先知之。官坤与巽合，共四阴爻在下，而阳爻在上，恰如人养官，阳主升而在上，阴主降而在下，上下不交，各成壁垒，有旁观之象。阳极为光明，阴凝为晦滞，二者相比亦成美观。如斜阳照云气而成朱霞，既日映云色而为红霓，亦可观之象也。故名曰观。言有物也，有物则有文，有文则有象。观其象，察其文，明其物，则格致之道也。故圣人因观而设教，因教而重神道。神道以明，教化以成，而天下咸服，盖莫非由于观。人观于圣，圣观于神，神功运行，天时顺序。观天则知日月之明，观德则知山川之力，观人则知生辰之道，观物则知交际之理。观于此者明于彼，观于前者明于后。有观始有明，故圣人上观以真于明。佛言止观而生定慧，如言诚而明，其道义也，皆仿于观卦之意也。故称大观。有观始知其大，不观则天地犹无物也。况其下者乎？观之二阳在上，正如日月之经天，江河之行地，人之双目光明，夜之灯烛辉煌，皆有可观而能观也，乃能成其用。在天为光明，在人为智慧，莫非观之所成。故观卦以人明神，以神立教，谓第一义焉。夫观卦要义在观。观天则知天时，观人则知情俗，而因观以成观，是谓人己同观，天人共见者也。观天时之行，人物生成之本，观民情之意，
风俗习上所观，则必有以顺循之，导正之。顺循者，因天道以立人道；导正者，因民俗以立民教。合而言之，则彖辞所谓神道社教是也。象辞曰：风行地上观，先望以审方官民社教，盖申述彖辞神道一语，而见教之能化，天下之能服者，非徒教也，必先有其道焉。道者何？即神道。神者何？即天道。天道见于四时，神道者于日月。而人因之，则性命也。性所以成天之身，命所以推神之运，不外二气相构，刚柔相交，阴阳并行，生化不已之律。故神道亦由曰性道而己。人性无不善也，以灵明同于神；神功无不变也，以虚为附诸性。诚信存，道义之门，神道社教之谓也。各正性命，保和泰和，神道社教之谓也。神谓阳德之尊，故主于天，属乎乾，而能息乎阴，并乎坤。此二气永相随相当，如师友之切磋，夫妇之畅和也。为其相为相成，乃能遂其生化之用；为其相促相及，乃能达其调剂之功。此天道神道，举以阴阳消习成其德也。而观者焉，阳少阴多，似有不谋，而阳在上，当消之时，则其气纯而易语，得缓而易和，与太否之相持太过，灵之相逼特甚者不同，故最宜于相生相成之用。而圣人应之以社教焉，教之为用，正如是耳。人性痛也，而情各殊，同则易入，殊则难久。必因其善者耶之，恶者抑之，明者生之，慧者审之，而后归于一。义者性也，道也，神也，天也。义而后无悖于所生，则有谓义者，必使之奇，奇而后一，此化也，福也，是交之用。谓义道义明者也，一莫过于神，则教之仿于神道。义理之必至，术之必然也。神道之一，即由四时不推可以见之。所谓至诚无息，悠久无疆，天之道也。圣人之教，亦依事而定其则焉。此神道社教云者，非必祭祀礼拜供奉驱强也，为法神之一，而治之于教耳。神无不治，教亦无方；神无不通，教亦无类。神上下皆照，教贤于同化；神体用兼该，教本末皆备。此神道社教之概也。而最要者，本神之灵，治教之效，施神之德，成教之功。神以无畏而无不畏，教亦如之；神以体精用宏，教亦如之；神以高明博厚，成其负载之德，教亦渊源广大，达其欲成之功。神以消长刚柔，治其不习，教亦谈思默契，化于无形。故神与教同其用，而异其功也。谓之神道可，谓之人道亦可。盖神非他，性所固有，气所速通，安得目为其淡，而底为怪异耶？象之以风行地上四语，欲神道，亦欲教化。官民社教一语，言教化，亦言神功，以神为一切之宗。
妙万物而未言。二气之良能，行四时而无改，故以象教之功用，观之德也。要知天以神道而成天道，故万物生成；圣人以神道而成教化，故万民化育。此教并复载，参生化，而其天地之德者也。若无教，则何以复三才之称，而全性命之本源哉？然教之所至，乃如上述者，非仅为师弟校舍之讲习，文字一无之情勉记也，必有以生成思明，而同归于性道，左右神道，而直成其谓欲，方得谓教，方得谓神道社教。盖自古圣人所立之教，方足称之，故不问其为宗教否也。宗教之教，果乖此意，亦悉以明教；非宗教之教，苟合此意，亦悉不明教。亦虽不分宗教，实则上古圣人之教，如道儒者，皆是教耳。果宗教乎？果非宗教乎？愿后之读是彖辞者自辨之。是科卦，震下离上，宣圣讲义。是科既临官之后，为官卦善变之象。官为二阳四阴，是科与奔，为三阳三阴。临官之阴阳未交，是科奔则互错。此故天地地善自然之序，亦卦象数推演之大则也。由二阳变三阳，由分立变交错，即如世界万物万事，由简而繁，由分而合之力，元气属必至，生化必然者也。是科卦象，虽三阴三阳，而互相交错；虽阴阳交错，而上下始终，人配置分明。上为阳，出一阳，独九四一爻，以阳居两阴之中。于是下为二阴一阳以成正，上为二阳一阴以成离，合而为火雷是科。若四爻变为阴，则成山雷仪，是九四之一阳。有四于仪中含物，此即仪中有物，曰是科之谓也。仪以二阳分居出上，四阴在中，两端实而中虚，故类于仪。中有九四之阳，则类仪中含物，此取名是科之由来也。是孽也，时也，科合也，合而孽之，谓实物之象。内虚而得物，亦谓得实之象。以科有口之合，是有口齿之咀嚼，与人之实时相类，故传世曰是科实也。而序卦又曰：科者合也，可观而后有所合，所以次观，则又因实物之意，推而及于物之有合也。有合者，如人与己志同道合，相得无间；如人与物，情亲心爱，相虚恐因，以彼此皆乐得之也。如不遇，则不能强合。强合之合，非真合也，其中必分。此序卦以是科为合，必因于可观，可观于外者，其中必成；可观于人者，其己必明。人己同观，则无间隔之情；内外同明，则无隐昧之虑。此所以有合，而无于中离也。盖以观之二阳分于上下，而更以九四一阳照于正中，则上下中外无不通明，而刚柔相调，中始相应，其德合也。不亦宜乎？又如人之食物，必因父之饥，而后欲得之；必因食之美，而后愿得之。非可强人以难食之物，
欲人以不饥之食也。苟不饥而食，不美而食，是谓也。非何也？何者？宜也。当也。当其时，宜其事，则自合矣。故士科为和，而取喻于时，其意亦可深长思矣。士科与奔位往来卦，所差在中爻3、4之阴阳道至。士科为6、3、9、4，奔位9、3、6、4。以中爻言，则士科合于未济，奔合于既济，则士科不利于人事，奔有利也。因士科上刚，奔下刚也。以权卦言，士科上离下正，正位长男，离位中女，则上阴下阳；奔上艮下离，艮位少男，则上阳下阴。以卦一言，士科合于泰，奔合于否，则士科利于治道；奔则否也，则士科克服世运；奔则位也，士科以刚进长，而得阴乎上；奔以柔见下，而得固于中，则士科宜于内治，以整饬纪刚；奔则宜于外观，以舒扬华美。士科服于法治，以声明行赏；奔则服于文治，以表彰威仪。士科为拨乱反正之道，奔为宣化安民之时。士科为固本定基之功，奔为增事务官之会。故士科亦流于严苛，而定乱反以酿乱；奔亦趋于浮夸。而又文反以害文，此用二卦不可不知者也。夫士科以的时之象，欲人民可以安身之意，以有和之意；欲国家可以获助之情，是安内攘外之机，安邦定国之计。不过所虑在苟安而无远志，幸乐而忘大患，故得时者，须知时之匪夷，而其无负于人；有和者，须知和之为奸，而必尽其在己。此人重在官也，官己官人，关内关外，通明一切，着力不移，达于天下，自守服师，则士科乃有成之象。此彖辞所以称为亨也。亨通也，的时成位，无往不移之谓亨。士科既临官之余，有大明之象，而上火下木，木火通明，有动达之象，是在用者善治之耳。卦取于时，明明以时为贵之意，又生戒贪之训。时近乎贪，贪则反为害。的时者之极一戒也。民之所以犯法者，莫不由贪；其下者，莫不由时。争时而后讼，贪求而后恶，此士科之弊也。不和之时服时，以时服贪，则恶者为善，讼者得和，则成的士科之道矣。故曰利用欲，欲因真恶而设，无真无恶，何欲之虚？可知用欲者，将以谨贪而慎实也，将以明观而知所合也。和者和也，真则失和，恶则伤和，皆备于和，皆怨于贪，起于时耳。
此事科以时得名，以何致用也？夫圣人治世，不得不先明时，而有时者，必先慎其所求，故足时谓治道大端，而戒贪易治民要德。天下无不时之民，亦多贪求之情，不与之时，故非人道。若不戒其贪，亦乖治道，此事科因时而思用欲也。凡人之情，不得时则求时，以保宣则求多，为时则陷人之宝，以时则忘人之机。时之谓美，则慕高粱；时之以甘，则忘困苦。贫者多妒，富者多吝。贫者多求时不得而谓道，富者多厌欲无止而谓淫。故贫富之志不同，而真恶之害难矣。此欲之所由用也。是科因其所至，推其所源，乃至为卦爻，发为辞句，深探本末，尽诉终始，而以时为交，以和为言，使人民知时之所观者众，和之所系者大。不因情以害性，物以害道。不将本以为末，小以为大，则生生之理顺，而天下同安治矣。故名曰是科。易卦三阴三阳之卦，多属吉利亨通，以其气数相当，刚柔相得也。其不吉者，如否未济等，则以阴阳背驰，刚柔失调，此由气数升降一移，消长一时，而与他一卦成正反。如否与太、未济与既济，皆一正一反。太极则否凶，既济亨，则未济塞。此正往复之道，心肺之机，非观人事，而人事因之耳。若是科与奔，虽未往来卦，而皆三阴三阳，交错综杂，其始终皆阳，内外皆通，非如否太未济济之反其类也。只以中爻三四，刚柔各殊，其用虽异，然所异者，不过表里之间，虚实之别，无多差也。故二卦吉凶互见，通塞兼该，有如弦与横之力，则以其交错之故，虽不当位，其相得之情未改，虽非至和，其相虚之志仍存。细审之，用故不同，统言之，象有相似，此独异者应先知也，不得以其为正反卦，遂是同太否既未济之大悬殊耳。盖是科以阳卦在内，重在充实其中；奔以阳卦在外，用在辉耀其表。一近于直，一偏于文，直先文后，亦圣人治世要则。此复在教先，礼居时后也。是科以时为重，而明人生之本源，因时而求和，因情而治法，此皆见于明志，因于时宜。由此推彼，自内达外，有必然之理数也。后人不解此意，执一见以断全章，拟一言以概大体，遂使易教中会，治道用乖，无他。学而不思，知而不达，谓之必也。譬诸是科彖辞严厉用欲，乃推原因时而诵，谓真难平。是必用欲，以其之于道，非重在欲也。欲之先，尚有最重之时在，更有最要之和在。名必有时，一义也；时必有和，二义也。无时而志于真，贪多而忘所和，而后强者凌弱，重者暴寡，而后贫富若仇，窃盗私逞，
而后良善失保，家国莫安，于是不得不用欲，以平之、均之、遏之、护之。此用欲乃第三义矣。读者忘其一二，而专重其三，于是上行从法之说心，而人道亦苦，国治亦替，岂非大备义教者哉？此民义之不可缓，而言智者当先求之于今也。是科二字亦颇有深意，自君从口，是谓口舌之用。口舌非徒食也，凡言语辩论，均口舌所思，且为人生要害，食饮为生命之源，一也。言语为意志之见，二也。而呼吸所观，气息所出入，三也。精意所会，吐纳所频导，四也。故养生者慎饮食，谨行止者慎言语，重呼吸吊射者存精意，皆莫不观口舌。此为人生最要之地，人情最重之体。如修养者，不先吐纳，调呼吸，养精意，则不能成道；处事不慎言论，交接不审辞华，则不能成事。是之言则辞，亦修养之一端，为养生之大节。故不独饮食关乎饥渴，言笑通于心志也。故是科从口，为民生之本源，道之窍要。虽仅取喻于食，实则推之可大可细；而食物之争论，则其罪者之用也。是自从事，虽未邪身，而有取于补世之意。盖是科承观而来，观不云乎？观天之神道，而四时不推。是科即愿思义，明神道，重时宜。此所以称为和。上合于天时，中合于人事，下台于物情。如和而后和，则观之大观在上。因神道以设教，则有类于卜筮，以成明神，以数达理。此所以从事之为义也。和自亦然，既本谐生，复取同音，音亦皆与和通。和必有开，开于先，而合于后，此相应也。和必有共，共于众，而归于公，此相成也。且和又与和字异通，言谓物多，味类重，将和合乎，则莫外于道。和字象以敏圣物，亦壮人之时也。圣时之句曰和，或作科方和，时即和下之敏字，正谓圣物之句。上之去字，有如盖，盖亦从和。上有盖者，中多有物，是非空敏也。是科以时，谓训，其有物在敏可知。故本作和，象盖行也。是科就字义讲，即时科中之时也。因时而合口，则由科之通和而广其意。时不必皆具于敏，而犯时则必以敏。此明时之为犯也。犯时乃养生必须者，非他物可比。故不曰是而曰是科，明时之所重也。人生饮食，故以饭为重；物类之食，亦以所常食之物为重。如牛食草，反刍而嚼之，亦是科之象。然皆于其生命所必须，而后能称其义。故取喻于仪，以养也。仪中有物，不独指口所含嚼，且是其所含嚼者，为养其生命也。此是科之用，实生物所不可缺，不独人类也。人类为罪者，故彖辞战曰亨，言此理通行天下，
皆无异也。且生物的时而亨，亦自治之理。不时何足言亨？亨而时，时之正也；时而亨，亨之大也。既正且大，此所以通行天下无异矣。是科卦象：三阳包纳三阴，阳守阴从，刚柔相得，上离下震，离明震动，表里同宫。在六爻言：阳动于下，上出二阴，为正发于地中之象。阴居阳外，阳有包阴，有日明中天之象。下以阳贵，则正为刚；上以阴贵，则离为女。中女长男，刚柔分明，阳湿阴阴，内外相应，此通达之象。虽不若太极纪之庭云配合，而交错不乱，相互成用，亦有生成之功。故取喻于实物，而训亦未有何也。实物以为生，因时以成用，此天下之通则，无论人物皆然。有生必实，有类必合，而人未罪者，无时不足以遂其身，不合不足以抵于成。此凡事皆然，无时或异也。故亦教列同人大有二卦为序，以昭其意。同人者，合群之道，大有显的实之情，此最甚至之事也。而是科则兼有之，以明中治之力，而见人生所必须之道也。人生为己为人，为家为国，或为贤治，或于不孝，或为贵妇，或为贫贱，举不外此力，必生以成。下至于为匪盗，为禽兽，广如狼虎，细如蝼蚁，亦莫不虚实以生，赖何以济，时以果腹，而生命以言，何以得住，而事业可举。此二者，人情物欲，天地之常，圣人所不易也。乃以是科名其道焉。阳者得阴以相成，柔者及刚以相保，两相虚也。故卦爻交错，以明其意。男女即阴阳刚柔，离正即男女，两相得也。观象则知其意，问名则知其道。因卦爻之交错，则知合得之情；因是科之命名，则知实用之趣。此读者不可不深求者也。宗主附注：是科为三阴三阳卦，阳中含阴，阴中含阳，故取象于是科，如口之含物，而食之也。然食物不必皆含嚼，其含嚼者，必待咀嚼而后咽，必因滋味有余，是以含在口中而嚼之。虽曰食，实非止食也，因食而合嚼之耳。故亦曰合，言合其口也。合口则物不外出，可久留以细嚼之。是科有时与合二异也。人之食物，恒因虚而后干，不虚者不干也。是科之食物，亦以合而后得其用。合即虚也，当其时，宜其地。为何？凡文字中当或宜者，亦多用合，如公文中合行合养等类，有语言之该当也，应该也。是科之合，非图指口之合，乃至合乎口味；亦非图指口味之合，乃至合乎时宜。合乎时宜，谓易经全体大义。不独是科为然，而是科则有显著耳。是科之合时宜，正由观而得来，故传曰可观必有所合。言人己同以观察之中，而扫除一切弊障，两尘相见，如漏肺干，
则其所合。正如鸡之欲食，可之欲饮，相须恐极，安得不相合无间乎？此何自指人与物，人与己，情投意得，如水之与乳，力备一间，如胶之与漆。其所因者正大，则其成用光明。此即取卦象，两阳介于始终，一阳通于内外，阳以包阴，刚以息柔，其相得而有合，乃顺乎二气自然之性，乾坤自在之德也。故事科以和而能亨，和则亨，言无所不和，则无所不亨，亨通也。中则有始，是曰大通。此是科之代用也。洪教附注：是科重在时，正与民生重时之异同，以福祸相倚，利害相因，时之所重，企图一击保灾，富贵贫贱，良友善恶，何一不与时相怨？故易卦拈出时字，而更深以合字，时合之不当，则其之以喻。此圣人治民之大则也。时其一言哉？此时字即民生生字，不但指饮食，凡人生所需，皆与时同事。读者以准此解之。又曰是科一卦，因时而急于道，因情而急于理。此由近以推远，内以达外者也。是科虽得时，而重在时之能安能久，以时为一日不可缺者，故介于真与贪。真则不均，贪则不公，不均不公则乱，不忠则淫，淫乱之行，违法以禁之。此利用欲，乃先望不得已者也。然为生物，不能无时。此至情至理，可戒勿争，不可令勿食，可止勿贪，不可使无时。此圣人重民时，谓治治之本也。亦教于此卦，与大有同人两卦，皆为官民生之道，而其止无不在均平公正，富以天下，时以天下，天下皆富，则大有之意；天下皆实，则是科之意。卦以雷电合为象，雷与电火，阴阳相济，此有时之象也。离火亦为日，日中而时，故之常至。此意所观甚大，容后再详。是科，亨，利用欲，宣圣讲义。此是科彖辞，言权卦之用也。利字亦可连上亨字读，古文简略，省一利字。亨利为四德之二，乾坤二卦。坤则云利聘马之争，以所利有所止也。亨当夏时，万物发育盛大之际；利当秋时，万物成熟收获之日。其德用各有所止。亨者通也，通于一切，通于天下。是科之德，因时与合，能行于天下也。利用欲之意，以见前讲。盖以是科之道，含有争讼之意。为时而争讼，为不和而争讼，乃不得不求其平。此利用欲，实是科兼具之用，亦所以成其亨达之德者也。除暴所以安良，去争所以治和，然后天下一家，万类大同。此乾坤亨德之极则也。故言是科之德用，曰亨，曰利用欲，利以成其亨。实即是科之代用在于亨耳。何以亨？则以得时而有和。得时，人之常情；有和，事之常虚。此所以谓亨也。或以是科记亨，
不宜用喻，则谓之圣人治法明行之由来。人情无不多欲，为时而争，世所不免。人心无不好胜，因群而斗，亦所易见。虽实未必虚，而贪求则不可纵。何为善德？而朋比则不可换。此用欲因情志之失中，而致用之未当，不得不别求其平，以其之于义也。何以知其必失中也？必不当也，则谓是科本依情欲而成用，情欲无所至，未有不及于恶者。是科之德，本意和合而致公，和合之间，恒亦未被谬之举。以善恶不一，善常为恶所累，则争讼斗殴，即由此而成。且人之常情，以安为先，求安必去其不安，是之至理。以利为上，欲利必防其不利。此用欲，重在保其安，而大其利耳。何以辞之其利用欲？即以卦爻知之。卦正位不当，守位失中，柔居五爻，应得上行，其情亦偏，其志亦当。偏则失中，当则失和，为利反害，为亨反塞。斯不可以不救之，则用欲正所以治其中和，遂其得用。有必治之事，必然之理也。然是科即卦也。用欲则非即事，而赖此以成其极。由伐恶为交善也，行有为保良也。天道以春之繁殖，为秋之收成，此福也。秋之肃杀，至冬之凋零，则非福也，而是以成其福。勿老而后食，谷杀而后获，以其害正其利也。人亦法之，因欲以成其身，因行以全其德。此天人相同之道，即是科学和与欲兼备之意也。以本于天道，依于人情，顺于物理，故能亨通，而无所阻隔也。读者当于亨利二德，分别求之，则可明是科之代用，即此义之为旨意。彖曰：仪中有物，曰是科。是科而亨，刚柔分动而明，雷电合而张，柔得中而上行，虽不当位，利用欲也。宣圣讲义，此生明彖辞之意，而见是科之道，及其代用也。是科卦与仪同象，为多九四一阳，故曰仪中有物，以类人口中含有物也。是科而亨，刚柔分动而明，言是科因时与合而得亨，通行天下而无阻，则顺以治之，其用大矣。上离为柔，离火为明，下震为刚，震雷为动，故曰刚柔分动而明。以上下阴阳分明，离震合得，有比于男女相慕，情志相得，而阴虚阳，刚喜柔，虽分而不离，动而有序，此为人生之道。时发乎情，止乎礼者也。雷电合而张四句，以离向日，亦向电。由阳称曰日，由阴称曰电。雷即震也，以其相合，故称电而不称日。且在阳卦之上，其用宜柔，不得称日。日与雷用相反，得相违，不似电之同类也。以卦言曰离震，以用言曰雷电。与天火同人火天大有，称火而不称日者，其意一例，皆是其用之宜而称之，亦以其德之和而明之。如离迷于向日，
则是科不得有时与合之用，义重在用，用重在宜，适时之宜，而辨其用；应用之力，而别其称。除非一定不改者也。即在一卦中，或前称殿，而后称日，亦无不可。以爻有异用，时有异宜，各从其变，不得逆也。柔得中而上行，止离之中爻，居上卦正位，而离在上，阳随阴生也。五爻为阴，故曰不当位。然不当者，正以其柔得中也。得中则有大用，柔主杀，而得位阴敛，故其用宜于行欲。卦之得故如是也。柔不可长，阴不可大，正如情不可过，欲不可纵同理。今阴柔的长大，是情欲亦纵自，虽欲不用行欲，亦将无以济之于平，则不得保其是科之用。故用欲者，正所以谓成是科之用，而全人类之身也。是科本以阳含阴，而阳得光明，阴得惠美，此利用欲，即本阴爻之用也。如人食物，唇舌齿牙，刚柔各异，而相互为用，却宜不可，则是科虽本生成之道，为养育之用，而必兼取刑罚之功，作景臣之徒，非相反也。四反而实相成，其卦一人重在生养也。阴虽在上，而不当位，中在阳所包含之中，阳有不逮，阴以济之，非变于阴也。故辞称其分明合章，而又嫌其不当位，以见是科故生养之事，而图生养，不足以全其得用。正如人之须教诲，而后成才，不独复数之为己物，即教诲又须编铺，而后达用，不独提命之为要途。可见圣人治民，其道不一，而其指规则无殊，无非遂其生成而已。行赏义也，罚恶与讲善痛也，施教义也，养生与成德痛也。知乎此，则知是科之用欲，实不可缓也。更就卦爻正之，上电下雷，雷电天威之所着也，而行雨则以承天恩，恩由威出，则行欲，正所以成其生养教化也。教化故在乎德，而顽梗者，必赖于行；生养故在乎财，而贪渎者，必正以法。此行法为全良善，而成正交必备之物也。圣人见于民情，察于事理，乃因时而思及行法，因是科而测及用欲，此本末相应，体用相协者，时由卦象而正得之，故命曰是科。而取象于雷电合德，刚柔相济，而取用于阴阳相成，其辞虽简，其义无尽。读者善用之，治平之道已过半矣。象曰：雷电是科，先望以明罚赖法，宣圣讲义。此声明是科卦象，关乎人事之用也。是科为雷电之和，以见前讲。雷鸣而发光为电，是水火痛济之象。电为光明，雷为威严。光明则照物，威严则正物。万物应得雷电之施，而有生成之用。以雷电之后有雨泽也，则雷电未成雨泽之用，即微光未成恩泽之施。恩由微行，是以先王明罚赖法，将以成其德治也。法者补德之不备，
法者身教之未变，教行则无怠于法，得成则无庸于法。而先王有用之者，非教之不利，得之不彰，使以教之难周，而民信之不齐也；得之难化，而民情之易恶也。故见于天之雷电并至，未雨则之先生，乃明法以昭其教，赖法以明其德。法不必用，而不可不明；法不必彰，而不可不赖。臣以是科之象，阳以泛阴，刚以息柔，二气得其正道，上下或游于鬼物之中也。更就是言，识者人情，而有道以取之与之；合者人义，而有德以别之痛之。不合于道，则实为非礼；不据于德，则合为作奸。未言其戒而立法，正其义而有罚，此刑律之备。正以事夫情，止夫礼，使得中道，而归大同也。故圣人治为定教，不知天下，贵贱不可移，至于不可犯。上服天道，下济物欲，中依人事，以法于雷电是科之象。彼后世皆知法律之由起，刑罚之所重也。然亦此简易略，或未尽明其故，因疑中有误，而知人之虚实，实知其真；因雷电之和，而知事以群见，道以正立，则未成其大用。必有取于法与法者，时圣人见天以知人，因人以明天，天人之间，其道一致。读者推圆其始，而后知义教之深远也。宗主附注：是科以离正二卦合成，有光明震动之意，而巽为时与合，以有时使能动，能合必光明。有己言，则在得时以尽其力；由人言，则在光明以合于众。简言之，即中性二字。尽己为中，服众为性。中性为处世皆物要道。论语曰：主中性。能中性，则蛮貊之邦可行；不中性，则至亲不达。卦辞称为亨，言其德能通行天下，正以能中性也。中性之治，内外同达，此所以无不亨也。系义辞义，当知义教之所在矣。又曰：是科二字，前以讲事，上有余义，兹补述之。是从事有补事之意。古人决以所用事法，明人生于天，则凡行动云位，无不决之于天。是以食为训，饮食为养生之要事。其利害摄乎生命与四序，则其取舍必胜。有如他事之呆绝不是，以其无备于身，无逆乎天，故自从事。科者何也？而有西虾之意，俗或作喝，即以口饮汤水也。人之饮食，二者缺一不可，是为食，科为饮。换言之，即饮食二字，饮食皆养生之事，而其要在是乎天性，服于生生之德，故以和为训也。以象言之，是为张弛啮物，科为吸纯虾物，即开合之谓。一开一合，谓乾坤之道，而阴阳由兹出焉，生化由兹成焉，故是科之意。取象天地之生化万物，人类之生成一切，其道极广，不图止于饮食一也。弘教附注：夫子所讲，注重在法律发生之源，尽人之言法律，
而不知法律生于何处，由时而后用欲，一语皆是刑法所自出。即法律必与经济相成，且法律实为经济之助。人之生养在时，法律正所以使之得时。时有不均则争，法律正所以使之无争。此法律为民生利也。人民无生，悉有法律之可言，不揣其本，而齐其末，足见其不济也。大学云：德者本也，才者末也。此当云：识者本也，法者末也。本末不定，奚以言之？此夫子在三言之也。初九，具孝灭止。乌九，宣圣讲义。此是科初九爻辞，言初爻之用也。是科全卦之用，即时与合二大义。关乎时者，有合与真；关乎合者，有真与伪。以道的时则合，否则真；以正的合则真，否即伪。合未极，真则凶；真未极，伪则凶。此是乎时的之宜，与情志之当辨之。各爻辞或就时言，或就合言，而凶与吉依此判也。初九阳动于下，其用在和，与上九相类，故皆称孝。言其何必有孝也？孝古与教同，相继教也。合者两仪，有仪不仪，非合也。必教之于事物，而验其合否。如人之者具，必教之以足。足合则合，足之不合，则具无用。虽未具，不成用，是有其名。而时不称者，谓也。初九居下位尽地，由人之足，其所需者，具也。因虚而得其用，为何？即是科之意与用也。与应激的时同义，时以果腹，生之所养也；具以饱足，生之所安也。皆人情所急，而凡人所必得者，设得之而不为用，则与不得同。如食之不能养生，其害甚于不食，则宁无食也。初九以一阳在下，上皆二阴，其德不相当，其志不相得。由人足大而具小，则不为用可知；不为用而强之，必有所损。灭止者，损其止，以与具合也。削足是具之意，因具与足小，而又差，则欲其合，必灭其止。灭止以合具，合则合矣，而不能行，以止之伤也。伤其止，以求合于具，而不能行，是何须于具哉？人之须具，谓其行也。得具而反不能行，其非真合可知。故爻辞以喻初九之合为谓也。谓出于己，而以受其害，无疑于人，则害有小。故战曰无咎，言其害止于不能行耳。初九在下，本物用之时，虽不行不为咎，以失的使之然也。其为此喻者，二阴一阳，宾主不相得，刚柔不相当，求和而非其仇，求配而非其偶，勉强相救，终非所宜。正如削足适具，将何以为行哉？象曰：具孝灭止，不行也。宣圣讲义。此生是爻辞之意也。言出九处不行之地，又遭不行之病也。不行为时之所宜，故战无咎。或视之曰：孝未至故，具未加至故于足。
乃因象此有法之文，遂附于行罪之例，使与世科之意不合，以古人明罚赖法，不必行人，而具效减制，亦非仅为行人之相，行人而致加谢，而致灭止，此以禁库。初九禁居出动，未有大特，宁用重典，此不当也。且是象之言不行，以明无咎之战，则非指行人可知，行人则必有咎，受刑自不能行。此读原文即可明者，为灭止为害，而不曰害者，则以咎由求和，其志可许，故得无咎。四讲上90，更可互证其意。62士夫灭鼻，无咎。宣圣讲义，此是科62爻辞，言本爻之用，及其吉凶也。初爻言具效灭止，与上九之合效灭耳。即本爻之士夫灭鼻，三灭字，皆由不当而得。灭者，没也，损也，有所伤害，而不得全其体也。若以是言，则失败也，屈辱也，不得全其领名，保其功业之谓也。入水曰煤，以身为水所淹也；入火曰灭，以形为火所焚也。因受物之害，不克自全，故曰灭。非为斩之或去之也。是科以时为用，以和为义，时与和，当则吉；有义不当，则必受其害。初九之灭止，上九之灭耳，和不当也。62之灭鼻，时不当也。是科全卦六爻，初与上皆阳，主和之道，如人之上下唇，故重在和。62至65，居卦之中，主食之道，如人之口，故重在食。此爻辞分别取喻也。然和者求之于外，食者纳之于中。和之用，在于相得；食之用，在于相安。其义故一，其至少异，皆以当为贵。虚为物，当则为道；虚则为宜。道可远可久，宜可进可退。有非道者，则如貌合神离，不得久也；有非宜者，则如饮鸩止渴，不得出也。故吉凶之判在此。62士夫灭鼻，时不当也。何以不当？非所虚也。不虚而实之，其受害可知。夫者皮也，鼻则进口，因是皮而伤其鼻，非皮之刺鼻肉，乃皮臭之害鼻关也。夫非可视之物，鼻为变臭之官，因贪于异昧而害于鼻之官。有喜食腐物者，不顾鼻之恶也，图快于口舌，而忘其鼻之所思，则鼻受其损矣，乃有灭鼻之称。亦即因情害性，得不偿失之谓，与逐臭世家，同谓痞也，而非正道，故有灭鼻之欲。然士夫者，所欲有限，害于鼻之官，而非大甚，故战曰无咎。谓咎不足言也。或以士夫为食皮内肉，而灭鼻，则因贪食而伤其鼻，其意亦通。为夫与腐自古通用，古作腐或腐，益之则成腐，以肉腐而仅存皮也，故曰灭鼻。由人食腐，掩鼻而厌之意。诱夫者浅也，灭者深也。浅食而深视之，则有灭鼻之余，为鼻为食所蔽，不复辨其香臭也。食浅者，不必深吮之，
今至灭鼻，则实尽于贪矣。总而论之，皆由食之不当，贪也、癖也，其害正同，不独不养生，且将为生害，是圣人所同戒也。戒贪则无因情害性，戒癖则无因病损身，而以所害者止于一人，所损者止于自己，故无大救。然既曰无救，则有救可知。饮食之危，口腹之祸，虽无大救，其非合于道可见，故此以之为喻。民食之不可不谨也。象曰：士夫灭鼻，成刚也。宣圣讲义。此声明爻辞之意也。盖62爻居内卦之中，以柔行柔，下皆出九，上临63，而与94对，24同宫，而刚柔异性，其下出九之阳，奋起上升，柔不能治，虽不畏抗，而无调和之力；虽得居中，而有偏党之嫌，则以柔成刚，而不克自全其柔也。故有士夫灭鼻之象。言人之情欲亦似，物好亦甘，而性不克制之，道不得止之，乃顺其所欲而偏，亦于所好为癖。偏则为贪，癖则为癖。贪彼之念，是成卑污之行，癖怪之情，足致龌龊之病。此是夫谓不当，而灭鼻谓自宜依期也。夫义之用，贵在得平，刚柔勿相乖，阴阳无太过，则中和之道，情性之正者也。62偏柔，而加于刚，上下二阳加两阴于中，94之刚不让，初9之阳过破，虽得中位，不克自珍，而不觉尽于贪凌于癖耳。所幸以得正位，其本犹存。一时之偏，不足累其固有之德；一人之癖，不足损其外物之情，故人免救。圣人济人之全性，而不废人情；加人之至性，而不惧物好，乃明者未交，使之所审，则贪者可归于廉，癖者可复于正。此言外之意也。就爻未言，归廉复正，原无不可。以寄居中位，成尽德，而出4、2阳，上足资为健，6、5、1阴，亦可引为助，则暂时之弊，未必无他日之光明；一己之欲，未必无救正之师友也。故爻辞称无救者，实以暗起其悔过之机，而其更的成全之道耳。此爻辞义，后人多误解，兹特正之。要知一词大都取喻小而喻理大，引象浅而含义深，读者宜推而广之，则左右逢源，要义无穷尽矣。63是腊肉，欲毒，小令，无咎。宣圣讲义。此是科63爻辞，言3爻之吉凶也。是科卦自2爻至5爻，皆称是，以在口中之象，如人食物之时，而以爻有刚柔，位有内外，所识有异，所得一殊。63以由内卦而接近外卦，与94爻同属中爻，故所示异于62。62称夫，以一时也； 63则介于内外，而以柔履刚位，外柔内刚，体阳用阴，乃有食腊之欲。腊干肉而油润者，如精咸肉之类；习者，宿液也，与系通，前系所藏之肉，故曰腊。藏而未腐，
故非肤可比，甘而油润，故非子可比，以其藏不久，与四五两爻之象有异。四五爻皆曰乾，此旦曰腊，可见其味全干也。内卦为震为风，外为离，为火为日，近离则干，属震，故不曰乾。由今俗风干之肉，谓今烘爆者也。以爻位虽刚，而爻位柔，的虽进火，而居在下，其象有如蜡也。是之者，本非不及，而欲毒者，风干之肉亦未毒也。然毒不甚，是者无贪，亦可免救，故曰小令。无咎与小令，谓爻之用，亦为人事之责。以六三不当位，其用有令，人如责之，则亦为令。令与贪为主宾，有主言为令，由宾言为贪。事之多则为贪，与之少则为令。六三之令，由于不许贪多，而不得不出于令，是令由自出，故曰小令。小令不害大德，况出于事者，则无咎可知。若反其道而必贪求，则故有咎。是无令者，以人之明哲而能免耳。六三为人爻之始，人道所见，以人胜天，而能明其德，则虽不胜于始，而能自忏于中。斯欲毒不为害也。夫欲毒，故由意外，而是肉，则在情中。情之不可逞也有如是。可见圣人垂戒之止身矣。象曰：欲毒，谓不当也。宣圣讲义。此声明爻辞欲毒之由来也。六三阳欲阴爻，故曰欲毒。然他卦谓曰毒，而此爻以毒称者，应是科主时。时不当则谓毒，不必真毒物也。时以养生为本，非养生者，犹服毒也，谓其有害于身耳。六三食蜡，本为养生，而蜡非鲜肉，且以素细，其有害于人可知。爻辞阴阳与阴为，故以毒为喻，推之凡事之不利于行，物之不合于用，而强求之，皆有欲毒之患，以其不当也。94. 是乾子的经师，历兼征集，宣圣讲义。此是科94爻辞，言四爻之用，及其吉凶也。94居外卦之始，为人爻之一，与六二同居中央，而恰与未济相类，阴阳失当，刚柔不中，其用艰苦，其德阻滞，不似济济之顺而易成，亨而能大也。然以阳居阴位，柔遇刚爻，在口之中的时之象，亦如六三六五，故皆以是肉为喻。第94以一阳居重阴之中，以刚为用，上与上九阴，下与出九邪，三阳俱张，以裹挟群阴。池中有物，土如有节，乃有是干子的经史之辞。干子亦肉类，而非真肉，以秉阳刚，有坚韧之象。子元柔物，干则变坚，即今肝肺肝之类。子同肺，称肺。该其他内脏，如心腹真皮皆是，以异于肉，故不曰肉，以其较肉坚也。94居中而为刚爻，斯有是欲，视之而得经史，以中藏刚也。正如剖腹的猪，破针的食之力，以藏在脏腑肠胃之内者，触之所吞，犹未化也。食而得之，
出乎意外，而以中刚，乃在理中，不足怪矣。是非见，乃是也。经史已在肠胃中，与食混，形若干始绝耳。盖食腹中杂类，而忽见经史，为性而得财，本非所求，而竟得之，斯谓性祸。性者不正的亦无福，然以得之，其利可见。贪利则凶，成性则急。坚贞者自成于贪，而知性得之不正，乃反求诸己，而利其苦心，坚其贞节。如是则终极矣。故曰利坚贞吉，四字四句，合之为一句。言的经史为利，因非分而自戒为坚，因自利以为守为真。因此不与乃成其利为吉。合之则以坚贞为吉为利，其义故通。诚以食而得财，亦恶于贪，而起其性得之念。苟不自检，是利反为害，得反为失。圣人不矫情以为畏，则偶得无害于利；不纵情以肆贪，则非分不遭其凶。此爻辞四字，实含深意。夫食子而得经史，以意外之祸，而为亦得亦失之源。君子所慎，小人所喜。苟不明得失之道，则必甘于利害之灾；不辨邪正之途，则必昧于吉凶之理。是得者为失，吉者为凶。此人情所当自谨，而因此爻之意，明其自处之道也。是文称为畏光。言得之不光明正大，则必戒之以坚贞，以自保其刚，无污于物。故九四之得未极，较六三义者，以其能刚也。若不能刚，则失爻意矣。象曰：利坚贞吉，谓光也。宣圣讲义，此声明爻辞之意，而见得失之有道也。是科以得失为大用，因时与何所关？为得为失，全系乎道。道有应得，得之为利；道不应得，得之反害。反言之，于失亦然。失之当者，虽失无咎；失之不当，失故有损，且害道焉。如初962，失而当，乃无咎；而上9则不当，故凶。6394，得之未当，虽得非吉；65则当，故无咎；而94之不当，又亦63，以94阳也。得用可大，行止可正，凡尽于5，其位以隆，其势以盛，故有利吉之战。与63之欲独，利害悬殊，唯以94当代昭明德之地，有以身作则之意。因自省于得失，便于贪怜，方为合道。今以食肉之细，而得经史之贵，虽无贪得之心，终有爱宝之嫌。其来匪正，其受有殿，是以于其的也。有畏光之辞，畏光者，言未能光明正大也。因时而得经，有类于窃取苟得之所谓，行未光明，名非正大。然既非有意贪求，而所欲又出乎自然，更不别生贪念，而所得止于经史，则不伤大德，无累全体。知要戒之于后，永持其操，行之有素，克保其欲，则虽未光，犹占吉利。关于利坚贞吉之辞，可见亦较重以坚贞为训也。坚者知其难，而不敢自抑；贞者执其正，
而不敢自私，因信惑而无贪心，有所利而非自私，则坚贞足立其德，以盖其谦矣。此事文景曰魏光，而无他giả辞也。若进至六五，则德未当，行足以昭示于人，用足以施备于下，则无魏光之机矣。六五，是前肉的黄金，真力无咎。宣圣讲义。此是科六五爻辞，言五爻之用及其吉凶也。六五居上卦之中，为权卦之主，谓为离卦中爻，与下六二相对，皆阴也。不过六五为阳位，与六三同宫，以柔行刚，以阴居阳，本非当，而以五爻正位，在二阳爻之间，乃为当也。权卦大用，系于此爻，亦止于此爻，是科以时为用。六五之时，更过于下三爻，自六二始以时称，由是夫及子，进而视前肉，其时渐佳，其位渐厚，而其所得亦渐多。六五以视前肉，而得黄金，以益于九四。凡以正位逢时，为当代用之计。柔与刚邪，左右有辅，为当权成事之时。其时弥干，其德弥富，有由来矣。五爻为阳，上下皆刚爻，阴以晚阳，柔以律刚，故有干肉之公事，黄金之待取。有如在上位者，群下供奉，全国共纳，富且贵也。福禄之优，名位之荣，盖集全体之精华，以备一人之服用。其数故如是，非人可强制者也。然天之所眷者德，民之所望者恩。德业者，福禄之源；恩泽者，名位之本。报施有数，因果不虚，既非性质，自难图取。故六五虽得甘美之时，贵重之财，而必有以复其德，推其恩，大其道，弘其用，则反躬自审，能无愧乎？素系自省，能无忝乎？上对天地之生成，下对民人之供养，果皆安于心乎？切于意乎？则当应离之光明，而反于干之前替，由正之愤勉，而归于坤之敬顺。此真力二字所昭示之德，实为六五爻用者之代经大法也。真者，由外而内，自保其节，富贵不淫之道也。利者，由内而外，自弘其德，夙业不懈之道也。利与利同义，即干系替若利之利字，唯见于所处之安美，则不敢少存待义之心；见于所欲之遂隆，则不敢少有骄奢之志。故真且利，以求免于就利，而后能长保其禄位也。爻辞干肉以喻后禄，黄金以喻多财。后禄足以养生，多财足以致用，二者既备，天下不难治平。所虑者，有禄位，不能永享；有财用，不能立德，则未能真利。福且未祸，利且未害。是虽一时之尊荣安富，将为无穷之忧患毒害也。故在六三未独，六五不曰独者，以克真利也。苟不真利，故亦如六三未独矣。然六三之独，以位不正，德不当；六五则居正位，而所得当，天所与也，民所愿也。虽甘美，不为饕餮；虽富有，不为贪婪。
以分所宜也。权卦之用，归于此一爻，故有事象，不得以下三爻为比也。象曰：真利无咎，得当也。宣圣讲义，此生民爻辞之意，而见时谓之可贵也。65的未成时，多的美时，无害于道，唯在能真利，则自免咎。以真利足大其用，广其德，使天下同富其财，美其实，天下皆安，而己亦能长保久享，以尽65之用，是不独无咎矣也。63的时不丰而欲独，94的时较美而未光，唯65称得当，实谓之义大矣哉。又94经史，其直下，而所得自内；65黄金，其数无限，而所得自外。虽与干肉并称，实则肉与筋不必同一时制，与94所得者不同。读者勿逆其辞可也。上九，何效灭耳。兄，宣圣讲义，此是科上九爻辞也。是科权卦大用，既止于65，则上爻已穷，有如干之亢龙，贵而无位，高而无名，虽翘居高上，而不得与其下接，则谓无用之地，而成无功之时。此凡各卦皆然，而是科则尤甚。故在干之上九，不过有悔而已。而是科上九，则反即为凶。凶对以下各爻言，各爻皆有所用，虽贵贱不同，皆有所得，虽多寡不类，其用其德，未尝异也。而在65，则用越昭，得越厚，则以谓与时之当，而天眷之正隆，民归之贤辩也。虽有凭栏之嫌，而不益其真利之极；虽有奢侈之害，而不失其肉与黄金之利。此战义者所当之也。至上九则不然。上九为离上爻，即干上九，下与94阴，而中含65一阴，艮与初9合，而中艮2阴一阳。在象有如口之外唇，以无物可食；在用以居极地，遂无朋与合。是科以食合为用，至此其用乃穷。穷则变，变则通，穷而不变则凶。是科上九，以快治之余，袭丰厚之业，而未肯具降其志，辱其身，乃人欲以逐逐，是以单单，求有所足于心，达于用，则其所得恰与前爻相反。此事所必至，理所必然者也。故爻辞断其为凶，谓其不克自物也。是科权卦6爻，初上主和，以如口之上下唇也。中4爻主时，以象物之在夷中也。此意以详初九，为上九以时位不同，乃易初九之用。虽志在求和，而下无所辅，中无所交，虽欲强和，徒疑后患。爻辞以和效灭而未遇，盖明其和之不得，且未害矣。和同和，复贺也。复待于手或肩，皆曰和。和者必有所成，或轻或重，或巨或细，以其所宜而后未立。今上九所贺，乃不宜也。不宜者而强和之，则必有所损，与初九之削足适俱相类，故有灭耳之战。和不合于手，则下闭其耳；和不合于肩，则旁障其耳。皆同有灭耳之象。
即使耳不能为听也。耳为主听之官，今灭其耳，何以为听？欲得其物，而害其身，用其手或坚，而损其耳，是所得不偿所失，所害切于五官，所避及于聪明。是由密其性以快其欲，乱其心以示其志，则昏昧之夫，聋聩之人之所谓耳。人而失其灵明，绝其知识，虽有生气，何益木石？虽能行动，何殊鸟兽？木石之伦，不足与言性情；鸟兽之类，不足与言道德。则以其所生者早失，受于天者福全也。生失而天福全，则虽能食，亦奚足称；虽有和，亦奚足贵。故上九之用，不如其不用，而所贺不如其无和也。其凶故已矣。象曰：何笑灭耳？聪不明也。宣圣讲义。此声名爻辞之意也。聪者，耳听五声也。人之耳目，为聪明所寄，无耳即无聪，故曰聪不明。盖上九独居高位，下无辅佐，内无炷香。一人之耳目，不能为听，则天下之事物，不足以辨其是非。是虽有耳，等于不聪。正如何物而自闭其听官也，又如掩耳盗铃，自己不闻其声。虽有耳，与聋无异，其用之不足称可知。且居高者，本可多闻见，广视听，而反不聪，则物谓之必障也。物之必障，起于心之贪得，是不可则物，而就在己之不明。故不聪者，乃互为因果。先有不聪之心，而后成不聪之耳。甚哉！物欲之意，物人聪明也。夫上九本离火之用，为光明之源，乃以时过境迁，数穷事变，反为不聪，则是变离未坎之象，由阳而阴，由明而晦，其害不止于一己，乃欲出九义而战为凶。凶言将来之祸，及于天下，不独一时之害，累于己身矣也。盖是科本人情而成德，因人欲而见道。苟悖乎道，则人欲不可遏止；循乎情，则德用不得成全。此圣人之所忧，而特着于义以为训。读者厌其吉凶之术，当可以得其从为之道矣。宗主书数，是科卦以时和二义为大用，而彖辞称为利用喻，故后人是爻辞。律迁及伐人刑具，为爻象所指，多观用喻之事，其实不然。臣以用喻一语，乃圣人因象致用之意。正如立涉大川之例，爻辞不必皆官度计也。盖古人明行赤法，将以警重，非好为法也；将以指坚，非欲之必犯也。故书曰：行其无形，是科以卦象有口实之形，又有求人之象。物之在口，人之在求，皆易入难出，多伤少全。人之齿牙，由行之腐钻；人之喉舌，由讼之欲求。食者以物养生，行者以法保重。其意有相类也，合之以否，由是之正邪。其道有相同也，因时与合，而连集于用喻，乃推广卦用之辞，非谓是科专为行喻用也。是者不揣其本，而必附会于喻行，是被圣人立辞之源旨矣。
如爻辞灭止，而必比于月足，灭耳，而必比于二行，是皆异策强迁，不足以达爻辞之意，故夫子不讲，非宜之也。是科以时为人生大事，因时而有讼，以和为人道大则，因和而有奸，奸讼苟兴，辟行思上，则用欲亦是有必至，理有固然，非圣人故谓之辞也。然时与和乃本意，用欲则由时和推冲之用，其不能并为一谈，等量其观，亦以明圣，则爻辞所指，必皆循其本意，先其大用，就时与和，明其得失，及其吉凶。此凡一辞皆如此立者，而是科当亦不能俱舍其本，而求其末，弃其大，而许其细，则关于刑法一层，未可推及之则可，未专为是事，则不可。何况爻辞明明以时和为言，初未尝拟及刑罚者哉？是科言时，而爻辞一再称的经，此一人多未达，故以时或并重，二者皆民生之本，无时无以生，无前亦然，故或必之要，不下于时也。故者重农，耕而得时，此就利田者言。若农民之外，如是工商贾，律皆不能自耕的时，官有禄以代耕，商有物以易米，士或兼农，工或兼种，则有可自食。此外莫不仰赖于交易，则货币实为一时之所必须。虽黄金不足以果口腹，而食之来，有待于黄金，即木之为食，亦无不可。若在上古，农耕未兴，渔猎已时，而时无货币，物交易，此日中未是。自黄帝时即有之，斯时人民生活极简，的时较易，故无待于货币。然以物易物，终闲不变，久而感其困苦，思所以立之。此货币之起源，实与人民生活之繁同其时。人民既众，虚实亦多而渔猎不足以生，农桑岁季之以发达，田土既辟，居止乃有，非复游牧之可比，交易亦越绝为难。此货币代物交换，乃是所必至。于是货币与时同重，时自中古已然。尧舜三代，文化日隆，币制渐定，文王作义，知时货为民生必须，而是科爻辞，肉金并举。由此可见当时民情之所尚矣。因食肉而得金，亦由因耕田而获玉。金玉虽宝，在平民视之，亦不过多的食耳；而在贵人视之，则足以供其作业之用，弘其利民之心，则得金之利，何斥10倍于肉？肉图果一人之腹，快一时之欲，金则可以发挥是功，富厚天下。此其利，有与大有之志同。故爻辞于6、5之战，称为得当，则以其位言之也。有其位者，必有其德；有其德者，必能用其才。此大学论才用时，始于圣德，而终于有用，且必称之君子。廉极有人，以见治平之功，非被此数者不达。是科6、5之得当，正如此意，并非以其成一人之父也。6、5之得金，即是科全卦代用之告成。圣人以民为先，民皆得时，而后谓之不积，民皆得当。
而后谓之不平。初未尝以己谓念，是六五之得经，天下之利也。得之而能用，故谓利。利即天下，故谓天下之利。天下皆利，己又何尝不利哉？此六五之战，使我与天下皆得时之象，亦即我与天下痛负之象。天下既痛负矣，尚有不和者乎？则时与和，二由异也。读者须推其意而深求之，则圣人立辞之心可了然矣。Top 善书图书馆首页，善书目录，善书影片，善歌，道之宗旨。联络我们，查询善书。简体易经正式上经第10册奔包复无望，奔卦离下艮上，宣圣讲义。奔卦为艮离合，上艮下离，亦三阴三阳卦，而与士科为正反，则以3、4两爻之意也。士科阳在上，奔则在下。士科为6、3、9、4，奔则为9、3、6、4。士科有类未济，而奔类济济也。以上下卦言，士科上离下正，谓上阴下阳；奔上艮下离，谓上阳下阴。士科有4余态，而奔4否也。阳在上谓逆，阴在上谓顺。阳生阴降，顺则相交，逆则相悖。不过卦之阳者爻多阴，卦之阴者爻多阳。若从爻论，则士科为逆，而奔却顺。此用二卦者，所当分别也。士科以两阳爻居上下位，奔亦如之，此其痛也。而士科以仪中有物，象人之实物，奔则不应宜成用，而有取于外阳内阴，由物之有事也，故曰奔事也。事者必有闻，闻者必有色，是奔之用。因闻以为观，色以为美也。然传曰：奔无色也。既曰有色，何又谓之无色？此独异者所宜深思也。奔原重色，而非本来有色，因无色而后求色，是体无而用有也。会事后素，唯其无色，乃能以色称。若有色者，更复以色。将斑斓驳杂，不复可观，则安用是为？故世之所贵，亦有其节直也。宝玉之拙，美眷之秀，皆以其本质之静，而后加以文采，悦成其美也。此奔之称无色者，一义也。物之美者，必其壮盛之时；德之华者，必其充实之日。成于中，而后行于外。有闻者，必先具其职；有用者，必先养其体。本末之相资也，始终之相得也。奔以无色而以色称，正亦有本有始，不与浮华烂美者同。其本既立，其中既充，光大之，发扬之，则道无可量，德有不尽。而反其本始，归于平淡，则用有不尽，化可无穷。是天地生育之功，不为而自治；日月光明之力，不虑而自成。故奔之以事见，而其久。人至于不事，则色即无色，闻即无闻。佛所谓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此奔之称无色者二义也。奔以山下有火为象，山高而火明，高明之象也。山出地面，为众所瞻，而百物生焉，或财藏焉，此复有之象也。
离为日为火，已在山下，则是火为宜，而有落日之象，皆有明烛万物之意，物复而得名，有天下闻名之象。故周易之序，以记士科之后，盖士科的时而有黄金，欲合而见士功，因生养之宜，而获安居乐业之福，其以富足可知。既富足矣，则宜继之以教，正之以礼。礼教者，人之文明也。人民安身乐业，易居适义，不有礼教，犹以谨消行，食肉草地，虽口体之快，而非心智之所求。且人欲无厌，物好难足，强弱之不一，贫富之难齐，则争讼以兴，纠纷必甚。在士科即有用欲之物，可见防为度见之道。时不可更缓，则虽刑法足以正于一时，而风俗必别求化于万世。用欲之道，将不可久视，则礼教之心，时势所必然，是士科所需之行欲，治奔以更为礼教。礼教之盛，天下闻名，则富者得安。
平者得生，上有其养，下爱其身，衣美食甘，汲汲寻寻，日作夜习，孜孜勤勤，远耳闲话。疏者以亲，揖让有节，利者以纯，邪就于正，贪就于真，自就于赤，暴就于仁，则天下同化于善，而人文与日月共明矣。此奔之待用，弃刑狱而重政令，敦礼教而成文明，因天地之和，而夫40之春，本艮止之道，而推离火之光明，则奔之应象致用者也。象以成道，用以成德，德至道宁，而后见其文饰，成中行外，而复归于无色。大哉奔乎！天道之所行，人道之所明，万物始终，生成无垠，刚柔交通，华实相应，斯本末之事，圣人化育之成也。为天则履足以辟之矣。奔卦之为用，恰与士科相反相成，以其数同也。数同则利等，故其用有相类。而奔与士科之异，则在中爻二位，中为人爻，而在全卦之中，介于上下之会。本天倾上，本地倾下，奔以阳在下，与士科相反，故其象有若敌对。士科之待用，在内虚而求给于外，乃有时与合二异。奔之待用，在内充而有加于外，乃有文饰与直素二异。所差者只在一爻间，内阴外阳，则谓士科；内阳外阴，则谓奔。阳道实，阴道虚，实则善施，虚则善受。善施者，至于外而好育；善受者，至于内而好取。取莫先实，育必有闻。此二卦之志各不同也。阳者敬天而易生，阴者敬德而易降。生者终降，降者终生。合则为合，分则乖离。二卦虽相反，而其情有相虚也。其故何在？则由于离之一卦，士科以离在上，而与正合；奔以离在下，而与艮合。艮正虽疏，离未易也。在下则有火象，在上则如日星。火以热称，日以光者，虽相类而实有差，不过既属一卦，其德必同。虽因上下之分，其志用有殊，而以五行之数，其运行终不二也。故士科与奔，因有离之同，其促人相虚以相成也。离谓中女，正谓长男，艮谓少男。长少虽殊，谓难则一，故皆与离德，而以尽其用焉。长男在下，有生成之德；少男在上，有依恋之情。此士科之用重在内，而奔之用重在外。在内者，为蓄积之呆取于人物；在外者，如布施之颁发于己心。故士科志在利，而奔志在明。士科贵有和，而奔贵能成。有和则易德，能成则易明。此二者实本末之事，人己之道，不独相成相虚，且事必与成，理必与虚也。故周易次位先后焉。奔以离在艮下，离明而艮止。明则光辉外见，止则静定内存，是上下内外相应也。明者先成，即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也；止者先知，即知止而后有定之意也。二者合言之，
即大学全体公夫，中庸全部指去。大学先于明德，即自明也；中于止至善，即知止也。中庸成民之道，中和之德，即由内以达外也。仁智之行，礼乐之功，即由外以反内也。奔以内能成民，则德可及于天下，外能指定。则道可归于本始，内外本末，一以贯之。此圣人成得达道之所见。圣人本乎天性，发乎人情，真于鬼神，昭于日月，通于时序，化于万物，以立人道，而启人文。故师奔之象，以推其用，而以天文人文，述其政治，广其礼教。政治清，则天下安宁；礼教明，则天下和乐。此奔之文士，非图炫其外观，则必沉思静虑，以反于己身，守真履亨，以应于万物。然后有仪可象，有威可畏，而威仪非故治之者。君子不以威仪自尊，故外观虽盛，而内体无家，
表貌虽华，而本末不简。是以事犹无事，文犹无文，色犹无色，则奔之用自不用而见其用，得自不得而明其德，何哉？忠臣者，无所待于外；内充者，无所疑于物。人徒见其事，不知君子之谓常事也；人徒觉其文，不知君子之谓常文也。谓于无谓，行所无事，如日月之明，而不自以为明；如山川之大，而不自以为大。此奔之为奔，实以直胜也。圣人虑人情之好浮夸，慕声色，喜华美，尚虚伪，而自忘其本来。故应奔以示交焉，奔以示用，而不重在事；以文显，而不上其文。且更明皆无色之辞，招着指定之意。复以示尽则包之道，是天道兴衰荣萃之为因果。其旨甚微，其意甚切，非徒是一卦之象矣也。夫奔即卦也，而非吉，则是用之者之如何耳？知奔之有本，而不误于用，则成其美誉；慕奔之可夸，而徒自其情，则损其性真。此智者之所怀，而愚者之所恶也。关于奔之前后，则可知圣人有戒于文饰；察于奔之象辞，则可知圣人善用于文饰。文饰非不可畏，而不可求；非不可得，而不可贪。以文饰中谓外物，与我何家？天性原无色也。由云霞之耀彩，知色之所自来；由花叶之多华，知色之所终结。则可以解圣人用奔之道，而不据意为包也于奔卦之名，取奔事之意，自从备。古时贵重之物，恒以为是，有类于玉，玉纯而被杂，以其有文也。被谓是，多借其文以为美观，欺匪而有辉光，华丽而能坚节，故为人所上。自上之慧，花之文，如其形，交互成象，故花亦名慧。草类之有美色者，称曰花卉。色以彩成，粉也珠也。花色之最者，交而成文。故卉自以异与交，更互交而成象，名其色之杂也。卉与被合而为奔，有本是异，色美而文，直贵以节，故比于世，而见其以外观为上也。然奔上有他意，如奔出，则自下涌上；如奔临，则自上加下。奔出者，由泉之涌于地中，其势急，其气盛，如物之着于地面，其状骤，其声薄，有不可遏止之势，有戛然脱去之状，故奔谓勇，以其能高于大众也。奔临者，其意亦尽释，为一自下出，一自上下，而临谓庄严，谓威仪。有其象以资观瞻，有其物以状视听。其行曰至，其止曰临，谓其德素而用大，道尊而至高也。故奔谓大，有弗于临卦之意。此奔事之外，上宜通集此二义，以尽其用。盖奔虽以文称，而文有自己出者，有自外加者。自己出者，如火之光，有耀于物；自外加者，如日之照，有辉于身。即亦由下而上，或由内而外，亦由上而下，或由外而内也。
卦合二者，统称曰贲。而卦象亦因而分别其所观焉。如艮下合离，火在山下，则自下而上照也。如阳居上爻，下逮于诸爻，有类观卦。日在天空，则自上而下照也。由前言之，则为主观；由后言之，则为客观。观而后知其文，是主客不同，观则异也。而用一因之分，内外人己焉。是虽无异，人己内外则殊也。故其辞皆含二义，其用即有殊途。此读者所宜审也。贲之既是科卦而明其用，正以是科之后，天道地善，人情变迁，必至于世，而贲乃见其用。如人之有识者，必求其识之美；有衣者，必求其衣之华；有才者，必求其用之便；有产者，必求其机之丰。此情也。天道亦如之。有春之宣，必有夏之暑；有秋之凉，必有冬之寒；有生之芽，必见其华；有花之荣，必见其实。此道也。人情天道，相须未用，则是科与贲相反相成，义理之自然，术之自治。如是科以时合为用，而且的黄金以快其志，因亨利以遂其心，则治事必更求其所快所遂，则文饰之美，华丽之观，不期而起其思，似其欲，则贲者，因复以成理，因合以为功。理，文饰之具也。君子以礼文饰其表，为防其自于情欲，逞于嗜好，而反害之也。故礼者，圣人将以文饰天下，而使斯民皆乐其华美也。故贲之文饰，天所与也，人所愿也。而有所重焉，则忠信是也。忠信之人，可以学礼；图礼而无忠信，是失礼之本。失本者，容不久。文士云乎哉？故礼不以玉帛为本，而贲不以华美为本。贲虽取华美之意，而实以无色为归，乃圣人视人为止，不可不深思之也。贲之为观，正如日月之照，必有日月之明，使成其光。若无其明，光悉从来。此圣人观于天文，以为人文，乃不义之道也。虽上文士，必有其素质，素质不备，文士希畏。故先之以德，德立而后名彰，德行而后欲见，庄严威仪。得之者乎外者，忠信朴实；得之存乎中者，此贲以无色称，而用以成见。成则明矣，无色则有文饰矣。天之色，成于日月云霞；德之色，成于山水土石，物也。而有本以喻之，故色虽重，道不异也；色虽杂，直不疏也。艮止也，离利也，利而止。此贲之所以谓贲也。一刚一柔，而交为用；一阴一阳，而互为德。是文是非自外来也。若曰自内，内原无物，是文士之家于我，无轻重也。能解此志，使能达贲之用矣。贲卦三阴三阳，而下卦阳多，上卦阴多。由爻言，则谓刚在内，柔在外；由卦言，则谓阳在外，阴在内。前以言之，义
是科与奔恰相反，故其用一书。推而言之，奔之与困，谓相对卦，以艮对兑，坎对离也。亦与节谓错对，以上下相错成对也。其变也，则与履相似，履亦艮离合成，与奔恰亦其上下耳。而其同类，则凡三阴三阳杂错之卦，皆可比拟，唯是其爻位阴阳，而别其得用。如横弦损益继位继之类，虽交错各殊，其为三阴三阳则同。三阴三阳合卦，除太否外，皆交错，皆与奔氏科相类。莫非由一男一女交合而成，或当或不当，或得时，或不得时，用虽不同，其两合之情则均切，以阴阳交炼，刚柔互虚，而后成其用也。此六子交错而得平均者也。若纯为阴或阳，如鼎大过屯小过之属，则谓偏阴偏阳，过刚过柔，其体已疏，谓用自异。独异者于此宜先审焉。奔之与是科诸卦，因阴阳之平匀，刚柔之互合，其性多和平，其情亦夹洽，故在各卦中，为平易起地之德，淳厚静穆之道，所化所施，有类于时之春秋的之源也。无过寒聚热，卑湿高亢之余，则居其所，是其间者，无胜苦极乐，至坚过窘之情，此用卦者亦所当之也。奔与是科，犹足以概之。盖二卦所差，指中爻一爻，而中爻居卦之中，两端既同，皆至质变，故其质谓和谐，用谓调适，内外无误，上下非逆，刚柔不相独，而情习不相度。此在二卦之用，皆有亨利之战也。夫奔以一阳居内，而民其中充实，较是科之内虚者不同。虚者好求，实者好与，情所痛也。此奔志在外，亦乎是科之求实，而既合也。至外者，得宜宏，道宜大，而令文广寓亦随之至，是奔之可观，以其有美是人也。然物外者亦穷，持远者恒乏。奔与困对，亦因其所及而自困焉。此奔之所以不可待用也。本乎观，则道不长；本乎困，则德有限。是以圣人恶为外，而为民；知美之为恶，而见文士。人因卦象以推其利害，而择其始终，故克尽奔之道，而以化成天下也。困之与节，相反相明。节则不困，因自节矣，则免于困；不节则必困矣。奔之为用亦然，能自节矣，则成奔之用。若以奔为奔，而忘反其本，是将身为民类，只以文败，亦自困耳。故小者不可待用，近者不可远图。奔以小利而务于外，则志亦盈，道亦穷。是以圣人戒之，因其亦盈，则不使满；因其亦穷，则不使节。不满则能容，不节则能施。此持实以虚之道也。故能以小利利大而不害，以近利利远而无患。此成奔之用，存乎人也。奔以人爻为用故耳。人爻辟乎人事，而人道以圣人为则。圣以天为则，天道不盈，故无节时。圣人不时，
故无虚实。以名为名，则害其身；以文为文，则失其职。惟臣身以令名，不求名而自治；修直以美文，不求文而自华。此体奔柔来文刚之意，而能以柔保刚，以阴御阳者也。奔之含义至矣哉！众人不解此意，谓奔为文士也，而不顾其职；谓亨利也，而不保其真。遂使柔莫胜刚，阴莫邪阳，浮夸自娱，而不精于细行；升华自喜，而不达于成身。以为名大而身亦高，名佳而德亦远。是反莫为本，以小误大者也。则其必至身随名败，物随文进，道德既失，亨利悉从。此后是文弊之害，谓使非人士之师也。文直君也，而直先于文；身名痛也，而名轻于身。此智者之所知也。苟幼文而后直，则文安传；贵名而轻身，则名安存。名者实之兵也，文者直之华也。奔以主称，无主何兵？华以根者，无根何华？奔之中有物，即诚也；奔之行有本，即真也。诚至而后文见，真故而后亨利。此天人不易之道也。明乎此义，则知圣人传奔称为无色者，其旨至深远矣。夫奔为济世科而成其用，实可谓奔。故奔矣者，今因奔而受其害，则至于胞。杀则文弊而误伤矣。实当奔而奔，其害尚不免于胞，则其不当奔者而求奔焉，其害可甚言哉！作义者因奔之多害，特以胞记之以示警，为奔人情所好。情亦为恶故也。圣人欲其无胞，而于当奔之时，不及其欲，则奔成用，而可免于胞矣。然此人是也。圣至审之，于蒙惑焉，是天道不可改，而胞之难免于世运也。圣人亦将奈何？故谓一人言，则有义；为天下言，则其难。难不在天，而在人之不慎。人之不慎，乃当道之过，非思民之咎。古人因奔以化成天下，其必由至于胞，则其无德教之化，而徒为文士之官者，其所抵又将息如？夫因奔以知困者，上也；由奔以免胞者，次也。若不知困于前，徒听其胞于后，而且无以教化于时，留观于后世，及其胞也，则归之天，是最下者矣。故奔不易为，不轻为，为而成，犹不免其害。此圣人之所慎也。圣人之所慎，愚者之所乎？情性之意，本末之书也。故曰奔之用存乎人。宗主复注：奔为文士，言物复而后文，人复而后事，故在事科之后，即依十足礼一心之意。先有实，而后可使行礼；先得身，而后可使守志。此治平之大则也。弘教复注：奔之利害，决于人之名于。此由是科上爻辞义，可以知之。是科上九，即将变为奔，而此以何效灭而聪不明也谓是。可见用奔之意昏惑也。人之妄生训民，弃直求文者，众矣。苟非不明，悉至如此。此夫子即言其害也。
奔亨，小利有攸往。宣圣讲义。此奔彖辞，言权卦代用也。奔以艮丙乾德，离代坤用，乃备乾坤之德，而得其亨利。亨属乾，利属坤，艮阳在上，奔至在外，故亨大而利小，以离在下，其象若火，非日月之明；其用在下，非普天之照，故曰小利。且艮止也，离利也，利而止，其德不远，其道不高，则虽亨，而利不大也。利者不能独行，止者有所限也。奔之为势，亦依于物而成用，无物何事？此小利之谓也。以文为美，而柔以加刚，是直之不胜也。利者先有真，亨者先有圆。真之谓固，利用有穷；圆之谓光，亨得徒步。此亨而利小，以见奔之不可代用也。有攸往三字，成利自言，以所利在于行耳。言利皆志在行，大则大行，小则小行，其利攸往，本其志也。亨小则所达者近，利小则所成者细，则虽有攸往，亦名过其实。此文直不称之就也。君子应知而知所止焉。知止则不以小为耻，而能安居无害；不以进为对，而能反攻以成。此奔之用，存乎其人，而用义者，当先察其道之大小，得之远近，以定其行若止也。彖曰：奔亨，柔来而文刚，故亨；分刚上而文柔，故小利有攸往。天文也，天明以治；人文也，关乎天文以察时变，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。宣圣讲义。此是彖辞之意，而推奔卦之用，即人事之所上也。奔以艮离合，一刚一柔，相交成文。九三刚爻在中，与初上相应。若物之干，二四五爻皆柔，杂处阳爻之间，若物之华，故曰柔来文刚。柔以为外，其行也顺；刚以为内，其利也固。是以亨达而无阻，上男下女，志相求，情相应，皆亨之象也。上下既分，柔多在外，以爻为三阴三阳平均，而卦为一男一女配合，故曰分。言其阴阳分明也。艮为阳卦，故曰刚上；爻多阴，故曰文柔。且以离女大于男，阳得主身，以交于上。交则为文，分则为明。文明之象，天下闻名，则所行有和，故曰小利有攸往。刚以柔行，明以文止，行而止，此所以谓小利，而非大成也。然艮亦阳居上，如天之日星，官之属也。二艮交错，则成官卦，故艮亦有官象，而称天文。言如天有日星，发为光辉，照极云霞，谓成文采，是天之文也。天文昭垂于天，而人观之；人文启发于人，而物见之。文明以治，乃艮之代用；观天文以察变，乃离之代用；合之以化成天下，乃奔之代用。天文可观者，艮之依阳垂象以代乾也。观天时之变，因天道之行者，离之依阴沉乾以代坤也。人道因思二者而取法焉，
则人文以明，而化成天下。此奔之所以谓亨小利有攸往也。夫文明可谓大矣，而欲更之止，乃为小利；更扬可谓高矣，而因离之利，乃辅而就下以成其小利。此二卦之和，而见小利之战焉。小利之极，则依乎人，人之顺应天道，不贪文事，因时变通，以保其直，则小利且大吉。若为其美而不保其本，恶其外而不知其小，则小利反为大害。此圣人见于奔而自警也。柔来文刚一语，谓权卦最要之意。读者求之于象，以义其辞，使知此节所示，无非为此意所发也。奔卦彖辞，原有脱略，但意义犹存，未加添改。所谓脱略者，即天文也钩，因卦象艮在上，众艮合而成官，即艮3爻图成，官6爻图。以官原为众艮参合之象，官乃日月当空，照见万物之象，而云霞炫其彩，星辰者其光，此天文之所见也。奔以则之，故曰天文也。下离之火，以上照于山，合成文明以止之象，此人文之所见，故曰人文也。天人之意，在上下之别，由上而垂光于下，以为万物之光，则属天文；由下而仰照于上，以因日星之辉，则属人文。天文人文，即由艮离分，而艮离非独是也。艮以辅离，谓之阳烛阴，则承下照之天文；离以养艮，谓之柔文刚，则承上达之人文。此亦本奔所固有，而其用则有同于官，故下有二官字，名其下逐上达之用，而见天文人文，相须成化于天下之效。此彖辞分别天文也人文也二句，以是奔之代用之为止也。且卦爻3、4为人爻，午上为天爻，人以上为天，以下为地，而物属焉。奔之9、3、6、4，组成人文；上9、6、5，组成天文，皆一阴一阳相交之象。由上言之，阳在上爻，故承下照之象；由中言之，阳在下爻，故承上照之象。阳者光明之本，此天文人文恰成对照，而合为万物之光，天下之化，亦天人同德之所着也。人法天以立则，物因人以为道。此亨利之由上而下，而不可尽于大者，则艮之一阳穷矣。穷则变，变则通，由上变而下，由升变而降，天之道也。人不可穷，且未至于穷，则上达尽行其志，斯谓当也。故利有攸往，人是也。人因天以成其常，天得人以御其变。天变不害，人道以明。此时变属天，而化成在人。天人之间，唯圣人能知之。此奔之代用存乎人也。奔之为文，有如波之回旋，云之稳聪，由气之熏蒸，物之交错，以成矣者。故六爻上下阴阳交互相对，而阴在阳中，阳包阴外。阳者向天，阴者向地，德在天中，而人物复焉。此9、3、1爻，谓权卦最要位。阳不离阴，阴反包阳，以9、3上下皆阴也。阴在阳外，如灯之烛物，
如日之凌空，四为橙色，上下同光，此奔之为文。发乎内也，发乎内，见诸外，而有所阻，阻而成反光，如日之熹，反照为霞，如火之炎。欲物未明，则由内之光明，以成外之美丽，内外相应，上下合照，而后奔之用见矣。此奔之为象，有斜日孤灯之意。日斜则易暗，孤灯不久明，皆近且细之谓也。近则无远，远必有弊；细则无大，大必有损。此奔之用，能小而不可大，宜下而不可高，思理数之自然，非尽关乎人事，而人事则在善用之耳。盖天道易变，时日无恒，夏则有冬，日则有夜，明者暗之机，塞者通之际。此奔谓文事，而不足以称其名。虚实之相喜也，行止之相宜也。为其大者害其小，治其小者祸其大。物高则轻，好盈则却。轻却之来，有所由也，反而行之。卑以成其高，虚以保其盈。盈高之至，实人是也。彖辞曰：文明以指人文也。指哉言乎！非图示卦象矣也。文明之用，而贵之止，岂非人乎？时变不居，而能循环，此为天也。人不知则天之变，履天之恒，则文明者无止境，其害可甚言哉！夫春与夏，天之文明也，而秋冬序焉；温与宣，德之文明也，而寒凉殆焉。此人所易之者也，而独昧于一己之盛衰，一时之隆替者，岂非知其大而不知其小，见其远而不见其近乎？此奔之后，乃为褒也。贪于物质之享受，而忽于金钱之罪；恋于华美之观瞻，而忘于世欲之独。欲其不褒，不可得已。故奔者天道，褒亦天道。用奔而免于褒，端赖人道。知恒而不知变，知进而不知退，则人道败矣。安望其能久亨乎？文明以治，正人文之正轨，知止而后有定。天下化成，皆定于文明。此圣人之治也，大有同人之道也。岂独是科之得时与多精矣哉？故奔之道小，而用之可大，则是人道之所至耳。奔之为事，非好为美观。如春至而草木荣华，天无味也。无味则秋凋不足为害。若有异味之，其荣固可喜，其凋宁能尽其悲乎？故奔之用重在观时变，时变而荣，与之俱荣；时变而萃，与之俱萃，则荣萃于世无伤，于奔无害，虽褒亦无所忧。事极则亨尽，亨尽则褒，亨由夏也，褒则秋冬。草木凋零，繁华俱歇，天道未尝改易。人物则以书观，是关乎天文以察时变，谓奔之所上也。人生于天，应于时，当其荣也，自能兼善天下；当其萃也，则当尊养实惠。此人文之有明慧，大道之有龙屋，而圣人志在济时，行在明道。济时者，因其治而图之也易，当其乱而救之也难。明道者，因其盛而充之也易，
当其衰而正之也难。君子为其易，不为其难。知时之易变，则先为正以治之。知道之有衰，即欲修教以防之。是观天时以为人文，观人文以化成天下。时圣人应奔以尽其用，以行其志也。人文之化，存乎正交。正交有常，则天下永定。此本文明以治之意，而能推其指定之效也。大学一书，全观此志，习世人谓之察也。正交之行，是运乃亨；正交苟塞，是运斯否。奔之至，将以成泰也。而其所至，或同天道以归于褒，褒则否矣。褒为阳将尽，否为阳之福，皆不得交错之象，唯奔以阳与阴交，且平均，有近于泰与既济之象。此圣人珍惜之时也。虽未能大利，而有小以达之，则人文之化成天下，故奔之本用也。故奔为利有攸往，而褒则不利有攸往。一行一藏，一通一塞，读者对堪，即可知一词垂教之深远矣。宗主附注：奔为文事，柔来文刚，为天地至道，人物至德。古人法则天地，调协阴阳，而以奔为象。如老子《道德经》所说，无非此意。内刚外柔，治方行圆，以天下之至柔，驰骋天下之至刚，以物之阴，而济物之阳，以人之圆，而治人之方，乃能保其身，遂其用，达其道，立其德。故不异于情，逊于欲，而无嗔怒之心，愤恚之意。且物莫我抗，人莫我仇，为其柔至足以成其刚也，文至足以归于朴也。故老氏以婴儿为喻，婴儿无异常，而人莫欺之；无一计，而人莫胜之，即能以柔用也。道之不避者亦然。天地悠久，故日月长明，山川常在，为其以柔为外，而常保其内也。故风云虽恶，不能损日月之一毫；龙虎虽雄，不能毁山川之一角。谓以不争而能争，不杀而能杀，是其刚之所在，即柔之所见也。故柔道为道之治，无色为色之治。此奔之所以为贵，而终成其无色也。无色之色，与佛法色空义相同义。人能深解金经四无之意，即可知探奔之待用矣。奔岂图为文事者哉？又曰奔为吉卦，而非大利，以小用，不可大成。宜在下，不可居上位；以阳在三爻，而居六五下也。夫子占得此卦，知道之不行，治之难达，使退而讲学，删定六经，广传弟子，以教济世，待其施政治平之功，以学辅实，展其隐居求治之意。故儒教虽万古不灭，而当时未见其至功，且由下之反祸待兴，而大同之事，终未得见。此皆天数所定。而即奔卦以示其意者，奔辞亨小利有攸往，明言其不可待用也。既以应当主位，则不足以见治平之功；阳伏下位，则不足以达明德之极。故以柔来文刚之意，而推教以待正之道。主客以义，君师乃分。此夫子有其德，而无其位，
小其至公，而大其教化者也。奔之为奔，于此足以见之。象曰：山下有火，奔。君子以明数正，无感折喻。宣圣讲义。此奔权卦象辞，身是彖辞之意，而明人文之用也。奔之为用，既为文明之见于外，则文物之间必有以表彰其美观，而发扬其光华。此取于卦象，而施政教之所本也。夫奔之卦象，山下有火，火照于山，则山之文物见焉；山之所藏，宝玉金石；山之所生，草木花果；山之所居，鸟兽虫豸；山之所积，云烟泉流；山之所见，苍黛成画；山之所闻，响籁成音。谓物既多，谓文不一，而以火照之，则触目皆色，入望皆美。其象之具，正与艮离相合成趣，因象而未用，则君子之事也。称君子者，以其德足以格物，志足以治之，明天道自然，立人道大本，非喜讯耳目之娱，玩声色之乐，以情义物，以心恋色者也。故以数正之修明，亦言行之科读。数正者，礼乐正交之谓。君子有其德，有其位，因天文之美好，知天道之仁慈，因天然之文明，知人道之爱慕。观奔而取法，因色而致用，则文明者，实人道之所成也。人道者，即数正之所明也。礼以文明，而能光照一切；更以静止，而能节制一切。此奔之失于人，乃为礼乐正交，而行欲不及焉，何哉？行欲威严，有伤天地和气，而乖世道文明。故科法乃暴政之师，峻行实巫士之治。人生同性，孰不乐生？世道贵和，孰甘好杀？此器行以明教，宽裕以重礼，不独仁者之心，实亦天道所先也。天以文，者其温和之恩；人以文，昭其敦厚之德。此奔之待用，恰与世科相反者也。数正或以为非官大事，非也。古称多数约数，即一切之意，以其极于人民也。奔以文明为象，则治平之道，实关乎政，且有教焉。故彖辞称为化成天下。既曰文明，则非小事可知；既曰化成天下，则非徒言政令可知。盖圣人因奔之用，将使人民皆享其文明之利，而温和之风，敦厚之俗，以成矣者，亦由天文之昭垂也。天文关乎日，人文见于政，政盖君主与政府言，在位主政之人，负其责也。称君子者，明其以成德为先耳。君子在位，使能治其国于文明，未先有其成也。小人无成，徒视其外，是虑天下以为也。成则不令而行，位则令将不从，则以位者，徒见其自扰耳。自扰者乱，乱则违法，人民不法，安望其审刑去杀耶？此无感折喻，实为君子能治之。以体卦内离之一阳，中心光大，故能外耀其德，远成其化，得力化成，天下闻名，人民皆熙攘于礼教之中。故以绝真颂，密兼贵，
则无欲可折。是不独不敢，且不必矣。奔向以黎民更至，相合未用，文明已至，动不于轨，进而自明。此中和之道，太平之事也。故凌与可空，而治故不用，斯谓圣治之治。然奔犹未能也。以其成事科之后，丁多欲之余，礼乐未夫，政交呆朴，人民虽知象化，而天下未尽同风，非如太之时也。则在上者，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。德明则民敦厚，礼立则民温和，而后同化于文明，以成奔之事。此君子之所至也。故奔与太，三阴三阳同，而其交错不同。君子欲其归于太，乃有己之德，以成民之德；有己之诚，以达民之诚。庶能以己之文明，化成天下之文明。所谓无感折欲者，正见其先道德而后法律，重礼教而轻刑罚之旨。此唐虞之治，有非后世所及者也。是科利用欲，奔无感折欲，二者皆取法天时。是科之象，取秋杀之意。秋时万物成熟，乃人民的时之日；万类凋残，乃政令肃杀之时。奔则不然，一阳渐生，发为生机。正如春日之和，春风之化，万物同荣。如人之衣华服而佩宝玉，此以文饰为上也。万类并资，如人之出常欲而乐无知，此以戒夭折为先也。奔者灵也，春灵而生息之德以明，地灵而恩泽之师以配。此政令在资习安养，职常培高之事物，对物犹当爱惜，何况于人？故礼乐令有制，王政所准，无非体天时之术，广天德之时，而残杀不行，邀札事毕。此无感折欲四字，时圣人观时定教之为义。既曰折欲，并非全废刑罚，乃丁此时日，不敢为天好生之心，干地大生之责。地及前相，因位而称，奔以更近于前。有少子之弑父，故不敢也。更止而能听命，则虽具刑狱而不折，以示天下上仁爱，崇教化，而不欲及法其民，依微臣治，是奔之待用。纯取则于春时，而君子之政令，自悉同于吕太。吕太为上治之事，而上德不贵行，重礼不用法，此奔之与世科别也。宗主附注，奔之为相，取阳见于外，故有光明之称；取阳居于中，与阴交错，故有文明之称。由光明下照，而为天文；由文明外施，而为人文。天人之分，在一内一外，一上一下之用耳。非真有天人之殊。人在天下，自以上观天文，为立人文之本。如礼乐正交是也。礼乐正交，虽属人文，实法于天。天以日星云气为文，其有度有数，有终有始，亦同人文。人文之度属终始，即礼乐之节，正交之规，无不发于性情，止乎道德，一发一止，以开世运昌齐，人类幸福。此人文之可化成天下也，而莫非圣人之功，是礼乐正交，文明之所寄托，治平之所表见也。观其外，
足以知其中之有物，察其机，足以明其神之有真。此奔之用，必依乎诚。诚者，道德之具体。无诚则礼乐不兴，政交不立。虽有其外，亦悉以观。此奔虽以文称，而传反谓之无色。无色之文，文之至也。以未常假于外物而为美，故永不丧其中首。只哉此辞！习视之者多未能见其大也。弘教附注。此节含义，正与《论语》道之以得一章相正。论化之旨，即有此卦辞推演者，圣人不重正行，正谓不肯图事外事。天下化成，在德不在力，在心不在机。圣人内圣外王之道，当于此意见之。初九，奔其旨，舍车而图。宣圣讲义。此奔初九爻辞，名初爻之用也。奔初九亦同是科初爻，以在下皆称止。奔是其止，名所识也。舍车而图，欲见其事也。车以载人，身之计也。止在车内，外莫之见也。故奔其止者，宁舍车而图行也。夫有所见于外者，不复自避；有所寄于文者，不肯自藏。闻者不隐，隐者不闻。戒之推曰身将隐，焉用闻？奔其止，未足之文。足闻则勿乘车，未显其足，而舍车耳。然车之利于足多矣。今为求闻，乃甘徒步。其志在文可知，以至于文，不恤劳其足，且累及其身，是偏之害也。与是科初九相类，为小而失大，似非异也。而以一阳在下，欣然欲动，其志求生，初不计其他，则宁劳无益。宁图误车，艺术所致，是其舍车，为求速而行其志，求见而快其意。虽若非意，实乃诚实，不足为大病也。说者谓舍车，为车不备，不如徒步之安。然既曰舍，是有备矣。有而勿成，是谓乘奔之用。以奔在止，而不在车，故宁徒步，以显其止。或又以为舍车，谓车之不义，不义故不成。然既有车，自非不义，己所有者，何备于义？而弗成者，是乐徒步，以车之不克成其奔也。奔之为文，车而不闻，则车与奔不称，此宁舍之也。然奔止，独言舍车，不及于马者，何哉？盖在初九本有车象，离之一阳，故类于车，而非于马之象，故独言车，以奔其止而未及车，故宁弃亦就劳也。君子行则欲达其志，志达则不问其他。初九志行，而用在奔，故劳无益。劳以蓄德，亦足害道。因奔之志，在化成天下，则以劳示众，亦身教之意。况徒步与奔，相反相成，刚柔以济，内外以和，是名以奔之本色，不假外物。此爻辞之为义也。象曰：舍车而图，亦弗成也。宣圣讲义。此声明爻辞之义也。亦弗成句，指出九志在奔止，即以文昭于外也。文昭而后奔用以见，此虽在下，亦有所谓。未奔而弗成，则其重在止可知。
以指有文，足以图形，不假代步，有可见外观者，中必充实也。初九未刚，重刚在内，发而未闻，如人之敲节多利，故无须于车乘也。人之乘车，多谓不能图形，或远道不易达，或足尾不能步，而后赖车以行。若非然者，则必上位，或妇人老年，不以躯呛未能，不以劳苦费事，而出久在下，不累于事，一阳方长。如强健少年，起自草泽，则其徒步，正所宜也。且奔驰者，不避外物，健足能行，亦美也。以刚为体，充而用之，则所观岂独一指之文饰哉？故曰一服成也。言乘车反以损其美观耳。此爻含义甚宏，大抵如上述。而最要者，奔虽为文饰，不贵外物，君子本其刚健之德，发为光辉之美而已。实即充实而有光辉之谓也。用之者，能于是一名士推行，则不备一辞之旨意。62. 奔其虚，宣圣讲义。此奔62爻辞也。奔卦以文饰为用，62处内卦之中，为重阴之地。上阴65，外接93，以阴含阳，以柔文刚。阴内而阳外，刚上而柔中，其文饰在上与外，故谓奔虚之象。虚美者，人之所以为美观也。言虚以该美矣。虚在夷间，奔亦夷之变，与是科同。931爻有同于虚，而62谓之文饰。此奔其虚者，人本柔来文刚之意，而见阳之呆阴以生以成者也。62以离之中爻，主明士之精，内凝其精，外发为华，如人之目，乃盛水之精，上见于面，则62之精，上奔于虚眉，其理正同。阴在内也，因阴阳以成用。譬诸灯之有油，烛之有蜡，合之为明，分之则无用矣。故62之奔，非其本爻之所资，乃在于上之阳爻。阳的阴以为饰，人即物以为美。此故内外相虚，上下相应之道，是虚字，亦含有虚呆之意。人有无虚，阴经不上奉也。妇女无虚，无阳不成美也。故虚者，呆其人而后行，呆其时而后见。62居正位，合乎时宜，有其全德，乃能发书为文，以美其上之虚。于此足见奔之为用，非苟事也。象曰：奔其虚，与上心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62居下，而志在上，以柔从刚，以阴从阳，故随上之阳爻以起，与犹随也。如则雷随之象，艮与对义，离与正义，则成相随之象。62随93而兴，以成其文刚之用耳。此爻大用，在能随上兴起，以阴为阳，而不失其正位，方能文刚。若乖其位，失其真，则位兼为乱，而非文饰矣。故重在真，真以成其亨，坤以成乎乾。此离利之本德，而克随艮止以同行也。故柔能济刚，内能协外，上下易得，以开天下闻名，其为用亦大矣哉。93.
奔如，永贞吉。宣圣讲义。此奔九三爻辞也。九三为离上爻，居人爻之始，夫既济之意，故有如奔之称。儒者谓定辞，以九三重刚，不贯负荷，而奔之为用，重在协济，柔来文刚，故是全卦主旨。刚将如何受柔之文，而不为所辱，则是爻之至行，与其得利而别。九三重刚，而为离之一爻，外刚中柔，面为心从，其志莫定，其行莫明，故以如自状之。言所欲而不具允，所乐而不尽行，以决绝之情，作宜游之貌，虽日进阴柔，而难与之化，唯守其贞洁，以协于上下。此所以有永贞之极也。譬诸男子，处少女家父之间，欲去未能，欲从未可，苟失其手，未有部位间乱者，而一味郡居，又将疑无穷之忧，此乃最难处之地。唯有永贞以待之，处奔之家，而不为避；如之治，而不为染，则终能保其刚，和其柔，以成九三之用。此爻辞之为义，端在人事之善为。九三人谓，本前朝干系替之时，而怀若力无救之戒，故永贞之德，天之道也。人能履之，则终极矣。象曰：永贞之极，终末之灵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九三之地，即在六二六四包围之中，恰当奔如熏染之际，以俊秀之土，构立家之女，其意失节可知，而促能保者，实有永贞。以我之贞，化为女贞；以奔之美，失及女美，则有和谐之乐，而无间乱之谦。此则以九三重刚之性，不被重柔所屈，故曰终末之灵。灵由屈辱之意，不失其真，则何辱哉？君子甘前自持，不为宵小之运，不为阴柔之境，不甘嗜欲之毒，不忘性命之正。此所以能化行天下，而常保其操守也。读者于此处，当系意彖辞而深求圣人垂教之为义，方能达奔之道，以成九三之德焉。六四，奔如婆如，白马汉如，匪寇昏垢。宣圣讲义。此奔六四爻辞，名本爻之用也。六四为艮之始，居卦之中，得坤六四之体，夫既太卦之用。下与九三交，上与上九阴，阴居阴位，而与二五两爻同情。在奔全卦，皆以柔来文刚位置。六四重柔，时文之主位。九三六四，交互成文，非敌非友，乃和乃配。柔者上素，刚在内也。刚内为金，西方类也。其色为白，体物备也。其形为马，行得利也。坤之德广厚，有无疆之称。坤之性竞争，有顺承之能。故六四之奔，若有色，若无色，若有文，若非文。此爻辞叠用如字，明其在一四之间也。婆白也，汉语也。白言其色，语喻其形。未文而若素，则非文也；未处而若非，则非处也；未敌而若昏垢，则非寇仇也。何以然者？
六四处刚之交，承干之命，阴柔之位，承坤之顺，配而不可瑕，交而不欲胜，能远能迩，而莫知其境，有志有行，而莫见其性，故外相宜忌，内见亲近，是使未寇仇，终成婚媾。如男女初则相猜，继而相认，终为配偶之意。此爻虽非主位，乃因奔之用，而为权卦之要爻，则以其重柔，善于文饰一切也。故察其文饰，反非绚烂之华，却为淡素之白，白犹无色，是其所奔犹未奔也。人道贵朴，人性贵真，于此足正奔之为奔，不上美色，而在真诚矣。婚媾云者，本相交之意，通内外之情，以成一阴一阳之道，而这天生的成之德者也。读者审之。象曰：六四当位，一也。匪寇婚媾，终无由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六四以柔居阴，故谓当位。既谓当位，何以生疑？则由群阴相比。九三易困，阴故乐阳，阳亦喜阴，而来者易惧，受者易缓，缓惧易情，乃生疑惧。九三本干替之意，六四有驯诺之心，其相宜非一爻也，乃欲交而难合，欲离而不可治，故宜起于心，实情谓之必也。夫人情无求则无忌，无欲则无余，中心坦然，何疑何惧？九三六四，求之正切，欲之方张，两情未明，寸心未定。此疑惑恐惧之发于内者，非将远之，时悉近之；非将酬之，时悉有之。以易而难骤同，则其自持之不安也；以虚而不具得，则其所事之有令也。此故人情之常，而六四恰有类焉。然既求矣，非相由也，而既近矣，乃相任也。此出疑而促性矣。匪寇之非，婚媾之就，果成良好，而无怨尤也。有者救也。诗云：是相好矣，无相由矣。正六四之谓也。盖六四当位，自有所守，不因一时情欲，而遭逢轻薄，又不以一事猜余，而甘受匹离。此无由二字，言其能发乎情，止乎礼，秉坤敬顺之德，逢离闻名之福，以邪归艮指定之境，行不为道，情不悖性。虽有婚媾之思，就无伤正交之化。说者以拟于官虽，思有由矣。又以阴阳相交而生，则婚媾合理，正为人之文明，也人苟合，去文明远矣。故王道守众人伦，君子之道，造端夫妇。读者未可轻易看过此爻辞也。六五，奔于丘园，树柏尖尖，令终极。宣圣讲义。此奔六五爻辞也。奔以文饰为用，文饰以柔来文刚为贵。六五以柔履刚，为上卦正位，而属艮之中爻，艮为止，文明以止，彖辞之意，者于六五，人文之用，见于是爻，故有人事礼仪来往之象，而所在乃高丘园林之处，以六五进上九，在高位也。以人事言，则为国家交际，使节聘问之事，与官之作宾观光，
有同有异，同者皆属外观，图具威仪；异者内质有殊，用情不类，故谓虽高，而非廊庙，却在丘园；仪虽隆，而非重器，却知数帛。外若堂皇之典，中实干侯之谦，以其物为，而臣不足也。仪不备物，奔乃具文，兼兼之修，实彰其令。此所以不能待用也。为其小，则自觉不足；为其细，则自知有令。故虽数帛兼兼，而无害于奔，且得终极，则其出之谓极可见。盖以令招游，不义的人之量，而促因礼仪之志，有文明以止之德，使人信其无他也。然六五之令，在他爻则非，以谓义也。令由物言，即由得志，物少不足病，德不立则可忧。六五居其位，为众所服，虽柔而有守，虽弱而有礼，此其终极之由来也。说者以奔于丘园，为隐藏之象，乃就下位言也。若居上位，则非肥钝之时，而以文为用，以礼为节，则不问高下隐显，皆足获终极之战。为其德未成时，不备于奔之道也。故爻辞绝其极焉。象曰：六五之极，有喜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六五之极，以礼治情，虽不称其仪，而有发于臣，故中心喜悦，觉所与者之意量，正以其内刚外柔，能顺训以听人，先闻后止，能争故以持己，其喜之深，即爻象所具也。辟诸在位，的皆于内外贤臣，虽略其机，而能合其中，则其为喜可知。上九，白奔，乌九。宣圣讲义，此奔上九爻辞也。上九居极地，当属穷则变之时，谓阳爻，是阴柔以静之谓。变则反其用，静则反诸身。此上九之奔，非文而未白，白由素直，即不奔也。柔不闻刚，阴不是阳，未时以穷，还于真元。此艮之一阳，将反乎前也。干道大生，体天行健，故无咎。为其反本复始，有色以归无色，如成真上天，无挂无碍，者更何救哉？文圣反直，美静还白，君子之行，上德不德，道之至矣。师所谓上天之载，无生无朽者也。上何救乎？象曰：白奔，乌九。上德至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上九爻辞之意，而名奔卦之代用也。上九谓奔道之穷，穷则反始，以成其出。奔以文饰为用，既穷即反于无色，此原始要中之道也。天地万物，均循势以归于极，下者循环中始，与时融萃，莫知其极。上者保中如始，应得达道，永归其极。上九以位至高，应服上者之德，即行而上者也。出乎有色，入于无色，永恒悠久，以还于朴。此至人之行，合于道者，故曰上德至也。上者之至，求人得人，无贪于文，无精于美，文美尽忘，还我本色。此正传所谓无色之意也。
奔以色用，其极也无色。天道自然所至，即下者亦随色而进，不得复流；而上者能超诸色相，保其真源，则数尽而得不尽，时穷而生不穷，故有得智之称。佛是净土在无色界上，正此意也。亦教恐人恋色不回，贪美不悟，特以无色事奔，实欲景人之早世造化，而能寻时自立，以达乎至诚悠久之欲也。此奔卦辞义之精，实合于修道之要，不独为人世言也。奔后既包，犹足正色之难久，闻之亦穷，色必文亡，亨道已尽。此奔之意谓包也。读者须深省之。包卦下坤上艮，宣圣讲义。包卦上艮下坤，以少阳加阴，其阳且尽，不胜五阴，阴盛阳衰，天道将穷，故曰包。易卦中以否损与包为相类，而凡阳在上之卦，如未济恒困等，亦有相似之处，总由阴阳不得合云，而阳反被阴并斥也。包之卦象，一阳居上，不能久留，众阴在下，相位朋比，有水的比之象，而阳不与随合，以比卦一阳在五爻，由近下也。包则孤矣，位高无辅，气深难成，本干上九之德，而履众坤之地，坤不复承顺天行，反相与背道而驰，同兼为害。此天道之包，万物不可久存之时，故包为九月卦。言时尽众阴，物皆凋敝，天将寒冷，人感衰微。阴以包阳，刚不复主。在上者，不克保其敬慎之意，则随时以轻颓；在下者，不克充其真敬之德，而因物以衰歇。传曰包烂也。言破败不复自完，如草木之残落耳。艮为山，坤为地，高下不相接，而有巍峨欲堕之形，凌空如云，俯得如瀑，倾泻之情，若不终日，此所以有包烂之称也。包卦既奔之后，而与复对，天道至奔，气以外泄，乃变为包。传曰至事，然后亨则尽矣，故受之以包。此天时往来之数，万物兴废之理。当春夏之时，荣繁美丽，天之事也。一交秋令，西风肃杀，凋残衰败，天之包也。天道随时，万物以变，是事之极，即包之始；奔之终，即包之初；往复之间，生杀之道，有必至者。故圣人盛世以保亨，亨不尽，物不包，人亦犹是。少壮之时，痿力自喜；曾几何年，衰备不振。得志之日，轻肥自快；曾几何日，颓废莫进。皆盛衰循环，龙替往复，数不可换，理不可逃。非天之始后终薄，乃时之物穷必变也。故观于奔包，而知消息盈虚之有定，生长收藏之有时。君子以为人事之规，是道之准，不以太过而志不及，不训现在而忘将来，乃克常保其亨，不使之包。此人道能顺天而利己，不随时以行葬，邪物以生杀者也。无形无患，有形者皆不免，况妄求是乎？是志在外，
则虚其中；阳乃上浮，则会塞其内。此包之至，天道也，亦人事也。故君子上无色，贵本直，朴以为宝，则不丧其真；妄以为戒，则不失其亨；行乎中道，则不履于为；立乎正位，则不轻于险。此圣人以包事交之为义也。奔为好事，乃寻至于包。苟先觉其变，而求其长，则不适。又惜病，无如世人之昧昧，图贪夫外观之美，虚闻之夸，而忘亨之难长，数之易变。此痴者，终随草木以同服耳，俱不可慨也哉！故讲义至包，则悲人道之不利，而念天道之无常也。包之为包，其道在变，顺变应时，不随物包，此君子之志行也。故处包不易，而君子犹难。以天道既包，阳气将脏，阴气弥满，小人得时，与否相似，慎以自处，静以安人，不夸不惊，无怯无喜，则能因地道之重厚，山道之凝止，而可免。于包，一阳虽为，有光明之象，用以观下，或得见察之方。此君子观于天时，故守其道，不与群阴混，犹可止于其所。诗云：于鸡兮静止，即此意也。此文王处包之道也。包卦为穷卦，与否之塞，损之伤，未济之隔绝，皆为天道之变，人道之为，世道之衰之时。当其前者，唯有以人顺天，而能胜天；以道驱时，而能变时。盖天道变中有常，时运中则有时。知其变，守其常，保其中，复于始。此君子之道也。不为天而能济其变，不备时而能御其穷。穷变不害，以还于道，则永保太和，自正性命。上焉者，超越造化，归于无极；中焉者，因应天时，立于终极；下焉者，趋避吉凶，循于有极。此人事之规范，亦教之所由利也。在奔以柔文刚，以成亨敬之事；至包以柔易刚，遂未穷绝之时。故君子见己不出终日，知其将至，而欲防之，则履霜不待坚冰，而民遂之且寒。察其以见而推易之，则日中不待仄鬼，而觉日之且暮。天时如是，人事亦然。此亦以包既奔，繁华凋谢，一春一秋，生育杀伤，一心一故，气所自制，理所必然。故因包卦之象，而知大道之不可久，应变因时，智者所上。此独易见天心，必取真于包复二卦也。阳与阴互为消长，阳长则生，阴盛则杀。凡阴长阳消之卦，皆天道穷尽之时。包虽留一阳，而在上爻，处穷绝之地，无可进也。阳生阴降，升至于极高，欲求在进，唯有变而下。此包之后必未复也。包与构对，以阳生阴，故曰构。而绝则以阳化阴，且至极位，故进则位前，而名绝。绝者快也，阳的是也。亦道阳重，体人之性善，天之得人，
人善皆阳，不仁与恶皆阴，则阳之穷，及人之伤，善之害。包为人善之薄，即是道之衰，人道之危。故四德不具，而君子道消，时运使然。故天道所必至，亦人道之未能早明也。下桀商纣之际，果天道耶？使桀纣不利。汤武焉能待兴？则虽天道，亦由人事。故文王演义，将以天道警人，使人知天命弥长，而人不可不免耳。乾坤以四德立权义之纲，得其一者，足以成用。包将息用哉？此读其辞，即可明吉凶进退之旨意。包由包物，托其生机，其命何系？如包树之皮，其木必枯；包果之皮，其内必溃。草木尚如此，况生物乎？此包之不可久也，亦明矣。是以君子欲包，为素其父，不强争于一日也。尊实养惠，而不舔所生，则中心和平，无令于时。见天之变，恤己之志，明时之非，后我之德，则消息盈虚，无害于道。阴盛则阳自退，柔盛则刚自服。此机贵早见，而昧者未察。故灵包使之不可畏者，愚也。己包而欲强争者，妄也。愚妄之夫，唯随包同进，安有计耶？包滥之意，亦由阴盛于内，由物之自腐也。阳为生之根，内无阳，乃自溃烂，以奔之志，是于外，忠诚不立，故易烂。如猛虎皮之阳，虽外观彪炳，一遇征虎，则败矣。此治世之过，而亨敬之由来也。读者就卦象细易之，即可知传辞之意也。包不利有攸往，宣圣讲义。此包卦彖辞，言权卦之吉凶也。以包当阳包之时，天地气炼，万物行商，阴盛日长，礼仪尽息，阳动阴静，阳发阴藏，天地且不能为，而况人乎？故不利有攸往，即不宜于动作也。包以禄之受刑，变是为利，是主福佑，利主行商，亦吉亦凶。关于自以圣明，故名包者，见禄之受伤，而不复保也。人物之生命，以禄为数，贫富受夭强弱，皆禄主之。物之荣枯生杀亦然。禄不保，则身尽，退葬以自善其身，尚余未足，况欲有所作为乎？彖辞以不利有攸往，断定全卦行葬，而启人趋避之道也。乾坤四德，包无一焉，此其所以不宜于行也。网盖一切动作言，凡有所为，必有所动作。阳且消尽，君子道穷之时，是彖辞谓君子言也。若小人则否。小人应包且得志耳。故包覆与否太大同，实谓之也。宗主父主，包为阳包之象，薄也破也。气以薄，日以破，故曰包。柔来变刚，前途暗淡，如日暮途穷之时，将何往乎？故不利有攸往。小人道长，君子道消，四德俱失，而天变可畏也。彖曰：包，包也。柔变刚也，不利有攸往，小人长也。
顺而止之，观象也。君子上消息盈虚，天行也。宣圣讲义，此声明彖辞之意，只是君子应变之道也。包，包也，柔变刚也，乃包卦阳消阴长，万物随包之意。柔来化刚，刚进谓柔，系从观之变来。巽二阳变位更一阳，故曰柔变刚。卦虽变刚，而爻从柔化，以下为坤也。坤母而艮子，子随母化，不能胜也。阴盛阳为，天地必袭，不利有攸往。小人道常之时，然君子当如何？则在顺时抱一，旁观俯察，以听其变，顺而止之之谓也。顺以应坤，止以弗艮。坤艮合德，不为于时，上下同心，不伤其手。顺则无逆，故能事时；止则有守，故能抱一。此君子处包之初也。因包自观变来，观取观察谓用，仰观天道，俯察物情，是则君子观象处包之道也。所谓观象，本意扬名于上，而万物在其下，如明照之象。君子观察，必待于明，得明为观，则得失皆见。因明以察，则善恶必成。况能止以静者乎？故观象者，君子之道也。君子所观，不外天行，盈虚消息，与物同名。观至微，察至细，而物无遁形，事无遁情矣。故曰君子上消息盈虚天行也。上重也，重此则轻一切。天行干道也，体坤则成乎前，内刚外柔之道也。象曰：山覆于地，包，上以后下安宅。宣圣讲义，此全卦象辞，声明包卦之用也。在彖言君子上消息盈虚天行，为人名言也。象言上以后下安宅，为观上言也。皆人道耳。包以艮坤合，少男随母，在象为山覆地，二者皆土，得大山小，故曰覆。名其不能相为也。阳少而阴大，刚消而柔长，虽贵无辅，虽重亦为，既不能飞升以出于位，则为止于其所，以反复于下，由阳之为，而日化于阴，故曰包。包则空有巍峨之观，而不得上及云天；空有固定之志，而不得下为博厚。是象在上位之逊弱，在下之空虚懵懂，外强中乾，表里依附，行在神王。此包之为象，有不可终日之事，而世道兼为之时也。然天者以时变迁，人者因势利导。圣人作义，为利人道也。天穷而人必有以济之，旋干转坤，人所能也。其道为何？则在上述消息盈虚四字。消息盈虚，天行定律，不可易也。消者息之，虚者盈之。天道己为，远可畏也。人定胜天，天亦从之。此亦道之大，能包天地，以运属，而超乎形以上者也。夫包不可畏也，而人道不可不畏。知不可畏而畏之，非逆天也。顺以应之，非为时也。应以正之。此象辞以后下安宅四字，是其图也。包为包，以阳衰也，而坤者纯阴，
阴静则阳生，是衰者盛之基，亡者存之基。苟知其本，则是其基。包之本坤也，坤顺承乾，阳乃有邪，坤尽生阳，生乃有元。此即应变之道，应时之宜。而天道不忠包也，故包之后有父，人亦当率之。后下安宅者，用坤之道，弘坤之德，以先固其本也。后下为恩泽及民，安宅为使民安居，皆培固根本之道也。民为邦本，实为生根，民得其身，本乃日后。不独包实未然，而于包尤关重要也。故在上位者，必先以后下安宅为事。民安则国保，民生则君亦不失其位。是后下正以培上，安民正以保卫也。顺坤之道，以后载物，则更得其所至，而相保以重固，永承其岁高之官，而免轻微之害。因之性，以静守贞，则阳得其所养，而相协以生息，气收其来复之效，而免穷尽之余。此人道贯天时之变，而能顺应以济之和之者也。夫道一，而得用无穷。天地虽多变，而终极不失。包固非实，而当其包也。天地无所加减，是天道之永贞不失也。乃更万古而如一。人道亦然，随时物而荣者，随之而枯。体天地之不变者，亦同其不习。故君子小人亦其类也。亦所是，君子之道也。亨敬者包，君子以真待之，真则利矣。阳为者包，君子以静养之，静则生矣。此又不独于政事然，于修道养生，何莫不然？天时顺推，人道顺义，亦逆数也。逆而求其本始，则得之矣。上位者，以民下为本始，无本则绝，无始无生。后下安宅，乃圣王之教，虽千万世无改也。而愚者昧之，故能处亨，而不能处包，自忘其本始，又何以保其位？言其命哉？是复败之由。虽曰天运，一人事之谓脏也。周易取艮卦之用，而名曰包，既是天运之无常，复以辞名言上下处包之道，以见人道之有则。读者奈何不细议之？宗主附注，上所讲大可深思，不必以包为小人得志，而君子无所谓也。君子志在促包速变，变为坤，则能顺承乾道；变为复，则能开创天运。乱与治，替与隆，总在此一变中。盈必虚，消必息，何惧谓无妄哉？然在此时，顺止二字，实造福增禄之道。彖文拈出名士读者，岂无异乎？初六，包床以足，灭真凶。宣圣讲义，此包初六爻辞也。包之初爻，当坤之始，坤后载物，而爻居下，故有床足之誉。以其数当包，反失其后载之德，而有剥脱之余。谓阳不与阴调，而柔来变刚，则虽后重能载之床，而有折足难安之祸。包床者，人也；亦床也。足者，床也；亦人也。以在下部位用耳。床高而地下，不是其位，故自包。
而人亦因之以包其足，足伤而床折，是至有用成无用，其凶可知。灭真由失真，言自弃其手也。初六本以手真为上，今因包而自弃其手，则失所至矣。故凶。且包床者，居安而不自安，备时求用，为床之不我事，而以足包床，床折足亦伤，可见其不能守真，妄思动作，而以轻侠，毁其厚重之气，其危害不在物矣。夫床之用，在载而安，静则能安，重则能载。苟乖此意，其凶已多。此爻辞借欲视之不当动而动，时之不当为而为，其所失由于无守，不得已之委诸天道之包也。象曰：包床以足，以灭下也。宣圣讲义。此声明爻辞之意，而见失守之不当也。灭与没异同，以见是科卦。灭下，由无本也。木无根则枯，水无源则竭。灭下自失其手，正与无本同害。床之不安，身将焉计？故战凶，与人之失真丧守者，同谓不及也。62. 包床以变，灭真，凶。宣圣讲义。此包62爻辞也。62居内卦中爻，其位较安，而不免于包，则以上无所挟，下无所负也。变者边际也。凡是物之有界域，足资分辨者，皆可称变。以床言之，即床言也。床为气，而托于地，其不坠者，亦有言也。如地之有江，水之有堤岸，足以为防守也。今包床而自去其变，床与地无可衔位，则转动将自坠落。是不若无床之免为害也。其失与托足正同，托足者不安，托变者多险，其害痛也。亦犹自彻其防，干弃其手，故亦曰灭真。此爻辞借以喻人之失节，不知言其防守，而妄求脱掠其机迷，毁其堤岸，则孤节之深，谁与未位？上下既隔，暗昧莫名，自失辨正之方，孰谓匡导之助？故变者，重在明辨也。象曰：包床以变，未有语也。宣圣讲义。此声明爻辞之意也。初六以失本位灭下，系自爻落其根本，其位在下故也。62之失守，谓无语，系自摧毁其堤防，其位在内故也。语者助也，失其所与为守也。因无阳以为其外，则阴暗尽盈，先不内溃。如人无礼法之防，则情欲横流，先不堕落。此62未有语句，明其无辅义，而终自败也。与由相互交易，同利害之谓也。床之所安，变位之户，无户则不安。62在内，外无所与，则侵害进入其中，将无与防守矣。可见包之为实，在下在内，皆无可作为之计，设少不慎，灾害必临。唯有固守，不失其真，方免于难。此两爻皆以灭真战其凶也。坤道成女，其德在真，阳包且静，柔乃化刚，故真必固，性必烈，故与烈。正所以保其真，善其守，而自包之，欲其不凶，
不可得也。此二爻辞，一生指远，后人多未答，不解圣人立辞之妙。实则文王遭求辱之时，楷是道之间，圣明哲之道，谓训语之教，其取僻静，戒欲简，亦自有其道也。读者宜合卦象参之。弘教附注上所讲破观音时顺变之道，而变字本会一语象形，两旁并列，中有所变，是界限分明，不容混乱也。俗呼谓边，边亦界也。水边谓岸，国边谓疆，皆以资分辨者。6、3包之。59宣圣讲义。此包六三爻辞也。包卦诸爻，全以包为道，而视其所当位，与君子小人之别，以阳包阴，君子道消。故凡包之圣者，皆指君子，即阳德也。为上九谓阳，君子的时，乃反包小人。六三虽亦阴爻，理受包害，却以得上九之阴，内外相协，刚柔相与，是君子犹能与时相保，虽不在位，有其有助在上，可谓求阴之感。故虽包无咎，包之者，只时当包而人之，如处乱世而不与其乱，居为邦而不遭其为，是为乱虽及于邦与世，而犹能以身免也。故曰包之，之由一切，即指众也。或物或事，或得或失，皆任受其包，而君子独不与耳。无咎者，有而得免，谓其得上九一阳之和，而能超乎群阴构难之祸，故克免咎。且三位阳位，又在中爻，人道所存，天道可避，则虽与时同包，而能自免，此君子之道，不以为乱而绝也。象曰：包之无咎，失上下也。宣圣讲义。此声明爻辞之意，而见免咎之由来也。上下指爻上下。六三以阴居群阴之中，上位六四，下位六二，皆即阴也。六三独以阳位，远皆上九之阳，生阴气求，得和致邪，是以上下之阴，不能相美，而此于君子，得外援足以自保，不致同流合污，不可救节，故曰失上下也。凡包之害，皆由不得阳，阳与之正，无阳即失正道，上下相山，兼贵四行，此所以谓包。而六三独得免者，时由失其上下之弊，而获宁静之机，因其意不苟同，致无进取，宁失上下于清净，而怨气合于疏远也。六四包床以夫，凶。宣圣讲义。此包六四爻辞也。六四居上卦之始，谓艮之六四。艮虽少阳，而本坤德，故与初二爻同有包床之誉。六四居中，而属上卦，下为坤载，上体艮止，由生之卧于床，而尽包焉，则其受害，必及夫矣。夫者身之表，亦床之表，床毁身亦伤，故凶。初爻在下未足，二爻少上未变，四爻居中上，乃为夫。包虽未床，而害切夫，总以不得安居，而有轻微之虑，不曰身曰夫者，言在表之害，且与床接近粘连，夫伤身亦极难。
是称表。且该礼矣。或曰夫，有浅也，浅则无容，亦不足护其体之意。且床之用，为安护耳。夫既包矣，上何床之贵哉？又凡称矣者，名其有也。以足以辨矣夫，皆言其害由于所包，非仅包其足便与夫也。故曰矣，而不曰知足之辩之夫也。盖明其害不止于足便与夫耳，害及于床，且连床之所在，其由则发于所包之足之辩之夫耳。是以夫者，言所包切体，不止于夫，而全身亦为矣。或又谓包床以夫，乃以夫包床，是物也。以夫包床，害有止于床。若今之凶，非床之位，乃床上之所载也。载人则伤，载物则败，失其功用。昔以称床，是包之，即毁之也。故不免于凶。六四当亨而包，以无可守，故不曰灭真。象曰：包床以夫，切尽哉也。宣圣讲义，此声明爻辞之意也。言六四包及夫，床以全毁，身无所托，实切尽之哉？全体之害，不可幸免者也。在卦例，六四以的九三位极，得出九位合，今皆六三，又语出六阴，皆为重阴。坤虽后载，必顺承前，使成其用。今上下重阴，是不能载物，而强加之，必生为殆。如以必朽之具，置之不用，尚可称持；一欲重载，先不倾倒。此床之所以为包也。明哲之士，远之不遑，尚敢利用之乎？以身试险，其害必切尽，而无可避免也。包卦六爻，三凶三吉，而六四最不利，以重阴在中也。初二爻虽凶，尚有可守，故曰灭真凶。六四其害切身，不遑退避，故最急。然君子之己，达人先遇，民包道之不可进，则固守六三之用，以保其无咎之战。三四皆人爻，人道所存，故其为阳，处其前德，则至六四，不至于切夫之灾。且可因六五之顺承，以达上九之得利。此在乎之时善动，趋吉避凶也。亦此所示，皆谓君子言。智者明之，愚者昧焉。爻辞虽简，实含有深意，望读者勿忽耳。六五，冠于，以攻人宠，无不利。宣圣讲义，此包六五爻辞也。六五在正位而为阳，虽属阴爻，阴加于阳，与六三相似，犹非重阴，且得进阳。其得益于以下各爻，其志亦不比于群阴，有出乎其类，拔乎其萃之象。虽阴而能居领律之地，虽柔而能有贞固之思。此爻辞以比于攻人的宠，而居正位也。冠于者指群阴位于，而六五律之，如贯串也。禹以水位谐乐，阴以阳位亲和，六五进阳，故取于位遇。进阳者志不相度，则阳由得与周旋，而不及包；阳不包，则正道不亡，故无不利。以六五位艮中爻，能体顺止之德，而成匡助之功，使君位不为，非得媲美。是虽以攻人宠，
部位不利。此言君子出处之间，苟能训更止之意，乃得坤顺之助。刚以柔静，阴以阳沉，则二者互益，而皆不受剥脱之害也。象曰：以攻人宠，终无尤也。宣圣讲义。此声明爻辞之意，以见六五之无不利所由来也。六五之道，在能顺以止，其出有若不正，其中可免迁由。此攻人的宠之象，君子于此，宜自审其所何矣。上九，硕果不食，君子的鱼，小人包庐。宣圣讲义。此包上九爻辞也。凡卦上爻未极，未极则道穷，穷则数变，而包上九，犹未明显之利，全包皆阴，为上爻未阳也。上爻虽指一阳，而其未当极，其用必变，变则反，反则复，是包之上九，即变位复之初九也。全卦之用，至此以恰相反。阳之消反为习，阴之进反为退，是君子之道。反穷为通，一阳永生，群阴以折，天之道也。数不中包，道不中穷，阳不可亡，阴不可长，人之道也。故上爻在他卦，道或不能用，而在包，则反着其用。天人相得，实谓往复。穷则变，变则通之谓也。夫一阳在上，生机所寄，由木之流硕果，以存其生生不息之人，故取为欲。不食者，明其为生用，不欲毁于口齿，以伤其何人也。且硕果仅存，其贵重可知，而群阴相避，其免于侵蚀可知。故曰硕果不食，明其重在身也。艮止也，止于上，而反垂于下，阳之必复，生之不绝，于此硕果，亦可欲补，不以食为上也。凡果之天道，非为食而生，而人则以食为治。上九天爻，天道所存，故不食，亦天数自然之序，非静之也。君子的于二句，明上九之用，与全卦反也。包以害君子，利小人，为上九则否。故君子反有德，小人则中包矣。愚者载物之具，本坤道后载之德。君子以德载民，民亦载之，故曰的愚。又愚者众也。上九以一阳领众阴，今反而复于下，是将以载众也。而众亦安复之，则的愚，亦可谓之得众。得众则为故民安，此的国之欲也。庐者所居也，群阴带一阳，如屋之有庐，以避风雨。今阳将反复在下，是臣包庐之象，民其不克自安处也。不自安处，为复于君子以图存，正小人道消之时也。故曰小人包庐，言包之害君子，至此且反害小人。天道无常，往者必复，此之谓也。象曰：君子的于，民所载也。小人包庐，终不可用也。宣圣讲义。此生是爻辞之意，而民包之极必复也。包以阳伏于上而包，一旦向内，自前转而下，则未复。复则阳袭，而阴渐消。此生杀之机，成败之数，虽由天道，亦观人事。盖包之志，非一朝一夕，
而复也，亦以见。合二卦之象观之，则明其故矣。人是苟见先己，不待其志，则能早解。更因其父而欲迎之，亦得早生。生与解者人也，人力不至，惟听诸天，必待气之自变。此上九爻辞，就天道言之也。君子的愚，民情所附，如车载物，两成其用。君子的重以自重，重的君子以自存。由物之于愚，愚不虚而物以达远。正如道之行也，必假文物以为载。文物则属诸有德位之君子，若非君子，道不虚行。小人包庐，失其托因，不可再留，故曰不可用。以包以久，至上九十级，故曰中。庐者身所寄，而非公诸民也。与愚相反，愚至于行，庐至于止。愚载其众，庐负其私。此君子小人复包之意，皆相对。故至此，小人道消，君子道长。亦言之，君子的重，而小人失人心；小人不可用，而君子克行其道。皆两两相效而可见者。天道已变，世道且兴。以后则属复卦之运。7日来复，天心自明，人心亦可知。是在君子善于体认也。原著以国破家亡，小人失势，是包庐二句，其意深刻，足资警惕。幸有君子，犹可依凭。世道之不亡，人道之不灭，终赖有此耳。复卦正下坤上，宣圣讲义。易卦以包覆二卦交替之间，最为重要。次则绝构。包覆为阴消阳袭，绝构为阳消阴袭。一阴一阳，一消一袭，乃易卦变动之枢纽。全易64卦，莫非由此阴阳消袭推演而来，而包覆绝构，却谓之首。绝之于构未消，包之于覆未袭。复又易道最重大之术，以易较重阳也。故复卦实为全易生机之所在，亦天地人物生意之所托。为人道未由众焉，以人道在中和，取人后，与天地间生杀者略殊也。夫此四卦，居变易之冲，当生化之始，其可言者，于卦象故以甚明。而最宜注意者，则为八卦方位。夫易卦位，上干下坤，干之左为兑，右为巽；坤之左为震，右为艮。此人所知也。而构之一阴，即绝所有上六；复之一阳，即包所有上九。人或谓尽明，盖绝谓对前，构谓前巽，一对一巽，皆系于前，则天绝，变谓天风构。时由干之自下上耳。换言之，即道至绝而成构。故二卦恰相反，绝之上六，道则为构之初六。干为易，而卦以疏，左右既宜，而阴阳消息已反。此数之加减，谓之升降，而莫不由于气之盈虚也。故构谓绝之反，而阴则由消而息矣。包与复亦如是。包以艮坤，复以坤震。二卦皆系于坤，一艮一震，一左一右。一交坤则互变，坤虽未易，而上下已移，故包道至极成复。复与包遂相反，复之初九，即包之上九。
中经坤而反上位下，而阴消阳息矣。自艮交坤，为阴之极。至正则益阳生，坤正合为父，言阳始反也。阳出于德而为正，故曰正。正之初九，即艮之上九，以坤所受者指艮耳。文王卦位，艮正相连，而艮坤相对。坤艮本有异位之数，以皆属土也。艮既皆正而交坤，是艮之辩证，亦与坤有关。正为木，东方也。后天五行之首，木非土不生，艮坤时所生养者，故父之臣。时由坤艮之变，此先天后天卦位可见者也。由此言之，包之变父，必资坤土，气之反骸，德之生育，道之根源，术之转代，皆必本于坤后。人道尽地，先施于坤，阳宜续藏，先法诸父，故道在静止，修养之基，更为止。坤未尽，不止不尽，则气不复，生不久，而性命不固。此圣人教人止静，以生育其身，而复于道也。德在中和，性命之本。艮坤为中土，秉中和之用，不中不和，则本不利，用不全，而灾害必至。此圣人教人中和，以尽其德用，而复于人也。是父者，内有反本复始之道，外有克己复礼之人，其为用亦大矣哉！故讲义致富，非徒术也，实源于道。道者一阴一阳，实推于德。德者一性一命，性命阴阳，乾坤刚柔，而人兼之。故敬坤而忘乾，体刚而用柔，反臣而达德，至中和而抵于止境，而后克正性命，保和泰和，元亨利贞，以至于乾元。盖父之初九，非限于一阳也，进而至于乾，此方始发任耳。体乎坤而进于乾，则天地合其德，阴阳合其道矣。是父之计包，乃治乱之基，吉凶之纽，人不仁之戒。所谓义反父也。包为乱，父则治；包为凶，父则吉；包为不仁，父则仁耳。盖服天地之心，起阴阳之陀。君子以之自修，圣人以之明德，此古人所重视也。夫岂数之推演矣哉？父之官夫是运故矣。而最切近者，莫如修养。一言修养，以坎离济济为功夫，以地雷复为窍要，以乾元为指归。此系大纲领，父之所重，全在反包。包则随物俱尽，父则回声不穷。故包为雕商，父为生息，生生不已，必积于父。一阳在下，生乃不穷。此天地生化之基，必在春前也。包由秋杀，父则春生，阳气初凝，万物始生。夏为震，震动也。动则未生，生必阴阴，由胎在母腹也。坤为大母，震为长男，生育之道，于兹可见。以修养颜，则为保和泰和，孕育真元。数家谓之养其元气，使凝固而不散失耳。养气之功，端在止境，不乖于艮坤之德。为止乃行，为静乃动，为艮坤乃能出正。此虚体卦位，
而明其蓄力之要者也。一本包含万有，道功故在其中，而复卦犹未显著。复之所以得名，亦由是义，亦逆数也。复反复也，逆则夺造化之用，反则达本源之功，乃修道所重者。明乎此，则一切道殊可废矣。大哉复乎！纯阴中一阳来复，其意足深长思矣。昧者不知阴及阳回，而欲于阳中求之，是所得非阳乃阴，非复乃垢，垢乃顺下，上合反干之望。学者须从服役卦位，左右升降之术，细细体会，方知顺逆反复之意也。复卦象，五阴一阳，阳居出爻，阳升阴降，阳长阴消。虽有真静之嫌，却得和平之道。以阴盛当衰，降而自贬，不与阳争也。阳乃得而代之，故虽一阳在下，有清清日上之势，而能见复其出也。出指前缘，一阳既始，五阴渐退，则反于前，故曰复。言机虽微，而所造甚大也。五阴一阳之卦，如千喻比师等，皆以阳不得势，不能归前。为复则以阳在下，阴无以兼之，能有反干之日。此复之所以谓重也。复包相反，而包为消，复为息，故剥去干日远，不得久存其阳。此生机之将尽也。复以阳之息，得震动之力，日尽无已，生机越宏，天地好生之功，亦可于复见之。此阴阳推迁变异之所至也。上坤下震，雷起于地，上静下动，龙发于渊。外有厚重之德，内含精进之功，远其行健之道，近亦载物之才，上下相扶，内外相得，柔而能正，刚而能顺。天地不自避其道，故遇之于复象，而见之于春先也。复卦与构对，前以言之。构谓阴长阳消，时当5月，阳盛当衰，不得与阴争，故构由阳变阴，而日就于坤，与复恰反。复以阳长，万物化纯，时当冬月，元气前真，故复之象，如梅花对霜雪，而先得春意也。物经秋杀之余，既以冬寒，凋零残败，生机殆绝，而不知地中之阳，方资正常。因冬至之时，阳回于下，家管出飞，静中习动，此地雷复之象也。虽不闻雷，而前气自发，天道所起，得不得不顺承之。此动在静极也。坤静而震动，静之动，外不见也。动乃生，生乃化，此变异之所由生也。无人于静极中，自觉元气冲动，而生机忽来，此正复之象，而必在能静之后，故复自坤出，非静有所动，乃静极而内动也。外静内动，动人静也。若动而不静，则阴气又生后繁育者，内动而渐静故也。梅花故早，就益他会，不得视为元气以外泄，而望复之一阳在下也。阳者生之源，遇之不充，则生不畅。此天地经冬至春，虚实甚久，唯其迟迟不发，正以畜之待时，而生机未尝1日矣也。故包之至复，
赖坤之欲。坤虽重阴，阳自隐于中，至复而后见耳。众卦皆含阴阳，干自有阴，坤自有阳，此观象者所当知也。复卦既包卦，系周易之序，以物不可终穷，穷极反通，故受之以复，此义也。天道如是，人道亦然。穷通往复数也，而人情亦随之。过劳求易，过忧求快，一反一复，其情始调，此包进而复也。包为剥落，复则培植；包为残伤，复则养习。天地之大，犹不可过，况其下者乎？包虽害物，物不可终绝也，则复之续包，数也，疫情也。辟之40，冬春相续，物乃不尽。天道既见，人生亦畅。设久冬不春，世间尚有人类哉？冰雪之躯，常年不暖，生物既显，人类亦为。此名正也。复之为道，乃见其大，荣枯肉骨，复之人也。正萃繁衰，复之义也。因时而至，先天而明，反其前规，起其后法，此复之有功于道也。天地之道，一生一杀，一败一成，此不可免者。人谓天地不仁，乃以包杀物，而不知其意也。至冬寒之时，又以复见其人，是不包，则复无以见。复之于包，由一道而二用耳。生杀也，人义也，以时制宜，天无所爱憎也。功过也，反正也，因事未用，亦无所欲夺也。故有包必有复，复所以计包之穷而已。有秋必有春，春所以续秋之令而已。非天道有所谓也。数自至焉，时自化焉，此芸芸众生，律来往于包覆之间。春秋之序，自生自化，而不复之也。唯君子能知之，顺时而不贪，则繁华无过；为天而自勉，则劳瘁可全。此虽处包不见其穷，致富不经其亨也。阴阳之变，有德以胜之，气数之来，有道以济之，则天道在无声，而复可由己出。所谓克己复礼为仁者，正在明乎情，而替于术，保其性，而安于命耳。复道最观修养之事，故并集之。愿读者详议其未尽之意也。复卦之名，以形而反，形则未动，反则未转。动转之中，气数以渐变，终始不推君子所免。盖复以武，阴亦阳，阳下而上升以反于前，其形如克之骸家，故曰复。复从赤或走，皆取行动义，行动而能骸其所也。反于其咎，不差推也。拨去而复来，去者日远，来者日近，故复曰来复。不图阳之长也。天地之道，亦犹复焉。此复道之所以谓大也。战文反反一字，反即反，又作背讲，与往相对，以往向前，反则背也。天地之数，本谓环形，无往不复，故在人谓反，在天谓进。反即进也，往而不已，复至原所，此名反。然非久于其处，则无的非往，是名进；无的非反，是名复。如一岁言，
东返于春，亦即东往于春，日未易也。而气候变，是往返异名，谓阴阳言也。而亦重阳，故复独指阳。不然构亦复也，亦为阳反，亦为阴反，而复构异名者，独重阳也。此命名之为义，义之本旨也。复亨，出入无极，蓬莱无咎，反复其道，7日来复，历有攸往。宣圣讲义，此复卦彖辞，言权卦之用也。复以阳的时而上行，刚的势而外运，故亨。言能通达远近，无所至也。虽五阴在上，不为敌而为朋。本诸坤的朋之象，的朋则多助，是以无咎。复以来复未用，有复必先有往，有来必先有去，故有出入反复之行。出入者，即入复出，入于内而出诸外。五阴在外，其动也已见，故曰无极，不可极尽也。极又通极，阴顺于阳，不相及济，则阳起于下，不惧犯上，以成其无极之德。是二者相合，而彼复遂其道也。反复其道，亦指卦言，亦指爻言。卦由包反，谓阳反阴；爻由阳反，谓下反上。以阴降阳生，两者反行，阴反为阳，降见化生，是爻亦反也。反则复，复则归于前。此权卦以反复为代用也。道由路也，即升降上下之路，天地之气所自治，生化之德所自见。不有道路，将无以其之于一，纳之于环。此虽反复，而不得须于离斯道。出入为宾主言，反复为上下言，实则痛也。不过出入指其行，反复指其道。行者有机，道者有则，复自兼之，故能成其复。五阴以类聚，而不与阳争，乃出入遂至，反复或道。此天地之定序，阴阳之至德，非人力所为也，故同于道焉。7日者，数也，爻6位，过此则复于出。此天地循环之力，亦气数之和也。而7日来复，即其时也。时序不推，以成其道。天地上不为，而况其下者乎？故7日者，复知其也。阴复有其，而道有则。刚动而得时，行健而通于远近，故力有攸往。言其行之宜也。四德兼亨利，行之象也。正起于下之位也。阳得时而生，刚成势而动，欲其不往，不可得已。彖曰：复亨。刚反动而以顺行，是以出入无极，蓬莱无咎，反复其道。7日来复，天行也。力有攸往，刚长也。复其见天地之心乎？宣圣讲义，此身是彖辞之意，名复道之大也。刚反动而以顺行，言复自包反于下，以艮益正。阳自下上位顺，前反后顺，动而上行，阴随羽化，得坤之顺承，是复之反，不为过，且合道也。故能出入无极，蓬莱无咎。无极则不害，无咎则有利。以群阴在上，本亦成急救之祸，而复免之者，因其顺也。坤道而欲正德，
阴养其阳，柔育其刚。虽志不同，而事不与争；道不一，而情不可离。如母于长子，克遂其保育之恩，从子之义。此故天地消长之术，亦即易道易阳之旨。读者一细体会之，反复其道。7日来复，天行也。明天道即乾道。干所谓天行健者，即此阳也。阳日行而不息，去而人至，往而人返，以成其道，而数现于期。此天行之所以悠久，而气数之所以循环也。射去者不至，往者不返。天地不终岁尽矣，生化不终其绝矣。更何悠久无将之得哉？故循环乃不息之本，反复乃悠久之源。天地不能自为，下之者亦莫能自外。终则有始，包则必复。道之见也，故曰天行。名其为天道，不可悖也。利有攸往，刚常也。系指下卦正言，正亦阳，刚也。动而上，常也。动则必生，上则未长，而阴不与争，且欲成之。是以利有攸往，即蓬莱无咎，出入无极之效。得蓬而出入随所欲，其利可知。人之出行所需者，在此也。内刚外顺，得道多助，此生成之功，化育之德，所自见也。其利大矣。复其见天地之心乎一语，最精湛。复上坤下震，地道其木，以时言之。冬寒生春，阳者生化之主，故地出于震。震谓长南，干谓大富，坤善顺承，谓欲成乎前也。天地生化之道，由乾坤之相木以始之，相合以成之，相成以终之。复者，木之见，合之初，成之基业。阴重而不及阳，阳刚而不侮阴，志之相慕，情之相合，道之相成，可知矣。而生化于世始矣，万物从兹萌芽矣。天地之心由是可见，不独气数循环不已之谓也。阴阳消息，端在于基为。复者基为之象，外未显而内以蒙，形未昭而神以治。此复之象，实天地之基纽也。天道难测，阴复足以知之。圣人至义，阴复乃以着其力。师归明神，阴复乃以得其术。修养见性，阴复乃以达其道。此复之所以称为能见天地之心也。宗主复注，复彖辞天地心一语，关乎内功，与既未既二卦相应，以包犹未既来。复则可成既既，其至也。未太未乾，其反也。成否成坤，故称为见天地心。包即不复，天地同静，生化俱绝，为其父也。天地悠久，生化无疆，人生修短，亦当如是。师父之道，以师反于真元，则寿命无量，与天地同纪。读者一细悟之。象曰：雷在的中，复先望以至日闭关，商旅不行，后不审方，宣圣讲义。此复卦象辞，是卦象之意，以明人道应天时也。复反也，反本复始，以前于下，藏于内，而后足以喻其真元，发为生气，故复犹服也。雷在的中，
非至2月不污。复之时，方伏于土中，以蓄其气。冬至之日，阳虽生而有前，气虽动而有脏。此来复之时，外由静寂也。为日短促，为气寒凝，为物枯落。此严冬之后，一切在静息中，不可俱发，以听其资欲，慎其修养。故天道也，人亦不能为焉。故当雷入地下之际，是为日行难及之时。万类折脏，以弃天道之父，而先忘逸于事时。闭关自习，不任交通，商旅不使远行，官吏不审方域，以至于内，而同于天道。潜养其德，深习于道，以服于父。故曰父有福也。反本复始，不逐于外也。至日者，至冬至节，以日南至癸极短也。彖辞严厉有攸往，此又言闭关不行。说者疑之，不知彖辞为人言，象辞为正言。彖辞以复志在行，谓将来言也；象辞以复道在藏，谓现实言也。故彖辞有出入无极之语，明其进行不可破也。在卦象上谓坤，坤得敬顺，无臣有终。下谓震，震虽至于动，而以一阳之为，难胜五阴之力，则虽欲速，不可得也。因故不与争，其如阳之力薄合，震令闭关不行，原欲养其力而蓄其势也。天道东穷，日南至，虽自此以后，渐向北行，时由相离不多，气候寒，地面冷，虽欲发动，时有未至也。故闭关不行，时未之也。非欲尽之，万物都济，人亦以安于所居为宜。此当复之时，人在伏藏中也。大地复卦取坤震之和，震起于下，坤静于上，其志不同。中爻艮坤，人以敬顺为重，此人道所先也。辟之时令，自冬至一阳出生，时未暖也。必待3阳交泰，而后天下同春。雷在的中，不得自明。必待雷天大壮，而后雷乃发生。此皆有一定之序，不可乱也。是以人道在顺时致用，阳不可早泄，则养之勿密；刚不可轻用，则藏之勿深。此故天道，实亦性命之正也。学者无炫于来复之亨，而急求见用于外，则能充复之待用也与。复卦全卦，重在一阳来复，而于五阴之调协，亦宜注意。盖2、5中位，3、4中爻，皆阴也。阴静阳动，阴降阳升，阴退阳静，二者相违，最宜调适。天道则外顺于阴，内蓄其阳，不与阴为，而克成其阳，故阳能滋长，阴不害之。设使阳不自前，早发于外，宜现生机，必为群阴所现，则天地又归于胞矣。君子体天道之精，用坤德之静，固守于内，不问其外，以待阳之长，阴之消。此不独政令未然，而切身修养之道谓尤要。闭关者，不外泄；不行者，不求通；不慎者，不远物。自安闭塞，以御其真。此修己立身之要道至德，而君子所以自成也。夫妇虽何时为冬至，
而凡在包及之事，阳为之秋，正气难存，邪说方胜之际，皆当体腹之道，推腹之用，反求诸己，成而服失，尽保其真，欲而服用，虽外多故，而心不灰，时以穷，而德可久。此以人顺天之道，不因物而丧其真也。故世道弥长，君子常态，谓其能复也。克己复礼，人之本。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在天为阳，在人为仁，人道之充，天下同泰。此君子之修不独为善其身矣也。故官复之用，先望之政，足以参君子之行矣。初九，不远赴，无指会，元吉，宣圣讲义。此复初九爻辞，名复卦之代用，及其吉凶也。复以阳复未用。初九一爻，为全卦生机所托，及全体代用所使，虽在下位，当视为主爻，为其克主持全卦之用也。复在后天，本正之德，正之初九，即复初九，地出乎正，乃后天八卦之序，道始于复，乃后天64卦之序。此一人多未察，复之为用，因地出之意，至来复之功。即在此初九一爻，臣以全卦五阴一阳，阳动于内，与八卦之正，二阴一阳，阳出于下者，正同。八卦正三位，以一阳出于二阴，复则六位，以一阳生于五阴，其间亦又少有别，其行进迟速，冲举缓急，各有所殊，故以正言，谓地出，谓其的全也；以复言，谓道始，谓其先始也。的全者王，先始者先，二者有主客之意，人天之分也。然在正卦，众为二阳，上下分布，其势的阴，故其来细细，其力冲也。而复则局于五阴，其势犹孤，故其进以见，其力有未足也。在初九爻，本正之道，行复之功，故谓时宜。不过上有坤后之机，为纣的干健之行，其所用殊徐，其所行资居，道所当然，术所因耳。此学艺者所宜之也。关于不远赴二语，则可见圣人是交之为一焉。不远者，指一阳在下，由坤而出，坤上接艮，艮之一阳，今坤而未正，其道不远，义也。由后天八卦序未言，正前即艮，艮未中，正未始，终始不断，一消一息，往者即复，其时不远。二也。由本爻言，阳在内，而阴在外，复于出者，待于中，其进不远。三也。由上下卦言，内正外坤，坤进震动，两相推荡，移动者止，其行不远。四也。然前二者在于复之先，后二者在于复之后，皆以不远称，谓其数有所限也。既包而复，气自至，此先也；既复未大，气由至，此后也。先者由静入动，其道自反；后者由通转凝，其道自真。真与反并，乃为不远之复。合之于德，是谓反身而成。辟之君子，由逆入顺，
而能自守其操，不与时消沉，亦不因时倒立，则永直觉中，无过不及之害。此所以爻辞称为无知悔，而战元吉也。无知悔者，言出九之道，顺时而后动，安居以四命，既无所求以为义，又无所损以自欠，无损无益，中心泰然，故无止悔。止由求也，又敬也。包不至不求之意，外无所加，内无所夺，自在自足，乃免于悔，而得元吉也。元吉乃吉之至，以复出九的秉乾元，上应天时，下明地利，中协人事，虽在下勿用，竟能以成其大用。此即道之所见也。谓于无谓，用于勿用。天之所以悠久，道之所以不习也。战元吉者，明其能达天德，而至于至诚也。诚者道之者，反本复始者，诚之者，诚即道，道即天。此出九一爻，有服于乾元者也。而圣人则之，以成内外之德，以全性命之道，以弘人治之功，此修身之本也。不务外物，故不失其性；不诱小功，故能大其德。复之出九至以哉。象曰：不远之父，以修身也。宣圣讲义，此声明爻辞之意。而见元吉之战有自来也。出九以复在内，而不外求，自反以善其身，故战元吉。盖君子之道，必先其身，诚意正心，为修身之本。克己复礼，为修身之源。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；感物而动，情之欲也。物至知之，好恶生焉，善恶见焉，吉凶变焉。复之出，静之动，性之情也。内刚外柔，不志不求，知之至也。物之格也。好恶有常，善恶有别，性命以上，中和乃至。此修身之道也。而吉凶变焉，顺时善动，明悟达道，则不远以复，无止犹悔，乃以元吉战也。夫卦内争外悔，争则无悔，理之常也。出九反身而成，刚以克欲，静以御动，充实于内，不贪于物，争之至也。诚之至也。诚则明，明则治，物格之治，身以修矣。此爻所重，端在善复，复于出，则全其天性，反其本源。此君子修身之道所自仿也。以一阳之刚，服而自守，养其元气，深藏幼密，以成不习不已之德。此修身之志也。当包之于阳为善习，人失其性，逞于物欲，心昧其知，乱于好恶，故身不保，天下随之以轻。今复乃逐一自反，以正于天性，保诸乾元，则知至而物格，亦诚而心正，内持于道，外欲其德。此身修而家国天下同泰之真也。故出九一爻，为救亡图存之道，拨乱反正之功。待经大法，皆基于世，又不独为一人善其身矣也。言内行，则圣人之德；言外功，则王者之道。事必有本，行必有先。复之出九，本也先也。笃行之事，
当系亦爻象，鸿推辞意，而生造之耳。62. 修复吉，宣圣讲义。此复62爻辞也。62居内卦正位，重阴而进出九，阴乐就阳，晴喜就夏。此爻辞称为修复也。修者宽舒安息之意。书曰修其有容，盖心中乐意，而能宽容其下也。修由习也，非动非静，无作无为，是在动中静，作中习耳。62虽重阴，以得正位而进阳，心有目而机不张，亦有位而身未动，故曰修复，以其不反于阳也。凡复6爻，皆不与阳逆，故皆称复，为其克成复之道也。修复虽动作未显，而情志甚阴，以坤后载之臣，木干行健之德，和而未正，动而不躁，行而时习，此62之象，和坤正62之道，而见其用也。人之修者，非恶于动也，且将以助其动；非止其行也，且将以成其行。辟之劳者，因疲而休，以养其力，非贪逸也，将以尽其劳，故曰休息。乃暂弃之意。习与消反，则休与止亦殊，明乎此，方能解休之不害复也。休不害复，且将促其成，是以战疾，为其不以重阴困抑阳，不以正位远其下，其德足称，其道可大，虽次于初九，而能忍以急战也。象曰：修复之极，以下人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人故通人，此人自与中庸修道以人字一义，人也，而不用人字，颇有深意。言人道在人，不仁之人非人也，谓之匪人。人而后能称人，克己复礼，而后能仁，是以人体不全谓不仁，此以人道全谓仁。其义正同。爻辞用人字，足见重在人道无亏之人，在圣人视之，等是人也，故亦作人字讲。复62之下位初九，实复之本体，即人道之所存。人无不生，阳者生之本，故生之本为人。如果实之人是也，果实之生，赖有其人；人之生，赖有其性。性即人也，生即人也，而在天为阳，阳亦人也。或谓之源，由其直言为源，由其用言为人，其实义也。而人必存于中，发于外，亦有果实之人耳。复出九一阳在下，乃以人称。62之极，以下有人，生机不绝，义也。62虽修，而善养阳，以下敬人，二也。62居正位，不自骄逸，而能下人，三也。此是辞名指其故耳。若推诸人事，则凡居正位，不自满，而能下求贤士，以应与同声，则虽以暗诺悠游，人不失其位，此所以为吉也。战者得此，当系意下人之意焉。63. 平复利59。宣圣讲义。此复63爻辞也。63居中，为人爻，阴行阳位，坤加干次，阴以从阳，而阳自内，刚不胜柔，而柔自巽，两者相将，以成其父。
是不可久也。然贫富有数异，一律未除。强而相救，其积若数，其志转徐，是曰贫。贫由数也，数斯殊矣，义也。三爻居中，与上位临，6、4、6、5，相比相亲，其德不舍，而欲进未能，是曰贫。贫即兵也，兵进而已矣。二也。6、3上阴上6，未疏而道同，时异而情类，阴阳之志在复，而比朋莫协，坤正易去，往来不长，是曰贫。贫有反复也，反复则进缓而行坚。三也。有此三义，故贫富者，非可求及也。欲罢不能，则有待于利。利自与前93系替若利同义，以心存忧疑，而事不可止，事多艰阻，而道有可为，唯有奋力图功，砥砺求进，势必尽其内外之力，以其协于远近之情，故重在利。好在6、3应出9之助，得干三爻之气，有成实自立之道，而不使复之功，辍于中途。虽往来平平，人不退必败其势者，实由利以制之也。凡人之利，必为当前困难，而志意坚定，发愤勉励也。故6、3以利而战无咎，言其善自勉耳。或曰利为也，害也，其义亦通，盖有为害，而后奋力，即免自砥砺也。人无外患，多乎于父亡之祸，无远虑，多安于淫逸之乐，此情之所趋，为复道所最境界者，故一利字，实含有至深切之意焉。读者当参前93爻辞之旨，而细谓之也。象曰：贫富之利，亦无咎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，明其无咎由于利也。救助多以利为害，不知利由自替，亦之称利。自前93爻始，系替若利，即明是干替乃能利耳。复之6、3，以坤成乾，故亦欲替利之戒。盖贫富，非果富也，必待自利，而至于富，使成其德。且三爻人道所寄，人以胜天，必以德为本，不利何由成德？此无咎之战，实由人力治之。不过天以与人自立之机，人苟不自暴弃，未有不能免救者，故亦无咎也。可见天人之和，非仅天命之事，居易四命，必有所谓，非作呆之也。居易故有数义，而守义道，循义教，义中事。圣人以尧为孝，孝即教之所存。辞虽简略，实包精义，读者宜深求之。6、4中行读赋，宣圣讲义，此赋6、4爻辞也。赋以正出坤，6、4为坤之始爻，与正6、3同为中爻，以卦言，属坤土，土为中央，阳在的中行，故曰中行。以爻言为中爻，从下上行，故曰中行。而中行二字，更有为义。中行由中道也。中庸曰：从容中道，圣人也。与此中行意境，盖复以雷在的中，阳行阴里，外柔内刚，体阳用阴，表顺而内固，行静而中贞，其行合于道，故有中行之称。而在6、4者，
则以本爻上下相接，内外之交，有理达表，有体推用，道之所见，德之所明，恰当此爻也。夫成德者，必有美誉；至道者，必有大用。内诚者行于外，中冲者发于表。此不求自治，不思自成者也。故孕育于山，其外生华，藏胜于野，其人有礼。君子不求之，而天下慕之；豪士不求显，而举世仰之。何哉？道德之自行也。六四当正以交坤，阳符行阴，其道自远，其用自明，乃彼之中道之圣，而称为中行也。独复者，独自与中庸从容二字相类。言中行者，不求于外；自真者，不求于物；自固者，不求于人。独往独来，而无欠也，故曰独。盖六四居五阴之中，不与四爻比，以阴从偶，而中独其。如人举举量量，尽行其志之象，而阳藏在里，不为其父干之心，是以独复称。然非谓独善也，以德之治，不亦有朋；非谓独乐也，以道之大，不亦有类。上下皆其履也，而独出其众；远近皆其助也，而独拔其萃。此由六四之道，能窃群众，超一切也。象曰：中行独复，以从道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中行为道之代用，独复为道之大本，二者皆归于道，故曰从道。而中行独复云者，尚有最要之意，不独从道而已，实为成道之源。盖直中用中，即中行也。慎独克己，即独复也。无论内功外行，莫不以此为基。复故道也，而治之，则在此四字。大学指至善，中庸成名，皆由此治之。以卦爻言，复以正出坤，将以至于前也。六四丁出坤之际，谓至干之始，由佛言见性，必自指观时也。六四以阳入阴，以动向静，正之刚，而纳于坤之顺，雷之威，而运于德之后。其内之充实可知，则发为外之光辉，亦可想。六四掌握世机，含喻世道，其行之至，实以为德之玄者，无人修身，要以此为模楷，则物不能有，心无所欲，道至得宁之其也。爻辞不着吉凶者，道行而超于术也。道自阴阳，阴阳自太极，冲复之用，可由前以反太极，此所以名为独复也。既反太极，阴阳同命，故术为独，而超乎吉凶矣。从自有速回从之之意。六四由坤反而从干，由干反而从太极也。此意最精，当细玩味之。六五，敦复，无悔。宣圣讲义，此复六五爻辞也。复卦有异各卦者，各卦以上下中位为正，五爻为尊，而复则以三四中爻为重，二五两爻次之。盖重在以中行也。中行出于天，见于人，故属中爻。名其以人合天，为父之所贵也。六五虽居尊位，而为阴加于阳。卦属坤，即坤六五之象。以下与正六二对，
其德有疏于髡，而髡为大母，正不忍胜之，是以六五人多的髡用。髡后载物，敦者后也。髡体为土，敦者土也。阳在内，而阴遇之，故曰敦复。由其一言，后得广域，土性宜深。六五虽在上位，志却就下也。人后之念，好生之心，天所与也。髡能顺承之，虽阴而不为害，柔而不为损，此敦复之所以无悔也。外卦多悔，以自用也。今六五反求诸内，故免于悔。君子克己复礼之道也。髡虽纯阴，而为众生之母，则其德之后也。秦之笃也，后则立身，笃则真守，立与真备，是以无悔。盖不外目，而事于中，足以推中行之道，而发为大身之功也。且敦者，后众不易改变之德行也，专一不为他求之志念也。其真有者，是以女子之节，行丈夫之事，而能善其中始也。父为阳父，的髡以御之，至六五，其德厚矣，其情至矣。此无悔者，不独正之遂其身，而髡亦克达其用矣。肝道本赖髡成，故髡之所求，皆肝之所至，因以御阳。正如母之养子，尚何悔乎？象曰：敦复无悔，终以自考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考者自审其所成也。以六五虽本广厚之德，深沉之心，其志以坚，其行以过，则必有成可考，有功可察。而六五志在内，不求诸外，故曰忠以自考。言虽有功，不求人知；有成，不求名达也。夫六五阳在内，复道在中，心之所存，情之所寄，皆在于欲其阳，以少乎前，是以念念不忘，克己复礼，去私保性，以成其敦复之功，遂其来复之道。此中心所藏，时时反省，而日引其所至也。譬诸苦行笃修之事，唯恐私欲之彰，德性之失，审查不辍，其待至勤，则其德必日昭，道必日大。此敦复无悔，由其志以治其功也。考而曰自，乃自修成行之本。若待诸外，将为名物，而损其身矣。人虽不闻，我无益也；功成有期，我无厌也。自信既笃，自省既严，则敦复无悔之道也。时己反求于己耳。考作考察讲，而髡之志，欲成干之道。髡木，前父，正南。髡之意，时将成正反干之功，亦即成子继考之业。考字之意，以详古卦，全权不舍，日望其成。此六五之于父，在诸阴爻之上矣。诸爻皆愿欲阳，而六五为之主，故以敦复称，明其所后者至矣。上六，弥父，兄有灾审，用行师，中有大败，以其国君凶，至于10年不克真。宣圣讲义，此复上六爻辞，及其吉凶也。物穷则变，数极则反，理之常也。复卦皆亨，至上六其用以吉，与前五爻大异。又上六坤道之境，因不克以御阳，
而其德相违，刚柔不相协，而其位已孤，故两相争，而有灾审之凶。坤卦辞，先迷后德，以能顺承也。今上六不复承顺，遂迷而弗得。迷者，失路也，穷无可往。有失路之象，而阳不得养，虽至于前，而所据上爻，故曰迷复。震动于下，而众阴以困之；刚长于中，而优柔以备之。是以战凶。然上六，其势已急，其时已迫。天不相佑，则地道无成；下不相辅，则上位莫保。虽不免于行师，以争其势，而终有大败，为其国君。此名上下不和，内外不协之害也。所损既大，心复其难。约10年不克真，明其灾审之至，或败之余，民力已穷，生息不易也。时势所迫，天人相违，处于必争，而用行师，因于失助，而致大败。天灾人祸，乃为其国君，伤其元气。此上六之战，反乎亨之道也。六五之敦，敦的亨之用，上六则与之反。故吉凶大殊，圣人垂教，其义深矣。且复卦为天地生机所见，人是德业所者。传曰复德之本也，又曰复以自知，可知复之为道。关系治乱兴亡者甚大，非他卦可拟者也。五阴一阳，阳在下者，有失与谦，皆与父相类，唯爻位不同，得略异耳。在师卦象，以阳得主内中位，其用可大，故有丈人之称。在谦卦象，阳上中爻，持人道，而合乎阳三阴四之力，其德足称，故有君子之目。而父则以一阳居下，作身之始，明道之源，其气内潜，其志悠远，故与人人之德业同象。然三卦，皆以坤在上，后载能藏，博大能任，道通天地，物谐阴阳，用济刚柔。此三卦之战，有相类也。复之上六，以位高数穷，反而为凶。震荡坤之先迷，而不克于震之躁动。由户卦上反为出，则成师卦，故有行师之战，而师行无忌，躁进而迷途，其中乃大败。以道穷未为，天心不协，灾审见于内，兵祸遭于外，则莫非上失其咎也。故曰以其国君凶。国君政之主也，所居非位，所行非时，所谓非道，而下部为共协之助，外无有礼让之朋。坤用以穷，施行而不能以谦自处，灾害并至，也见玄黄之血，上下相违，民无休养之时。近至10年不克真，其凶方可惧矣。天时不与，人事当内省，下位不和，在上当自责。此君子趋必有道，而在人者克己之余，犹以求诸己未及，亦教事象，先述其害，而警之以求免。故于上六名者灾败，在以凶言，可见其用意之深切也。当此者，上其慎思而熟筹之耳。象曰：弥父之凶，反君道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上六之凶，非为一切，
而专指在上者，谓其反乎君道也。盖上六，有位而不得其实，当尊而不善其事，有如干上九亢龙之象，且亦应居上位，优柔躁乱，迷惘嗔恨，既不能令，又不受命，有君之位，而无其德，居上之崇，而不能下，故曰反君道也。因穷变阳，柔静变刚，自失其所长，而既性于不测，是以有弥复之欲也。复权卦大用，时以阴能御阳，柔能助刚，使阳的日长，刚的日深，以达成干之志，以作生息之功。此复为天地道之所存，人物生之所托也。今上六乃反是义，阴息变阳，则不复御阳；柔贪变刚，则不复助刚。原处相成之地，反为相害之时。此与前五爻吉凶各殊矣。上六与六五进，而阴阳两乖；与六三阴，而上下两失。此所以名反也。且求而未得，贪而未至，图营营于事物之劳，意异于争讼之类，有同迷梦场晃，不克自知，而乖得本。此所以独凶也。复道以为，克己不忠，则为害者，不外于妄念之诱惑。妄与复逆，复之穷，则妄心生。故周易于复之后，既以无妄也。此义至深，学者应细思之。盖能无妄，则人复矣。克己复礼之谓也。妄之所生，何非一己所致？既克己，自无妄，无妄自复。上下卦原一义，后人多未审耳。宗主复注。复卦前五爻皆吉，为上六凶，以道穷也。然上六之凶，非复之过。复始终以达干为治，以成泰为功，则由复而灵而泰，其阳日长，其道越亨，何至有上六之凶哉？而爻辞以凶战者，非为复也，为用复之人也。吉凶发于世，见于人，人事不得顺天，而所行为道，则吉凶相反。盖以为上下变之也。复之亨，利于下，凶于上，安于内，危于外。阳虽长，而不出地上，乃能成其用。一旦失葬，必遭毁败，其气早泄，其德不完，则凶为之至，不逮捕以见。故处上六之位，最易迷惘之时，无后载之可保，有野战之可忧，则其自全之道，不复如前五爻之故，而其自愤之气，有类于胞之情。盖性不甘降辱，而茫茫无所依归。此弥复之凶，时由时谓之所致也。学者宜详察之。无妄卦正下干上，宣圣讲义。无妄继复卦之后，为周易之序，其意义最重大。上经以乾坤为首，各卦多随乾坤变异分合而来，而坎离为之。最明者，如太否人为乾坤交，而同人大有失彼之属，则谓乾坤坎离交。爻象可以见道者也。且所交多成往来卦，有由一分二之象，为复与无妄则异事，已非往来也。复与胞，无妄与大处，则谓往来。今举复与无妄言者，正以其非往来，而其重要有同往来卦也。盖复上坤下震，而无妄上干下震，
下同而上谓对也。同者谓类，对者谓偶或酬。异则谓坤母与长男，异则谓干父与长男。阴阳既殊，得用自异。所要在其交替地善之际，千变刚柔之交，而自有其不义之术也。由包而复，谓反。刚上反下，其来有自；由复而无望，谓变。众阴变阳，其静有机。自者在坤，以坤能纳艮而御正也；机者在正，以正能化坤而成乾也。正以坤交乾，而御其阳，是正之治，在少父之德，成干之道。故曰主气莫若长子。今无望竟能由坤而化乾，是正之道的生，而干之业可大也。魁诸卦数，复一阳也。无望则为四阳，复之阳在下；无望则上下阴，而阴在中。即由爻象可见阳之长且大矣。然父本如母之爱子，而阴还克彼生长。无望则如父之教子，而少小克至成立。其德有先后之意，其义有始终之殊，皆为亲亲之道所寄也。父母之恩师不同，子弟之受益则一，故父与无望。其用有相得益彰之事，其情有相助为礼之功，非如他卦之无大关切也。无望非父不得达其用，父非无望不得满其志，而二卦又同气而异形，合力而分用，其相倚之盛，相虚之阴，实有别于他卦之非往来者矣。传曰父则不忘，可见无望由父得来，而天地之大，万物之众，溯源探本，不外于一。父之一阳，能推为天下之无望。在理谓之天道，在事谓之人心。天道本虚，人心可直。物成于前，而情欲不生；数变于外，而性命不易。此无望之自有真也。故外卦坤化为乾，而内卦不变，震动而不为躁静。故二阴在其上，干刚而不欲自高，故一阳居于下。高明者天道，止动者人事。自出爻至四爻，互一艮一震，一止一动也。艮止于中，震动于下，以成其体。巽则能顺，干则能见。自三爻至上爻，互乾与巽，一见一顺也。干见于外，巽顺于中，以成其用。体用均善，天人相应，形而高明，则巽以干大；动而止定，则震以更安。内安外大，人心之所存守也，人事之所光大也。故曰无望。言其真诚而无欺事也。以正为雷，而行于天。天道下济，地道上升。正者阳德之见也，而发于阴；天者生气之本也，而蓄于下。虽阴阳不均，而刚柔得其纪也。阴居内正位，阳居外正位，上下相配，而不失其中守。位当则安，守固则达。安而达者，用之全也。此卦象之善也。从乎近者，不失于远；顺乎大者，不令于细。道之所以贵中也，德之所以贵久也。无望以雷行天下，应时而兴，刚加柔用，是物之生。不假作为，而功自成；不存贪志，而德自明。乃比于前，而元亨利贞。
此以复之充实而有光辉者也。而能造乎大化，以通于圣神。夫由用推之，足达无尽；由体求之，则归于至正。不偏则无害，而天下同利；不化则无量，而万物同亨。内有其德以为真，外有其道以为源。此四德俱全，而卦名之称无妄也。无妄即无畏之意，不妄作为，纯乎自然。天不自大，德不自厚，物与俱生，人与同载。是德不可及，则可久大也。在富贵反，无妄贵成，反生而成，行之至也。故曰：无妄由富至之，以其先克己也。大学诚意，先无自欺，此无妄之意，而为明德止善之本也。一切皆真，尚何妄哉？无妄，元亨利贞，其匪正有审，不利有攸往。宣圣讲义，此无妄彖辞，名权卦代用也。无妄卦，上干下震，雷行天下，阳气发越之象，而震之一阳，在二阴之下，阳有所胁，气有所根，乃生机自达之时，雨则大行之始。故曰无妄，言及时而动，无妄作为也。且卦为阳的阴助，以阴为贵，柔能成刚，得因其道，外而能内，上而能下，深而能沉，飞而能潜。世间高明博厚之德，天地之代用也。故曰无妄，言其至诚不息，如天地之悠久也。若以人道言，诚为行本，不虑而终，不思而得，更何妄哉？天道无畏，人道无妄，二者异也。故无畏而能大成，无妄而见大用，性之至也。或曰无妄，无所期望也。故亦应有之意，然不期而自至，不妄而自来。其无其望，正所其望，是不独无所其望已耳。春风一动，万物同荣，天何其望哉？雨露既滋，萌芽自见，物何其望哉？则无所其望云者，正以其不待其望也。设当秋杀之时，冬藏之会，纵求之意不得，纵多其望，希冀于世，以此其望，名之曰妄。谓理之不可，术之不能也。故凡理之不可，术之不能者，而必其之妄之，皆妄也。妄则畏，畏则邪，邪则败。无妄者，不畏不邪而自成，天道也，人道也。观乎卦象而知之矣。无妄与大处为反正卦，大处以干在下，象物之得处，而其所以能处者，必先有可处也。无妄本生物之道，有处物之功，而后物丰备也。物之丰备，必由于成，成之所失，万物皆备。无妄成也，成乃成物，中庸以着其意矣。天道不习，即成之所见，明乎此，则知无妄与大有同人，有相类也。无妄谓真诚不虚，道之体也，而其用重在内。内充实谓之实，实谓之真，真实不虚，乃称无妄。无妄名也，名实相复，内外如一之谓也。故道在反己，而出于复。其用不求远而自远，其功不求大而自大。此与大处有相通也。无妄上下互益，
则谓大壮。壮与处亦相应，为处能壮，身无所处，将何以壮？处积于成，壮发于大，成而后大，大而后化。此无妄之与大壮有相应也。凡此诸卦，数有相合，象有相通，天道故为，人事可证。而此数卦，实以无妄为宗，由木之本，水之源也。天地上不为无妄，况其下者乎？故无妄之用，道之用，无妄之功，德之行也。震动于下，天明于上，光明磊落，其志可见；仁义礼信，其志可知。故备四德，而与干道相同也。干见而得正之动，阳明而谐阴之柔，其余万物，无不已矣。此无妄继父之后，而克其大处之功也。传曰：无妄哉也！此一人多疑焉。盖以无妄为真诚福道，不因为哉？哉之所加，必由于妄。无妄之哉，非哉也。不知此乃谓解哉之为哉耳。哉与或异，或由人治，哉非人召，以哉非人所能去之治之也。故曰天灾，亦非有意哉之也，谓其不可畏，名之天耳。凡不可畏者，多称天矣，名之，谓其不属之人也。如水火风雨雷电，山崩川河，地震海波，及其他整气所终，殃害所及，虫兽木石，利益鬼怪之类，非理之所有，数之常见者，名之天灾。是有别于人谓之祸救也。然灾不必感而自见，不必攘而自除，虽非天所故谓，时有神思其事，则以气之所处，行之所执，不其然而然者，名曰无妄之灾。无妄之灾，乃非寻常之害，唯其非寻常也。故亦有道以趋避。此道见是彖辞中，后当详讲。所应注意者，传闻大处时也。无妄哉也。二语有关联，时与哉正相类也。时者明其德，哉者明其神。神不显，德可见，而在人观之，则有异耳。天道至大，气数至杂，道包邪正，用该善恶，故灾祥同出，时与不时一致。若在东宜轩，在下宜凉之意。南的多温，北的多寒，高地多清，洼地多湿，各有象也。而异之，则非实谓哉矣。此哉自不可执也。无妄以阳内交于阴，刚而不自用，健而不自恃，是合于道，而有既济之象，传称既济定也。名其能知止而有所定耳。无妄亦然。中互艮，止也；互巽顺也，顺亦止。道之本也。干见于外，震动于内，所虑过刚而造静。今得顺止之道，实服中和之德。故上下相协则吉，内外相合则亨。亨且吉，何有于哉？而称哉者，正虑其意过而不肯降心，则上下相违，而刚独用；内外相及，而造以静，是哉之身。由人事言之，实发于乖戾中和，为逆顺止之行耳。盖忘其体而求于逞，丧其守而无与和，则虽刚亦无可恃，动亦无可畏，其为哉也？不亦宜乎？故欲知哉之为哉。
必先审于行止进退之时宜。造以假货，则正不能遂其生化之功，而毁于报。刚以自用，则干不克成其高明之德，而败于福。福与报，皆过也。反于中和，备乎顺治，故也。而哉时生焉。哉之主者神，行者气，而趋必之道，为臣与四德。四德一臣之所发，四德不惧，大用以失。此易卦之所重在四德也。夫既曰哉，自有祥在。求之不得者祥，求之而得者亦祥，以其求在己也。求之而得者哉，不求而得者亦哉，以其求在外也。圣人知之，不求诸外，而求诸己，此反身而成之可乐，亦即复之谓也。复以克己复礼谓止，故始终于诚，而后无妄继之。无妄故自复来，欲免于灾。人当失复，即以干而用坤也。干刚而反于坤柔，则纯乎道行，更何哉之具哉？故无妄之道，分内外，内行未完，修其于外功。外功之成，必内行之推展，外自应之，不呆求也。内若不足，外无可因，则求之不得，所得者哉也，非所求也。曰无妄之哉，明其非所至也。人之生也，性静而情动，情感于物而好恶生，有好恶而后有善恶，有善恶而后有吉凶祸福。此灾祥之至，必自情至始。无妄则众去欲以治情，而使归于中和，则凡能中和者，自在哉祥之外，而传独曰无妄哉也。时欲使人之哉祥之不可求免，必先正其性命，保和太和，以服于干之德。前以刚健不习未道，而变化生焉，则在干亦自有哉祥之名。而圣人立教，先敬在己，于干道变化之下，即皆以正性命保太和二语，足见人道之本。非以为天，乃欲顺之而自正；非以逆数，乃欲明之以自替。故前93谆于朝干系替之戒，与中庸大学戒慎恐惧慎独勿欺之异同，皆为自立其成，以遂其身而已。是哉也一语，实含垂戒之意。道有未至，德有未明，善恶未泯，灾祥莫消。此后天气数之因，虽天地亦有不免者，唯纯乎至静，达乎至诚，不与物混居，而处于真境，方能超于向外，以托于灾祥之数。此见性之道所独重也。性情未一，则善恶难同；心有所思，无非妄念，则诚不至，而灾祥实直。亦礼数不其然而然者，是灾祥发于人心，成于妄念。佛教于此解说其详，习人多谓误也。然亦无妄早已揭示此意，未恐人之未达，传更以哉也二字，明指天道之真，使皆了然于干替之戒，正性命保太和之辞，而见天下之灾，恒与妄相来去，妄苟无已，灾亦莫生。故曰匪正有甚，时以明正则无灾，真则无妄也。以真治妄，以正治灾，而实在于之止，以无妄之中，有巽艮二卦之用也。顺乎天而止其动，此无妄之所成，而人犹未察。
正以巽艮二象，隐而未显，图见刚动之用，而失顺止之道，故反以为灾。不然，传闻宁以灾也属无妄耶？亦之命名。凡曰无者，皆原有也。如无救世，则无妄正以其意妄而名之耳。无妄之意大矣哉！宗主附注。易上经30卦，多名天道，而以包覆无妄大处4卦为最重要。包覆2卦，系天道常变之机；无妄大处2卦，系天人顺逆之理。由复而无妄，天道既明，人心可正，上下感革，人神会通，其道至精，其用至灵。神而明之道也。人之复见天心，而不知无妄可见人心。三教圣人，同以此义者谓至教。其德曰诚，其功曰一，其用曰定，其体曰中，皆不外乎与无妄2卦之象。人道在人，天道在身，同一义也。而正主之，正反为艮；人之终始，艮反为正。物之生化，意止一动，不离于乾坤，一刚一柔，不悖于阴阳。此2卦由正合乾坤也。合坤则为静而顺，合干则为高而明。互出艮象，深藏不显。此内功之奥，与外行为本末也。成于中者，行于外，有其体者，明于用。故由复而无妄，其道不可尽言，其德无有及时。夫子所谓外明明德，内指至善，亦以贯之者，即是义也。读者可不审诸无妄卦，以无妄作为止，故有灾审之战。然此义极精微，人多未审。盖无妄上干下震，中户艮卦，艮为人道所济，震为地道所发。何言之？是无妄被天地人3者之道，而宜合乾坤艮震数卦之用，以衡其轻重也。故无妄有可畏，有不可畏，有宜进，有宜退，有吉有凶，有灾有祥，而一言以蔽之，止于诚耳。诚则无畏，诚则不虚，处谓即妄，妄即有灾。是灾谓天道，而人自应之，谓人之多妄，而不克止于诚也。诚以通神，神以治灾，灾祥之至，神所主持，而无妄能先知之。此即中庸至诚前知之意，故传称为灾。正以其能测之灾之所自也。灾与时对，反时谓灾，则求无灾。贵乎是时，时者天也。是时者即知天，天即性也。知天即知性，天人一贯之道也。古圣心传，全在此意。愿读者深谓之。弘教附注。此文晚为解释无妄之灾一义，尚未完。盖以无妄原妄，妄亦兆灾，而无妄之灾，乃真灾。若非无妄，则有种瓜的瓜之喻，不当以灾名也。因亦属天，亦属人，因果报应，非天也，乃人自治之，为其属天，是名曰灾。然有灾，即有人事，以天灾人加于人也。加人，人必思勉，则人当求之人事，此重在自反也。无妄一卦，观天人因果，性命吉凶之本，非仅为战也。读者宜细审之。彖曰：无妄，刚自外来，而为主于内。
动而见，刚中而阴，大亨以正，天之命也。其匪正有神，不利有攸往，无妄之妄，何之矣？天命不佑，行以哉。宣圣讲义，此生名彖辞之意，而见无妄全卦之用，有内外之殊也。无妄上干下震，震之一阳前也，一阳在下，由干所来，故曰刚自外来，而为主于内。盖阳生阴降，上卦之前，反而居下，阳得其势，以生于上，故虽一阳，足为内卦之主。震出自坤，以阳为贵，故也。刚而在阴爻之下，卑而得生阳之时，此所以称为主也。就互卦言，中含艮巽，一阳一阴乃相济，刚而不亢，生而能前。其道在二阴爻连接介绍于中也。震动而前见，刚在中而上下相应，如天地之合德，阴阳之邪道，本乎坤顺，而克成乎前见。因于震动，而又服于巽入，可来可往，能刚能柔，二五得其正位，外内至于中和，此道之所同，德之所达，天下咸从，天神所眷，故曰大亨以正，天之命也。此历数无妄待用，四德具备，亨于外，正于内，亨利至于四海，真元达于上天，公以计时，德以应化，神之所佑，天之所服，故曰天命。其要在大亨以正也。亨该立言，正即真也，明德协于天下，亨之治也。正信通于鬼神，真之治也。道气于天，行洽于物，上下神人，莫不和谐。书所谓光备四表，隔于上下者也。无妄之义大矣哉！为臣智者能之，为政无私及焉。天道所施，顺之无益；神功所备，推之无垠。能如是，天命有不降者乎？在由卦象言，干来主内，震天复我以性命之象也。震动应天，震即时顺天推化之象也。中含艮巽对干四卦，见而有守，行而可反，止诸内，而责备于外，悦于民，而真阴于天，是无盈无益，夙夜不懈之象也。彖辞以四德称之，赞其用之大矣。然无妄重在成正，设为于正，其成亦乖，成正既乖，是谓妄矣。故曰匪正有审，以不成正，则灾审至。亨利灾审皆天命，无妄则亨利，妄则灾审，一反一正，自相感应，此不义之理数也。既有灾审，自害于行，此不利有攸往，时有匪正而来也。下重视其意曰：无妄之往何之矣？天命不佑行矣哉！盖明言匪正之害，将不利于行，而无妄之往惧，人多有疑，以为上明言无妄，元亨利贞，大亨以正，而下曰无妄之往，天命不佑，似有未当，不知此古文例。古人言文恒如是，无宁，宁也；无念，念也。如师无念而祖。春秋传无宁资许公，皆冠语，俗人有之，故无妄之往，即妄往之意。妄而往，将何往乎？以妄而行，悖逆天命，天自不佑。
行将何之？如欲强行，终自逢其灾审而已。此传所谓无妄灾也，实亦含灾由妄至之意。灾必因人事而至，人心不正，内失其真，外邪于刚，轻动而躁举，失其悲慕之道，逆乎顺入之情，此所以兆灾也。且卦重在正之一阳，相时而动，则成其德；一阳在内，不凭干之事而妄行，乃本坤之道而邪计，故能达天德，受天命。以善顺承者莫如坤，无妄自复出，实坤所欲，化也。今师顺正之旨，而妄内主之宜，妄思诚实昧前，负于刚健，则失其内二爻之正位，而干以刚因刚之贤，此天命之不佑，时有妄动。妄动则灾审必见，譬诸雷电，动非其时，岂不谓灾？此无妄同以动为用，而不时则成灾。故与大处谓正反。大处的时，无妄谓灾，二者宜相参。夫既曰无妄，其妄可知，人情亦动于妄，则妄而无妄。即情曰反性之道，无妄而妄，即性密训情之途，一正一反，一善一恶，而天命由此定焉。学者能不自替乎？此节分二段，天之命也一段，是无妄之用。克备四德，而有大成，其下一段，是妄之灾，由于不正，遂失四德，而难于行，而以功德之失，归之天命，以证明无妄天道。妄为人事，天道虽定，人事亦乖，行止所宜，成正为本。此古人事交谆谆，不独为战吉凶矣也。大学之道，由格致以达成正，实本此教，可细参之。象曰：天下雷行，物与无妄。先妄以貌对时喻万物，宣圣讲义，此无妄象辞，名无妄之象，生彖辞之意，而是全卦之用也。无妄以前在正，上有天下雷行之象，雷张天威，而与润万物，物之生化，由此见之，故曰物。言举物皆因无妄以生以成者也。天之道也，生成万物，天无私恩，而万物同生成，故曰物与。即相与之意，谓自然相与生成，为天地之恩。雷与之责，天不以为功，物亦不以为德。德至大，而无所失与；失与至情，而无所区分。时也，道也。天如是与，物如是受，各如其志，以生以成，虽志不齐，天之为天意也。故曰无妄。天无妄而恩威自行，物无妄而生成自见。此天下雷行，物与同达于无妄之用也。物对天言，故曰与。天与物同无妄，施者受者不自知也。恩与威同无妄，生者成者不自辨也。天物归于一，而无妄大化。雷行而春，物萌而荣，天道至明，天下同心。此无妄之用与前同，而备四德也。天既同春，物以同荣，人亦物之灵，则所以顺天而体物者，其道何存？曰在于正交之行。天雷行于时，而物至其生成；人道发于事，而与天通其德用。此先妄法天因时，
而以貌对时喻万物，以推乎天之功，近乎物之性，遂其常欲，达其才能，以配于天恩。是先望之正交，亦无望之所成，而恩威亦无望之所用。所谓是民如胞，是物同宇，使本天之道，而推人之性，以尽物之性，亦归于诚而已。无望之于人，其关系亦大矣哉！貌对时喻者，因物而知时，见物之容，知时之春，故曰貌对。既知天时，乃推时用，以时之宜，喻物之深，故曰时喻。貌对者，由物以及天；时喻者，由人以及物。天也，人也，物也，亦以治之。此先望之无望也。天道不习，文王之德之纯，纯亦不已。此天人同至诚也。先望以此而与天物同无望，其道不外本干之德，各正性命而已。故貌对时喻，皆对万物言。时由人以反天，由物以成性耳。一言以蔽之，止于诚也。物为天地间所生成者，生成之道，必自物而明。天道难显，物情易见，此大学之道。守格物，物有未格，只有未至，则易难成，心难正。成正之本，必由格致。为圣道至诚，非徒为己也。推性之德，必成人成物；律天之道，必为天地，育万物。此先圣一贯心传也。文王赞义，于无望之象，及者此义，其止深矣。盖无望之道，天性自然以者也。而天以无望，物自生成；人以无望，物自化育。生成化育，莫为乎时。时者天之令也，正交者人之令也。貌者，因其荣盛而荣盛之；时者，因其发达而发达之。此即哉者培之之意。貌对天时，时喻万物。此一与含二义。原审一时字，以观物之时，而明天道；观天之时，而广人道。其中也，天时人事物情，无不宜也，无不尽也，则无不成。而合于道，此无望待用。以三者而明，称先望者，以正交为重也。以正则生，以教则成，兼之则生成皆见。此大学以教而自修，中庸以学而推用，始终义也。正之所及，教之所施，万物咸亨，而况人乎？故无望之道，泰与同人之本也。物且与焉，人有不同者乎？物且亨焉，是有不泰者乎？是天下雷行物与无望一语，其含义至今，人多未细体会耳。雷行之时，生物之盛，天道不言，而品物亨，此天之无望，因前德而显其用也。仁者待天履地，上法高明，下法博厚，以成悠久之德，以通无习之道。此性命之本，人治之权，中和之备也。非圣人不及此，故称先望，以为当而功名也。谓不当者，功有难名。如非时之雨不为泽，非时之雷不为威。时之宜，即谓之当。有非位而强谓之，亦犹非时。此特皆识字，以明所贵。且因无望与大处往来，
其用在时也。故此以对自喻其义。震之对巽也，干之对坤也。官身二卦之用，有相通者。震在官时以自修，官物以自成。此官卦未达无妄之用不可少者。佛以指官为修持之基，如以治之格物，未成正之本。其意义也。故象辞之意，不独为战言，实明道之奥窍，正性命之阶梯也。学者无乎焉。宗主父主，所讲物语，及下具万物，皆重在物，以天地间皆物也。天地之德，于物生成见之。人灵于物，而能配天地，称三才，亦以其能赞天地，而喻万物也。物自生成，天不思其道，人不思其德，而人不得离物以生。物备于我，我生物也。物以养人，物生我也。无人则物之生不全，无物则人之生不具。是人物相与同其生成也。天亦以生成人物为功。天之于物故厚，于人犹厚。人自责之，而栽培亲附之道别焉。故生成万物，以生成人者，天之道也。生杀万物，以生成人者，人之道也。天无容心，而物自生成。人有恩怨，而物或生或杀。此物之于人有异事也，唯圣人能痛之。不以生之道而杀之，不以人之欲而毒之。物我皆成，生杀同善，未能体天之心。时生则生，时杀则杀，其杀也。人生之也。故春生秋杀，互成其用。不有秋杀，安有春生？此天之大功，无所恩怨于物也。而以雷施其领，春发秋藏，不为于时，为时则灾见。故雷之屋足以震天之威，其中也。以雨露普天之泽，是其威由恩也。杀之由生，威之由恩。天道无二致也，唯圣人能责之。不为生成之恩，亦不为杀害之怨。与之不自得，成之不自功，则物不异其心，情不悖其性，生之正也。性命之所宜也。其道无他，同于无妄而已。故无妄言其志也。无畏无私，言其推也。无穷无尽，道越损，德越明，体越为，用越大。此大学始于格物，而终于平天下。本末内外亦以贯之，欲明其用，则所谓貌对时喻万物，宜纳于正与教而已。读者其善体会焉。初九，无妄往极，宣圣讲义。此无妄初九爻辞也。初九为正下爻，即干之外来为主于内之爻，虽未在下，实为全卦主要之爻。盖无妄之道，成于内刚。刚则无欲，有欲则不得刚。以性刚而情欲未柔也。内刚者，终必成，不为物所动，而独与天通。上接前缘，身主真阳，乘时而动，以象地中之生气。待时发为春和。此初九之阳，实无妄之本，无妄之用。以时大行，大亨以正，天与物亨，得时即行。故战往极，自内而外，由近而远，曰往。其中既成，又得时之宜。此所以战极也。以爻言，初爻在二阴之下，
而上卦全阳，内有所蓄，外有所宜，中诚而不自用，内刚而能柔和，不为阴所阻，而特达于外，不是阳之盛，而安潜于下，此动合乎道，而所往极也。由此爻辞正之，可见彖辞之不利有攸往者，正以其旺而匪正也。以出爻内刚，自克无妄，渐进而加于阴，亦失其刚，而乖于正，遂有妄之嫌。有妄则不可行矣。人之诚者，不亦为物欲所蔽，其安于下者，犹能自保高洁之操。唯有涉世日久，境自日深，美好眩于耳目，娱乐迷其心志，则恒亦失其操，莫知其妄。此天真之难保，而习俗之异宜，常人之情，有非故谓之者，总由内刚不恒，物欲不尽，性灵目密，妄念乃生。故卦以无妄名，是其意妄以警之，欲其时持干替之戒，以先成其意也。妄与无妄，以辨往之可不可，吉凶利害，实自我照之。明乎此，则辞中所谓往极，与不利攸往，痛异之处，可了然矣。象曰：无妄之妄，得志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得志者，以其忠诚，志亦无妄，则所行必利，所谓必成也。人之得失，恒依乎数，而数之和，在乎道。正则善，邪则恶，成即安，位则为。无妄之至正，而所守不失其刚，亦成而所往不为其实，宜其如愿以偿。不呆求而自得，不呆谋而自成，此道之所行，无往而不利矣。义之言志，皆本卦爻之象，非如人之所谓得志是所欲也。以志发于心，出于意，其合道者谓正志，不合道者谓妄念。念由志也，如所欲不逊乎情，所想不出乎道，是谓正志。佛以的罗汉道，使可信其意，正以其无丝毫私意，乃无丝毫妄念也。即无所云从心所欲不逾矩者，亦此一耳。得志的字最要，与大学虑而后能得的字有相同处。盖合道之志乃为德，不合道者，得亦失也。此云得志，实以其志之当得，天之命也，非人所为。故无妄之妄，弗于天道，本于性命，其极也。数之当然，其得志也。行之当然，中庸所谓不虑而终，不思而得者也。与他卦之称得失，又为异矣。夫天人之别，在意志之先后，思维之正邪，先有所图，是摄乎思，思有不正，是为乎命。亦以干道重在各正性命，无妄出久，实本此意。行乎干见而不习，达乎大始而有终，其道至玄，其德至诚，无畏而无不畏，性命皆尽，人物同成，而独皆无妄二字，是其入手处。亦由大学成一章，以无自欺三字为始也。然始终本末，时亦以贯之。初九如是，上九亦然，为其一也。遂同于天道。所谓为物不二，生物不测，即无妄之体用也。学者依无妄一卦，内至于道，外尽其德，当无不疑。
无不达矣。袭人多为深思之也。62. 不耕获，不资奢，则利有攸往。宣圣讲义。此无妄62爻辞也。无妄卦之代用，以内外的正位，而见乾坤合德之象。下卦正自坤出，气行于阴，一阳在内，二阴在上。62为内卦正位，即坤之62也。上与95阴，刚柔相济，内外相合，而阴志从阳，内志在外，此62之用，以95成之。95的62已处于内，而后95之阳，悠久发育，以达其生化之功。此62一爻，实无妄要位，全卦生成之德，非初9不能固其本，非62不能续其事。阳以阴成，此之谓也。爻辞重在用，以农伤未愈，农重于手，伤重于行，二者异宜，而62兼之。不谓农则谓伤，其利皆同，是其所谓如何耳。盖62本正之中爻，而互艮之初爻，震动艮止，各有所宜。农利于手，则艮止之意；伤利于行，则震动之意。不耕或不资奢，农之利也。言得的之宜，不从耕而获，不经资而奢，虽礼若未周，实数所先定。是故无不耕而获，不资而奢者。然此乃壮其地利之优，天时之盛，不在劳力而获酬报。天之所厚，非人谓之也。且农之耕，志在获；田之资，志在奢。今获不以耕，奢不由资，是其受天之福，有异乎常人。此无妄之所成，彖辞天命之所及，而人本初9得志之战也。然农者恒以手为苦，得之易者，恒多求；谓之久者，恒思迁；行之顺者，恒务远。则虽有丰收之利，尚或未快于心，亦多弃家而外游，亦农而未伤旅者，盖因未满所欲，更贪于他物，而以震动之德，有难忠于艮止。此爻辞以不耕或不资奢，则利有攸往，明其不止则行也。62故止行皆宜，故战利有攸往。知62之志意外，而应知情喜阳也。加以3爻则互巽，巽主行，风行天下则谓构，构欲也，有所合也。故守而必行，行而必利，爻象之本意也。而爻辞之所示，则包2义：一则止而宜于农耕，行而利于所往；一则不安于止，则利于行，犹不务耕耘，而亦未伤旅。是不耕或3句，实含2义。后人视之多谓敬也。象曰：不耕或，谓父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，而见62之用也。复即满足之意，以心不满足，则更求其他。故虽有地利，而不以为快志；虽得天厚，而犹计其更多。此物之所益。因爻之因而者，信以无妄之意，得正位之地，不应贪以逢其灾，且原始以成其利。此中妙用，当合前后各爻参之。63. 无妄之灾，或系之牛，行人之德，一人之灾。宣圣讲义。此无妄63爻辞也。63亦阴爻，乘62而来，
以在中爻失正位，故谓灾。而无妄本非有灾者，徒以贪而失正，思而训育，不明于物，不保其性，则谓灾。非无妄之灾也。无妄之灾，乃以无灾而谓灾，不妄而受害。此中因果，既由天命之差，而莫外于人事之乖乎正。盖天命恒依人事而者，前后因果，不得以一时一的断之。如六三之灾，以六二之贪于外，在六二应得正位，故不谓灾。至六三其志已放，其行难持，寻其所谓，必离于灾。虽得之有因，而当前者不审，反以为天道有误，祸福无常，故名之无妄之灾。欲解其数，必成于前后，正其因果。此与佛说三世之理相通，非宗教于人，实天道往复所不免者。以现在言，则谓无妄之灾。苟合之过去，则人属匪正之审。圣人以天道难尽论，史称为天命。世俗亦以宿命目之，虽似无真不信，而事实常苟。是佛家因果之说，出非怪诞之词，而古人神道之教，原有经纬之理也。六三爻辞，即依前义，取士未遇，或系之牛，则其人非欲害人也；行人之德，则其人非有意来窃也。一人之灾，更非其人之过矣。而牛故失得者以行，则一人欲不受其过，是有不能。此所以谓无妄之灾。此虽如是，是谓必然。而天下类此者，则亦时有。一人之灾虽冤屈，然为尽系牛之地，则贤所不易解。瓜田李下，以其地也，纵不谓道，而所处谓夷，故以行人的牛，而一人受其灾害。民人之处的当胜也，一人以处未胜，乃干道牛之嫌。君子防未然，知者审机先。此欲明天道，不得不时时戒慎也。是六三之辞，时观人修身之道。苟有未审，灾祸随之，况其故恶者乎？然以事论之，则一人时往。苟其平日良善，则嫌疑亦可不治。纵难自辩，邻里当为剖明。是中谓灾者，正由其前匪正也。故君子恶居下流，而则居必依人礼。忠信之笃，则行于远。贪欲之多，则急于轻。六三人爻，人道所忌。圣人不问天道，不忧天命，先修其身，以正其心。此本前九三干替之戒，而虑各正性命之教，乃能免于无妄之灾也。象曰：行人的牛，一人灾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民物之利及物之害，以牛故利于人，而害亦随之。得者故有利，不得者反受其害。虽利害分明，而相谓因果，则一。此格物之要，大学之所识也。习义者于此当系谓之。弘教附注。六三爻辞，无妄之灾，以无妄圆亦妄，妄则失正，失正则有灾。六三爻，因不得正位，以阴成阳，故占有灾。或者不定之辞，言任何人所系，重在牛之得失，不关乎牛主，故称祸。而一人非指权益之人，乃至牛系处之居民，
一人由地主也，非即物主。行人乃过客，既非一人，亦非物主，是爻辞所举。有三种人：一为师主，即物之原主；二为德主，即行路之人；三为地主，即系牛之处民户，而待受过之人。以此三人，而观一牛之得失。牛，物也。三人皆怨物而有是非，以分祸福。在理言之，牛主虽失牛，而可问罪于一人，以择其长，是非真失也。行人的牛，出于偶直，是性的也。一人无端受累，方谓真哉？是无妄之哉？实指一人言。然哉与福未圆，的与失相连，安知行人之德，不为他日之害，而一人之失，不遭他事之降乎？此古人有塞翁失马之喻也。不过未得未失，未哉未降，皆属于物，而生于心。心不以得失为怀，则物之得失又何教？此楚公楚德之说也。心不以哉降为念，则是之是非又何真？此夭由人心之说也。631爻，时欲以物喻明天道之真，以心念见天命之隐。其意精深，取喻浅显，习著者多未能阐发之耳。94，可真。59，宣圣讲义。此无妄94爻辞也。无妄以前在上，光明刚健，其德无外。下正出于坤，动而有节，正于内，以御其道，乃能达乎诚，而民乎性命。94谓前爻，户艮之上爻，巽之中爻，艮指巽入，其用在内，且4与2同宫，6 2在下，阳9于阴，又与出9阴，刚中能养，故曰可贞。言志向内，以自贞故也。本爻虽阳，情亦动于外物，动则有咎。战辞称无咎者，以能体更巽之德，与阴相如，而反求诸中，以保其节操，遂免于咎耳。可贞者正以其当贞也。卦立内贞外毁，可贞即反己之意。94人道，人本于地，宜用坤之德。贞者坤之至行，贞以自固，则大本不移，虽推之天下，无折越之余，故战无咎。言虽在外，不忘其守；虽至动，不为于境。克成无妄之道，以达天德也。象曰：可贞无咎，故有之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故即贞固，有即不失。言不失贞固之本，而充其悠久之德，以顺承天命，无为于性道。爻位虽不正，而以此终免于咎。此94之用，识人道之所者也。95，无妄之极，勿要有喜。宣圣讲义。此无妄95爻辞也。95位外卦正位，一权卦主位，即干95爻，无妄之待用所存也。无妄无畏，宜顺自然，纯乎天命，宜若无疾苦之害。而此言无妄之极者，以天道盈虚消息，气数自治，如岁有冬，如日有夜，后天之运，阴阳并行，善恶并见，则有生必有死，有福必有祸，因果相承，往复不已。无妄之极，正以其盛时而至，亦由日中则仄。
日满则亏之长数也。以爻象言，干之中爻，互巽之上，与干之始。二刚一柔，其德太过，反复其道，未构与小处之象，而皆以风行于天上下。内经云：风者，百病之长也。故有疾病之战。风行善变，其善恶以方别，有八风之名，感而为疾病之因。佛以地水火风称四大，亦由其能生化万物，为一切根源也。且九四前后皆刚，虽下有六二之调，而势不敌。刚盛则折，生盛则灭，此无妄之极，发于正位诚实也。夫无妄在中和之用，无过不及之害，方能免于祸福之门。不求利，则害自消；不求祥，则灾自绝。佛戒造因，正以其不为善，则无恶；不求生，则无死。二者循环，但去其一，自具其他，此无妄之可贵，而超乎庶命者也。今以95的正位，当盛时，虽离于天命之变，而遭逢不时之灾，以为生之疾苦，人以自觉之速，至诚之功，知疾之去来有因，不以生死系于心，不以苦乐盈于志，则不以疾而求药，不以身听于物，药物既无关于我，我亦自离于疾，则无妄之极。人以无妄治之，故曰物要有喜。斯语也。有三义：一则不用药而疾自已，未可喜；二则不以药之能治我疾，未可喜；三则不资于药，亦不以疾悦，未可喜。盖民乎物我之情，达夫性命之源，乐于生死之意，敏于见病之象，则何时不为刚健之身，悠久之得哉？故天虽有变，命虽不齐，数虽多象，气虽随感，而无心永不二也。此无妄之真，至诚之道，圣人所至者也。象曰：无妄之要，不可视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言物要有喜，正以药之不可轻视耳。苟无妄矣，奚假于药？药物也，物之利，徒与妄计，设贪其利，终受其害，此义也。人得其全，物得其偏，以偏济偏，乃名曰药。吾得苟全，奚待于药？此二也。故物要者，正不可轻视之辞。上九，无妄行有甚，无忧虑。宣圣讲义。此无妄上九爻辞也。上九处即位，当穷时，急则反，穷则变，此通利也。无妄全卦，皆利于行。至上九则反不利，全卦皆吉。至上九则有甚，此理数必至者也。盖无妄皆以内成为大用，上九在外，又刚之极，阳之亢，不复能下。如干之上九，亢而有悔，乃得与时使然，恰与彖辞匪正有甚不利有攸往相同。盖上九与前五爻形相反也。阳主生，上九无可生，而下应六三，有无妄之灾。所居非宜，内无可与，外无可进，是其不利，使匪正之所同。匪正以妄而受灾，上九以失正而有甚。失正即妄，高位无德，非时不退，故妄也。欲免于灾，
的乎？全卦为六三有哉？亦由失正不明于物，此用之物。上九即为失正不真于身，此本之物也。六三乖于用，其灾犹可免。苟终始无妄，人能自保。上九为于本，其审不可避，以先师所守也。是上九无妄，徒有其名，莫真其实。爻辞特以无妄警之，记其早物。物是高位，以卑自牧；物临及时，以反其本。则穷有以自臧，而行虽无力，审或幸免。故爻辞无妄二字，实欲垂戒之深意，非卦名也。夫无妄重在去妄，妄之于人，志不易去，情欲勿好使之也。以95之正未成时，犹不免于有疾。可见无妄之难，难在于用；用之难，难在于明物。物有未明，用必不达；用有未当，本必不顾。本者性也，忠也；用者情也，和也。至中和，正性情，莫先于格物，物格之至，而后人道始立，天道始通。此圣人垂教，必以物先示其道。象所谓天下雷行，物与无妄，足见物之于无妄，所观大矣。学者宜深求之。象曰：无妄之行，穷之哉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无妄之行，亦即妄行，前已讲过。上九数穷，行亦反出，故初九谓往极，而此为有审也。后人误谓无妄之行，无不谓哉？则将何以解于初九之往极哉？且全卦备四德，无不亨利。6294，皆明者其用，岂真无妄不宜于行乎？彖辞分内外言，不利之语，以匪正也。全卦利否？即在一正自辨之，而上九之哉？又不仅匪正矣也。谓与时之不当，实足以照哉？故事文曰：穷之哉也！圣之之事，欲免此哉？先求其不穷，盖即勿过而已。所谓发而终结为何？终结即止，即无过，妄亦过也。可更参大小过卦辞观之。宗主附注：无妄一卦，有利与不利。如彖辞不利有攸往，而各爻多利于往，非彖爻不同也，乃彖辞包全体。不利者，指匪正言，即无妄之反也；利者，指正用言，即无妄之正也。一正一反，即卦之内外，与人心之性情相似。性善而情有恶，统于一心。此一卦而有利不利之意战也。虽不利在彖辞，而元亨利贞，亦在彖辞。可见利不利，实用之意耳。且不利攸往，指不能行也；即与亨反，行不通也。皆由用之失正，失正即失当，失当即反于四德，而亨利者于外，故所失在外。此爻辞自4爻以上，不如3爻以下之极也。Top 善书图书馆首页，善书目录，善书影片，善歌，道之宗旨。联络我们，查询善书简体。易经正式上经第11册大处宜大过，大处卦干下艮上。宣圣讲义。大处与无妄为往来卦，亦为前正，亦为艮前。
虽同为四阳二阴爻卦，而上下不同，体用虽异。大处以艮在上，一阳居上，二阴在中，阳生而外，与无妄之刚自外来者，恰相反。盖大处卦，谓干刚由内往于外，下生于上，则当曰刚自内出，由内而外，即由近及远，由小及大之象。故在无妄位反求诸己，大处则推己及物；无妄位立成于中，大处则谓失德于天下。两卦虽异，而合之则谓全德，则以内指至善，外明明德，先善其身，后善天下，使本末体用之道，性情人治之功，不可却异者也。故无妄为体，大处为用；无妄为本，大处为末。有诸己，而后推诸人，孰其身，而后及于物，天道也，圣人之行也。以卦言之，无妄二阴在内，而刚主之，震动不为干见之道，则性命有所正，而中和见焉。大处二阴在外，而刚上之，更指以邪干使之意，则化育有所加，而人至成焉。合之则备乾坤之用，且服中服之功。风则中服，阴在阳外，阳与阴服，刚与柔协，而阳能含阴，柔能顺刚，故曰中服。无妄大处之和，其德亦类似，以二阴含于四阳中也。以爻言之，无妄阴爻在下，大处阴爻在上，按之既未既与太否之力，三四两爻，一刚一柔，互相调协，而无妄之九四六三，同于否未济；大处之九三六四，同于太既济。是无妄宜于止，大处利于行。无妄以反己为良，大处以推己为顺。合之则皆善矣。是二卦虽异，其为道时相须相成，且事有主宾，物有正反，二者不可偏废。此大处与无妄，更迭为体用也。由无妄言，大处为其德之所见；由大处言，无妄为其道之所存。故传称无妄为哉，大处为实，非实即哉，当时非哉。二者无大殊，可见无妄之哉，以为于不可为之时也；大处之时，以为于当为之时也。即无妄先立本，不误于外。大处以有利，必推之用，此不外道德之所行，人己之所别，而有先后因果之分，动定行藏之意耳。大处与无妄位一合，其后已与大过，亦谓一合，至坎离而结束上经，系一大合。由此六卦观之，无妄大处上位往来卦，时一卦为二卦。若一大过坎离四卦，皆谓直卦，即独具一卦之体，与乾坤同，任颠倒不变，是四卦有一诸卦者也。自乾坤后，屯蒙各卦，或开或合，或来或往，气由卦行，数由爻见，至无妄大处，实为一大循环，系按卦爻，当明其故。在人世言，不外生成变化，进退消息之机；在道公言，则欲行神有无，精气聚散之轨。易卦原包一切内外公行。大学所谓止善明德，中庸所谓中和成名，皆由卦象推演可知者，而人之修养，实以此为本有其内。
方推之外，充其体，方治之用。不问天人，不分正交，莫不一以贯之。所谓干支大事，坤有代中，其德尽于元亨利贞，其道尽于刚柔复载。而人因之，以立仁义之道，以治未欲之功，时亦本此卦象系义而得者。故由无妄大处二卦反复之用，足以明人道内圣外王之功，及少数前小处与履二卦之用，而推展之，光大之者也。故在前有小处履以成泰之代用，而兹更由无妄大处以弃夷之具功，前以泰之不久，反而未否。天道之必变也，兹则以夷之有失，变为大过，人事之难其也。是论易卦之用，必通全体之意，而推求其因果，必参前后之机，而教明其往来，方足以了然文王定序之初心，与古圣易教之精义焉。小处以巽合乾，巽为阴卦，而爻多阳，其所处者少，故名小处。大处以艮合乾，艮为阳卦，而爻多阴，其所处者多，故名大处。然各卦亦有如此爻象者，何独二卦名处？则以二风恰当处之时，有能处之事也。小处在失彼之后，丁阴盛之余，而小处受之以阳，乃有处之称。大处则在包覆之后，亦当阴盛之时，而臣以无妄之阳刚复起，阳能处阴，乃亦称处。以的无妄之先固其内，胜于小处之独处，故名大处。盖本于无妄而得其后基也。在小处之往来卦为履，履居小处后，处未久，基未后，急于见用，故之称小处。而大处却因与无妄为往来卦，无妄以谓之积聚，至大处更丰厚矣，故称大处。时以处之久，而处之重，备之有时，则用之也必大，收之也裕，则发之也必盈。此大处之象，又不独卦爻所系矣也。凡处如人之蓄财物，积之以见，藏之以身，保之以固，培之以勤，则财物日充盈，而用之事业，亦见其丰备宽裕。风因雷火之和，玉因雷的之和，二卦皆取义于正。大处无妄以助来而有正卦，而大处本卦亦互正，是故兼丰裕之象，而者其用矣。故大处者，因无妄来，处指物言，无妄即成也。不成无物，万物皆备于我，以能成也。无妄能成，乃能处物。所谓为物不二，则生物不测。不二无妄也，不测大处也。此天道也。天道大生，谓其不二；人道至诚，谓同天之不习。大处在天谓生生之道，在人谓未遇之功。人功与天齐，此三才之得称也。而大处虽由宾言属物，有主言则谓德。德者本也，物者末也。有本始有末，处者先序其德。处该欲独二义，以见前小处卦。盖处之用在物，而其体在德。欲其德至极，使能御其物无尽。德有未至，物何由欲？德之不欲，而图求物之处，是反独也。大处小处之义不殊，而大处之虚乎德，又更甚焉。以其物之越多，而德之不称，
其毒亦更烈。所谓德者，简言之即本乎诚。此无妄之为大处本也。大处卦四阳二阴爻，与萃临未对，以皆对与坤合成。坤与乾对，艮与兑对，先天方位也。一后天言，则艮与正连，乾与兑连，是与履决亦有关。艮坤相异，由合落之谓合之，则大处亦与太通，故太履大壮。君与大处可参用。太言视之太平，必由年丰物富；履言民之安定，必先衣食备足。大壮言事业之壮伟，必由财用充盈，皆有虚与大处也。至其对卦，萃者巨也，亦物之基；临者大也，亦事之盛。物积而后用广，事盛而后业富，皆与大处之用相得相成。人生不可不求生计之安乐，事业之恢宏，则不得不图物力之充盈，收藏之富裕。是大处者，人类所必须之道也。由道言，谓之养；由事言，谓之业；由天言，谓之生成；由人言，谓之性情。使与生同贵，与生同存之物，无贤于其也。故有处而后有生，有处而后有成，有处而后有一切。今为性命修养之道，粗为日用衣食之需，往不有资于处。为处则存，为处则久，存且久，性道之至也。为处则大，为处则富，大且富，德业之至也。是以君子不得不处，处者时也。君子因时以治处，因处以顺时。天人同工，性情并治，故大处卦用字力争始。干曰力争者性情也。大处之力争，其意正同。大处卦爻，中户正对，3至5位正，2至4位对，有归妹之象。其反为随，随与归妹，皆含集聚之意。是大处亦与二卦有比类处，无妄为前正。大处互正，皆有关震动之意。正而得干，动而以见，是以刚行之象。互对为泽，为口舌，为说言。对干合为履决，而对悦有快乐之意。是大处有快悦之情，则配之至，为其本于行健不习之前。夫于更正对可行可止之德，则其体用可知，功业可见矣。就卦辞言：大处为厚积，为多欲，为富有之象，为壮盛之行。是以服于元亨，以通达于天下。而彖辞之曰力争者，谓其本无妄之道，由内推之外，由近推之远，不忘其成，则必先力争耳。力以击物，争以守身。力则无不利，故能大；争则无不成，故能成。此大处以力争而克推至元亨也。序卦传曰：有无妄然后可处，故受之以大处。可见大处成用，实由于争。为争能利，为争可处。苟不争者，力反为害，处反为妄。故有无妄，使有大处。妄而求处，正以益其过耳。上何处乎？愚者多处以成其罪，贤者多处以败其行。皆犹未争也，皆妄也。争即无妄，利即处。是大处力争之德，实合无妄而成。卦虽主干，而用从坤，
此力争足以达元亨，即由坤以成乾，而待中也。在无望元亨力争，四德具备。大处则旦云力争，而小处旦云亨。由此可见外行之不义也。无望以反己为重，自修之力，所成易达。既无待于外，则得用意。权大小处以成德为治，成物之功，所至匪易。推己而待物之因，格物以成己之知。既有虚于外，则得用南北。而小处因所至较小，所行未大，仅有亨之用，而得谓光大。大处则所处者多，所推者广，多则不齐，推则非赞。此志之远大，行之宽宏，必有后力以达之，奸臣以治之。故非图外师之备，而必先中德之充。故不重亨，而重真力也。盖元亨者，天道。小处因时以成其用，故云亨。见天时之所与也。力争者，人道。大处因人以顺乎时，故云力争。见人力之当免也。然大处故待于小处矣，其德用有过之，无不及。而亦教众人事，即令天时之宜，亦赖人力之应顺。苟天时有未至，犹须人谋之匡相。此大处以人道为先也，而由此足以其天道之符合，为天人相协，乃易卦往来之象所重。在前为往为天，在后为来为人，则小处之先天道者，至大处故重则人事矣。人事既立，天道自见，力争之德，即足至元亨之用。非先有力争，不独元亨不易见，且或因处之力于道，而以招无妄之灾。如无妄六三爻之战，岂非以物而生之省乎？是大处但举力争，既以明卦用之所先，亦以见义教之所重，非谓大处之用不如小处也。宗主附注：大处卦以处得名，处亦见小处，不外处与喻之用，而处又含流指义。卦上未艮，义指也。名为山，则序之众多，如山之巨。诗曰：至乃糗良，言其流积之后，至义指也。至而堆高，如山如覆，曰至。大处之至，亦犹即以高至如山也。故上卦取艮象，言如农人积粮草为仓未顿也。上有所覆，如覆如丘，见其众多也。以小明言，重在处物，为利用复身之本。以君子言，重在处德，为成人成物之基。皆贵在多积而久留也。是处之用，以储蓄为第一义，以生育为第二义。储蓄亦为生育也。蓄而不育，与无蓄同；育而不蓄，与无育同。二者本末初衷之事也。古人养民先治身，多储以备荒，多积以待急，皆以蓄治育之意。盖取法与义小大处也。大处以所蓄大，所欲亦大，则其主之者，得益益者，谓益益隆。此盛世之治，大人之业，非图为一方一时计也。故辞称其力争，而传赞其的时。力争所以成元亨，的时所以通天道，是人事之效，可以其于未遇之功也。大处，力争，不加时疾，力涉大川，宣圣讲义。此大处彖辞，
名权卦代用也。大处以艮乾合，干为天，主一切生化；艮为山，主藏蓄万物。二者合而为用，则物得其生成，的所培育，此所以有大处之称也。卦以刚在中，而上一刚，中含二阴。刚贵柔用，柔重刚守，用得其道，守有其本，得先立真，谓刚在内也。刚内非永藏不出，以阳志在外也。故虽主立真，而有不加时之战。不加时者，至于外也。卦象是科，故称时。时以养生，处重在养。所谓时者，非图口腹之欲，实盖心身之养；而不加时者，非图虎口四方之味，实包远大修养之意。人之所以为养者，或关乎身心，或系乎德业，或为性情之闲事，或为民问之忧郁，或为意境之光润，或为志悦之发黄，无一不有养之之道，养之之需。譬诸大人养其大体，小人养其小体，富贵养其性，贫贱养其命，虽各不类，而其称为养则同，故时即养也。加时者，独处自脏之养；不加时者，行道天下之养。非必以实禄于官，盈利于世，谓之不加时也。盖大处以上下相得，刚柔相调，9364。如既济太之象，则所事无不宜，所交无不合，则时之所当，道之所服，所知有亲，所至有助。此所以有不加时吉之战也。夫人之不乐于外者，谓无有也；不愿为客者，谓无亲也；不好远游者，谓时之非，得之义也；不务驰骋者，谓德不。志道不同也。而大处则不然，上下交合，而志相得，内外服阴，而情相亲，有可畏之时，可往之地，有光美之德，中正之道，则其不加时者，正不待人之求之也。不以加时为安逸者，正以外行之多益于心生也。故不加时吉。换言之，即加时反为非吉矣。由此一语，足以见大处之用，在外不在内，贵行不贵守。以有无忘先立其本，则大处自宜推之用也；有无忘先熟其身，则大处自可善诸天下也。况内存刚健，外能静止，下顺发扬，上克安息，合之为用，自无不宜。既无流连忘返之余，即有应时而动之力，既洽之止有定之道，自能推及亲亲心明之德。此更干二卦之和，可谓君子成德达道之时，成人成物之象也。立涉大川一语，更明其所往无阻所如有成之意，以见大处之用，实为成实至公之基，明德止善之日也。彖辞虽简，其义甚宏，读者当细谓之。彖曰：大处，刚见笃实辉光，日兴其德，刚上而上贤能，只见大正也。不加时吉，养贤也。立涉大川，应乎天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彖辞之意，明大处之用也。大处以前在内，艮在外，故有刚健笃实辉光之称。以艮善止，体干而用坤，一阳在上，如日之光明，内见而充实，
外近而光明，阳之日生，比于德之日新。刚生而有阴，比于上有圣人。亲仁而上贤，阴阳相还，上下相得。干卑以就下，如君之下士；更高以知止，如贤人之宾于王庭。而尊者亲之，亲者尊之。干下以亲民，更上以尊君。是兼乎亲人民之德，而被夫养贤下士之心。故曰刚上而上贤能，只见大正也。上贤能，言有德有才者，为上所重而见用也。只见为体，卦之本德，大正为用，道之所成，为干为大，为艮乃至。由上下正为言。6592。四非其位，而以刚柔相协，交得其正，此道用也。道以刚用柔，以柔用刚，二者如表于里，以反为正，则由其协合也。不合则非正矣。是大处之用，唯在于和。和则合而异矣，更合上下之隔阂。刚柔之底五哉，故称为大正也。圣人君子，出而兵王，以其才德，待君平章。臣之所成，乃君之光，如日之明；待天而辉煌，如川之流光，水之汪洋。其成德达道，因天行正，为保和谐乎前刚。莫非因二阴之善处，而服于艮之一阳。故大处之用，重在艮也；艮之用，重在本干之道，推干之用，而中达于上也。盖艮之一阳，原出于前，始之终之，以立于天，内互正对，以见其动而相悦。阳上阴下，有如以与世科之善养，由卦爻言，以足明其用之广也。用广者，积必宏，功施众多，根本必大。大处之所称，即在于二卦之相得而有合也。不加时吉，养贤也。明君子之出，非自炫也，必有为尊崇之者。君子之用，非自甘也，必有为耶敬之者。上能养贤，贤者自出，此不加时吉，明其非隐遁之时也。立涉大川，因乎天也。为义则顺天之时，以成济世之功，如周吉之渡川也。书所谓若涉大川，用汝作周吉，此天自指时亦指君，皆取象于前也。义则阴干之在下，阳之在内，互震动对则之用，而取非度之意，以天主一切。天行健，则坎陷不足虑，此由卦象，是之也。而要再立于行，则为一无二之意，既无汉格，自无阻难。大川上能立涉，平地之顺利，更可知矣。以彼乎时宜未当，德业必大之君子，其所处既厚，则以处天下者当日广；的处既多，则还处其君者当日充。书曰：“处君何由？此之谓也。”彖辞明其意，是闻偃其序，合而读之，则大处之用，足以了然指掌。企图为修旧言者哉？自来安民定国之道，先不包于此辞，而所谓日新其德，上贤大正者，直括大学纲领全旨。读者勿深思之。象曰：天在山中，大处，君子以多事前言往行，以处其德，宣圣讲义。此大处卦象辞。
声名大处卦爻之用，而这君子之行也。天在山中，乃干居艮下，不曰下者，以天本非物，升则位高，降则位下，中由下也。山之为物，下无空隙，故曰山中。言天德藏于山内，天气伏于山中，内亦下也。此卦有上下内外之别，有物可升降者，曰上下；有道可出入者，曰内外。天在山中，即干居艮内之意。既在艮内，则其行也，以艮为门户，如屋之分内外，乾在屋中，艮为屋之门耳。天主一切生成，无物不立，无处不入。山为地之高出者，高必有洼，实必有虚。空穴来风，山崖出云，风云，天气所化，天德所行。故天在山中，非山高于天，乃山的天之气而藏之，合天之德而服之，服藏以成其用耳。山善藏物，物多藏焉；山善集气，气以服焉。山之直土，为地所出；山之象高，为天所服。崇高皆天，他物不能兼之。此山天之和，为父子之亲，阴阳之和，刚柔之协也。既能和谐，必相安好；既相亲爱，必相融洽。此大处之所名，在能相养相成，而达于多且大也。多曰富有，大曰博远。物之基业，用之宏也，道行之广也，德达之久也，皆大处之本能，而由卦象可见者也。盖大处以上一阳，而统摄二阴三阳，上下交服，内外并治，则天在山中，正以山能代天生成万物也。处欲也，生之成之，欲之功也。而天不自欲，乃假山以治其功。山之欲，即天之欲；山之处，即天之处。所欲所处，虽不尽属于山，而山实藏之最重，服之最密。譬如禽兽草木金石之类，云气泉流之属，干之为金，亦多藏于山；干之为龙，亦多生于山。干虽无物，而物之所主，为生化一切，皆由天也。而山实代主之，故山天合为大处，名其生化之重，蓄积之多，得以顺天代成。而坤之用，以山水为二大区。山且亦见其用焉，则宜于陆者，不宜于水；宜于水者，亦可宜于陆。为山之含有水也。山中之泉，为水之源。是水生者，其出亦由山出。此更能代坤干而成始成终。传曰万物终始于艮，即以山之功用，能代主一切生化也，能藏服万物也，能积聚万类也。此大处之象，必取艮干合也。君子以多事前言往行二句，明人道之所重也。处谓欲，处其德，以御其心生；教之处物，以御其事业。所欲更重且大，此亦教以处德为先也。多事云者，乃格物致之之意，物人所同欲。君与则因物而治之，以人生有性，生之本也。物致之之，而后好恶行焉，乃情之动也。情动亦恶，必以之辨之，而后物不害身，情不害性。
此治之在格物也。大学以格物治之，谓明德之始。此亦多是言行未处得之机，其意义也。处之为义，在蓄积，在众多，故曰多事。前也，往也，皆积蓄之意，人知之也。非近身而知之，必由学以深造之。前言往行，足为模范。此学问之意心深，正如食物之悦口腹，越多越能辨正邪成伪，贤邪存诚，乃至知之要道，立身之大本。是前言往行之多事，非为寄颂也，非图博学之欲，辩才之称，而重在以前事作后者之师，往者作来者之见，故深之以处其德具，明其旨趣所在，谓欲广其德，育其性，成其道耳。盖本干替之训，而因更禁止之意，推无妄立成之道，而起以养正之规。人道顺时自彰，尊天自强，实君子之所处有必然者也。小人处物，君子处德。君子非去物，乃由物以成其德。德之成，必先言行。言之无尤，行之无悔，则德自大，身自愈。故多是二语，乃君子大处之道。越处而德越明，则天下无不备其责，乐其化。此君子成处之始也。处在天下，而始于己身；德名于天下，而始于己之言行。此善推其所处而已。君子除德外无他处，除明德外无他成。前言往行，不限一人。凡足取法者，皆当视之。故以多事谓言，人不外处之之意，以卦象尽是科，与实物有相通之意。言行之事，亦由实也。俗称读古书谓识古，亦可见多事之为养也。养其口体曰识，养其心灵曰学。多事者，学问之事也。初九，有力，立义，宣圣讲义。此大处初九爻辞也。大处初九即干初爻，以上合艮，内见外治，上阴六四，一阴一阳，其情相协，而刚在下，宜于自反，本无妄之用，推干替之意，故曰有力。力字亦同前九三爻，即奋力之意。因刚毅造进，在下为乾隆勿用之时，设求进过急，必干为力之省，与无妄之匪正有省相同。是爻辞称为有力，言出九具奋力之志，有为力之害。苟不反而自立，则其用且损于处，不独非大处之志，亦为无妄之戒，干替之训也。夫大处之用，在善于育。初九的干之大始大生，果能育之无缺，则成必大。而以在下勿用，知宜求之于己。所谓反生而成之时，成者其初自成，其中成物。今乃出爻，贵在自成，不可误于外。且以六四之柔，相引以物，相诱以育，物欲不革，性命希正。此为大处最始功夫，根本不顾，功用希见，有利云者，明其有害在外，不得不自立也。砥砺其行，戒慎其心，则性不惑于情，身不异于物，而物我皆得。情性嫌疑，是即利之所者。所谓利益者，非自利而已，且以利物，
非一时之利而已。亦以立诸无尽，故立以字。有事作己字，其实古可通用。如无以义，则直曰利，或利矣，不当作利矣。如景云利矣而不作己讲，则与爻象反求诸己之意不合。是后人士者，各有所逆也。易卦爻辞选自，均从象推得，作利矣，即包有利己之意。未出九阴爻位之故，处刚在下，近于九二之正位。其志快而情感，刚则无欲，快则不思，感则少畏。此本身之一干为利也。而六四应之，六五主之，二阴相摄，阴少阳重，其志亦偏，其情亦绝，中互对正，有随与归昧之象。故凡阳爻，皆须防其偏避巽物之害。况出在下者乎？此有利二字，明其道重在自反，志重自珍，情重自固，而因此以成其利，既利己，复利物。人本干始以美利利天下之意，言利即含有真，以在内也。利真者性情也。爻辞所示，不外性情之变，物我之分而已。处以欲为本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。于此利以二字，又可见之。象曰：有利利矣，不犯灾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出九见于为利而自利，终能成其处之利，故曰不犯灾。盖利自以含有灾审之意，无妄匪正有审，与一人之灾，皆由不能自利，而不免于灾。初九则本干替之训，不训于物，正其性命，不偏于欲，乃不犯于灾审也。读此爻辞，则可知处之不易。如以处为治，不先其德，而为物事好；不求利于人，而为己之私利是图，则所谓处者，图以自灾而已。前讲处之与欲，反欲为毒，亦即此意。欲其身者，物与道并重。君子务德，小人务利。德之成也，利益至焉；利之专者，害亦至焉，则不犯灾。正明处之一招灾也，与九二之有由，亦正相应。九二，余说复。宣圣讲义。此大处九二爻辞也。九二居内卦正位，上与六五阴，阴外阳内，其德亦乖，且以刚行于柔，两情不协，上下皆阳，其志亦躁，虽处而难合，遇而难久。故爻辞有余说复之战，说同托，故通用。而作说者，以出本相悦目也。余之于复，时相依成用。今出悦而中弃，出和而中道乖离，是其用已败。虽与复俱在，其两利之用已断，则所处者，徒如衣食乌合之类，而所欲者，亦有为德不足之嫌。然爻辞不着其害，则由其正位当时，虽毁其用，未见其害。辟之于虽托付，不过不克行耳。而上因更止之意，亦自能免牵由。设当之者，不知止而强求进，不见于内之为何，而希冀逞情于外，则由持托付之余，其灾审必利见。故爻辞只述其托付，而不言其灾。臣以此时有可止之机，能止之地，果如所止而止，则人无悔无尤。
何哉？为正而时中，足以服从容中道之行。所处以后，非苍足之师可比；所备有常，非轻助之事可拟。是纵不成瑜，而无行自若。知行则行，知止则止。事虽不假物，物亦不我度，则于复就爻辞视之，亦含有物我两得之意。盖于自于，复自复，虽托而不能互成其用，而非相害；虽止而不克更利其行，而非相扰。且愚者载物者也，载之至远，是须于行。若仅为处，则止有可用，此爻辞不以为凶也。然于自含众义，以见前包卦，复由思之有细，依之有令，未以为聚合之用。于托付，亦由众之分散，不复合于一组。是则因治之难合，道之难同，虽处于前，不免散于后。由得言，则为自反，以择其修之至否；由勿言，则散之正所以御之。处之为聚，将以散也；聚而不散，悉取于处。此亦以见前小处卦，盖一散一聚，礼数之常，得之处也，必明于天下；物之处也，必用于一切。君子将以天下之物，成天下之用；将以一人之德，成人物之性情。是其聚散不就，唯问我心之服于道否？九二正位，其中矣。善内省以不就，上何吉凶之足虑哉？象曰：余说复，中无有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其旨如出九不犯哉？皆以己能全其刚，成其德，不异于物，不逊于欲所至。中自指九二的正位，能自守中不失，故物之利害不与焉。无有可见原有由，以己之见道克正性命，不随物欲而失其中守，则足为处之内载，推之生成之德，谓欲之功，皆于此中可见之。宗主附注：大处九二爻，曰余说复；小处九四爻，亦曰余说复。其义甚近，唯小处下有夫妻反目之语，大处则无之。以小处为巽前合，巽为长女，一阴一阳，故有夫妻之欲。大处则以艮前合，艮亦阳卦，故不得比于夫妻。辞称愚者，以干在下，干刚而生，能载万物，故彖曰立涉大川，因乎天也。言因干之轻见高举，而能切万物以同生也。在水则为舟楫，在陆则为车舆，不外力及于物，置之于远，成其亨利之德而已。差二卦皆取处为用，处必以众多，用必以广厚。物之极也，必有以载之；物之用也，必有以运之。善在运之具，亦莫舟车若。今时虽有轮船火势飞机诸物，未在运之需，故无有也。其最著称者，亦为于马之属，梁帛之类，以行于水陆，达于远近。此一词所举，不曰立射，则曰车载。如大有大车以载，大壮壮于大鱼之腹，亦不外明其用之大，须知要而已。大有为物之丰富，大壮为业之堂皇，皆待乎在运，以成其功用。此鱼之所贵，时因时得而见之。大处小处，
皆续激发育之用，则其有虚与余，故不下于大有大状也。而二卦皆有说复之辞，何也？岂用之过贫，物不胜其任耶？亦加之过重，物不堪其载耶？是则人情之谓当，物力之谓宜，以礼言之，不尽如是。而所谓说复者，实卦象所应有耳。盖下为刚爻，上承阴爻，一刚一柔乃有和，有和乃有分，此数所不免者。说复者，正因其出之交符，交符既久，情志反疏，此数思疏之意。君子不尽人之欢，不竭人之忠，正恐其久而难合，系莫胸中，所不免耳。于人然，于物亦然。用之过劳，益之过苦，则木石上难久。况生物乎？天生者上亦劣败，况至诚者乎？故说复者，乃由刚极则折之理，而欲物极必反之训。而二卦所占，或早或迟，则以小处上阴下阳，大处上下皆阳，阴以调之，则可久；阳无可协，则早折。此中为义，不独为解二卦爻之用意也。93. 良马逐，利坚贞，日咸于位，利有攸往，宣圣讲义。此大处93爻辞也。大处93，即前93，其象以上皆艮卦，而异于前，却因三爻属人爻，人道所重。9364，刚柔相得，有济济之象，故爻辞称其利于行，以服彖辞之意。再出二两爻，虽皆属刚，而其实位位移，不克前进，以处之犹未大，用之不可造。辞君借以自胜自反，以不犯灾无犹未先。而至93，既得出二爻之处，又遇四五爻之协，内外同治，上下可济。十大处将以待用之时，三与五同工，六五柔以下人，九三刚得上进，其势至顺，其行至训，故有良马逐之象。良马之逐，非脱机绝地之可比，虽急而不害，愤而不躁，此亦93之德。刚中无弊，有功以称其行健不息之道，和外不失，有德以服于行地无疆之情。肝能用坤，阳克谐阴，此所以称为良马也。坤为马，良本干正性命，保太和，以达于至善，故曰良马。而逐与，一含二义，追逐是比其利，相逐是称其德，以良马必得利具至也。而又包有驱逐之意，未能奋力直前，驱逐他类，以独善其事，利其功也。是以不曰迟，而曰逐，使本干行至健，无可与比，而能用坤后载远驰，无不如意也。然良马追逐，其行固当，其情必谨，为93本干之干替之时，必审于若利无救之界，虽依正之分训，有一往不顾之志，仍当参坤之顺承，致力于尽胜戒惧之心。故爻辞以利坚贞三字序其下也。为利坚贞，本坤之德，后载之道，必先有坚贞之守，广博之行，必先顾坚贞之操，方能任重致远，不败于中道，以充其处，而成其用。此三字，1993爻最要之戒，亦大处卦。
关乎人道之所先也。日闲于位，亦本坤。道或勿作，曰日闲即日习之意，以坤之德，不习无不利。而后天待坤之坎，则曰习坎。坤谓先天，不习以能。若后天，则必先习，习之又习，是无差余。且干三称君子终日前替，终日言其无时或辍，此日闲，亦无时不习之意。盖九三既立于行，必求行之所以至善。于位者，行之所重，即借以善其行也。予以载之，位以护之，则所处者，得以致之远；所用者，得以达于大。此必日习之，以为行之备也。贤自一包防贤之意，犹未也。欲有所防，则无一招之患。人本干替之戒，坚贞之道而来。苟能若是，则无往不疑。故战其力有攸往，与大处之用相称。而所谓良马者，就自言，亦服大处之名。家畜以马牛为大，家有良马，其处于物，亦可见其一般。而业由是大，身由是欲，此亦大处固有之意。小人先物，君子先德，各有所宜，不得偏弃其一也。象曰：力有攸往，上合志也。宣圣讲义，此声明爻辞之意也。以九三上阴六五与上九的六五之下交，上九之中阴，故曰合志。志者指九三志于行，行必有合。坤道的朋，乃能行地无疆，以的阳也。九三本乾，以的阴互成其用。三与五，一阴一阳，阳生阴降，又皆六四，刚柔相济，终于上九，反本复始。此九三之的时，恰与上三爻，成交错往来之用，而能服其志，无所阻。故战力有攸往。凡人之有所谓者，必先得其志同道合之助缘，不问谓出处也。而出犹贵，德不糊，必有灵。大处志在用事，将以育成万物，化备一切，则德业必以远大为其。而九三始发达之时，其所至，更在顺境无阻，直前不回。今因六四六五之相的有合，以足护助其境，又得上九之盛中如始，犹可相其成功。此上合之句，直括上三爻言，非仅谓与上九相应也。盖义之称合，必由一阴一阳。九三至上九四爻，二阳二阴，有服一阴一阳之道。且其象有类乎宜中服，宜则宜于养正，中服则至于中和。合至云者，实为同归于道之意。此大处之用所见也。大处以欲及天下为治，凡德业所关，无不有待于处，即无不有虚于道。九三以前既处之，今当进而充其欲。本纲中行健之德，以尽于柔外克服之功，则所处亦多，所欲亦大。故爻辞称为力有攸往，言其志大而得充，行宜而道合也。由上下卦言，内见外治，九三见之极。自此以上，则见其于止。知止者，必善于行；不知止，行亦无功。九三之行，谓其中能服于艮止也。故曰力坚贞，明其非图求行，而志在所止也。大哉止乎！
治之所宜，行之道也；行之所立，治之功也。大学以明德止至善，相谓表里。时有取法于大处卦，明德集于天下，而必始于革至成正。大处欲集万物，而必先于多事前言往行，此本末一贯，勿我同德之教。再出二爻，先求之止，至上九，则止于至善。此与大学之止而后有定一节，亦正相符。读者苟细思之，则六爻爻辞，时含人道次第功夫，不独补其吉凶已耳。宗主附注。大处九三爻辞，日咸于未具，人多作曰咸，时传讹也。以九三为人爻，本前九三，在干曰中日，此亦称日，以志在自奋力，不少谢也。日咸由中日举习之意，日咸于未，由时习欲习射之意。欲以驾车，射以卫生，而皆必己有良马，以遂其驰骋之用，达其行远之志，弗于御武之道也。故者有行，必以车马，而御者在前，卫者在右，即非战阵，亦不废，为以防不虞，而安行旅，利往来也。大处以利物为治，而九三未有攸往之时，既凭借良马之争逐，复自胜其坚贞之德，在平时又深安于射御之计，克邪之有逞于四方，此所以战位利于行也。盖大处之行，非徒行也，必积有多物，则备运储之需，所赖于良马者故大，而所需于卫护者亦多，且必胜于事先，谨于所守，有坚贞之力，而后免中途之失。此本前九三干替弱力之戒，无救之道，而后有彼此所指之用也。前九三上下皆刚，其志难同。此爻以上连二阴，中阴一阳，其志亦洽，故世文称为上合志也。明其的良马之逐，或于卫之功，又克反于坚贞之道，以达于利有攸助之战，皆非偶尔相执，莫不由上合其志，而下因所行者也。是大处之用，于此爻足以见之。而处之所谓欲也，养也，亦于是辞可以征之，如良马之逐，于卫之贤，坚贞之利，何亦非处之所用？何亦非欲养之所观哉？故就物言，处贵在用，处马的持逐之用，处士得于卫之用，处得以服坚贞之力，处道以达行地无疆之功。其处越多，其用越广，此大处之所以为贵也。而重在一合字，合即是科之用。九三至上九，有四余仪，与是科类，故用亦大同。参是科卦辞，则可知矣。六四，同牛之故，原籍。宣圣讲义。此大处六四爻辞也。六四居上卦之始，未艮之六四爻，下与干九三合为中爻，一刚一柔，恰符既济之象，以大处主物。六四应出见，重柔而下与九二阴，有如同牛之故。未离未牛，爻变离，而人属阴，变而未变，故如同牛，以其志也。牛为土处，艮亦土也，与坤相应，六四互对，下交于震，则其山对。一牛为玉成之象，震属木，木加于牛，则为固。
故者欲其止也。人弗更之用，欲为同牛之故。然以爻辞言：牛物也，故亦物也。大处重在处，是故谓处牛之居，而非有害于牛者。故如今之圈或圈，圈以木成栅，使处有所栖；圈以木为钩，使处就于犯。而其用皆以成处之用，谓既称处。有益于野兽，必有以豢养之，驯服之，而后治其用，以为事业之利。此处之必有故，故不害处，且以遂其处也。同牛者，取其易养，不至难驯，一也；取其可壮，利用在后，二也。同则无毛角之丑，而牧者亦未利；牛则有服载之能，而豢者亦取利。此同牛之处，实名声不可少者。今有其故以御之，是有术以训才能之士，有道以积豪杰之夫，则其为用必大，至功必果，是处之成用也。而事无巨细皆可准此以达于大成。故爻辞只为原籍也。原籍者，籍之治也。不求自治，不其自成，乃曰原籍。谓处六四之处，正如以故加于同牛，所失所措，无不如意，既得其利，又收其利，无抵吾之虑。鞭策之劳而不费于心力，不妨于作息。此正处之自然，用之自大，是无在不及，而称为原籍也。象曰：六四原籍，有喜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六四之处，不劳而获，不费而成，既利于前，复宜于后，故占原籍，亦有可喜也。喜发于心，见于情。六四应九三，刚柔相称，性情以和。九三利坚贞，乃自正其性。六四原籍，则推之以和其情，是曰有喜。明其用之利而顺，谓之义而成也。然曰有喜，则可知喜之由人善用也。有九三之间，方获六四之原籍。果九三刚愎自用，则六四非同牛之故，将变为野牛之出瑕，更何喜哉？故有喜者，明其有九三之间真所致也。且六四近于六五，众因连接，失中则易绝。若非善于用，不知诚实欲谓之利，则失同牛之资，而忘故牛之备。是虽天与之，而不善承受，失时之害，将弗谓哉矣。传称大处时也，无妄哉也。二者时以服之机，消息之纽。故君子先审天时，上天行之盈虚，明时序之顺逆，而后得日以大，夜日以兴。大哉时乎！大处之所贵，人道之所重也。六五，焚始之涯，即宣圣讲义。此大处六五爻辞也，亦与六四相类。六五亦应居阳位，下与九三阴，一刚一柔，而阴得时。此在六四称同牛，在六五则曰焚始。焚者壮也，始之肥壮者谓焚。俗称始亥始，以处始之用有二：一为母猪，谓生子也；一为焚始，谓食肉也。然始之为食肉者较多，故处始者，以焚为贵。焚始乃母始而焉者，谓不欲其生息，乃去其势，便于豢养，亦肥壮也。
若不焉之母使，则不堪处。俗有专患之以为生习者，然非处使者之所乐，以其力不足称也。65以阴的正位，其处即时，故有焚食之欲。如64未至而称铜牛，今则以壮而称焚食，其实有异，其力亦殊，而所以为处之用，则痛也。牙有故，亦为患使之用，即今之使诈也，以其插牙不整，故曰牙，或曰栅栏。为犯使以备其妻也。处必有所。牙者使之居，因木而成，以卦互正。上爻如木之木易牙，正离诈之象，所以居使者也。65在外卦中位，而应居阳爻，上接上九，下临64，刚柔参差，亦如牙，而卦以处名。用以处者，处之利，在出以用为先，在中以时为贵。盖如人之积德，将以时报也。君子虽不重报仇，而大处之用在欲，以时为重。65彖在仪中，如是科65，是科战士的肉，此意以焚使为得时之象，故其战急，为其力不独成用，且得果口腹也。而65与下64，皆取家畜之意豢养者，以牛使食人民常处之物，且易得易欲，其用亦匪薄。牛能助耕耘，任载赋，其力在前，使则有肥甘之肉，能以供祭祀、宴宾客、养老年、壮身体，则其力在报仇之日、休处之时，是谓处用已成，处道已者之象。此在65正位，而以焚使为欲也。焚使之牙，指处使之地，与其力也。牙以犯使，如人之有道以养其身，有方以御其德。顺天之时，因地之利，假人之利，以终始于处，则其极可知矣。且93良马，以阳爻不易处，故必有坚贞之行，于位之计，而后成其用。至64、65，皆阴爻，易处，乃比之牛使，且举其力朴而用宏，欲之易成，患之易长者，如同牛焚使，以见其势之顺，而用之变，故皆战急。足见古人重民生，先民时，而勿治其敬义者，为小民计，故当如是也。而君子由此推之，即足以成其德，大其业焉。此大处之意，实彻上下始终，包精粗巨细者也。象曰：65之极，有庆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65之战极，正与64同，故曰有庆。庆亦喜也。言处之顺承，推而及于天下，其喜非一人所有，故曰庆。言天下同庆也。以65正位，天下望之，如人民40勤劳，盼冬至而有大仆之庆，以见天下同乐之象，是大处之成，正如大有之庆也。上九，象天之衢，亨。宣圣讲义，此大处上九爻辞也。原文何自有物，乃象字之讹。上九为大处中爻，亦更上爻，更以一阳在上，而得成前。今大处以干在下，更之一阳，顺承乎天，如山之象往天上，本以天在山中之象，今乃变为山上养天之情。盖卦集于6爻，
周则复始，急则变，变则反本，反本复始。道之大则也。大处前在艮下，至上爻变而反于上，是艮之上人为前，其象与天山遁同，以六爻周回，自谓中始。所谓中，则有始天行也。艮之中，复转向前以成天，且艮亦阳，原出于前，以干归前，中变未始。爻辞曰：向天之渠，渠由道也。天渠，即天行之意。道之四达曰渠，言行无阻，随所去而得达也。艮本以止未用，至上爻急则变，止变未行，以应乎前。干所谓天行健者，以行之无止也。故人法之而自强不息。今艮应变亦失干之行健不已，则止而复行，行不已，由山而上，既临绝顶，江河往乎？则为向天之渠，以复于本始，而恰夫大处不加时之意，以往于天下，周乎无尽，顺天之道，不失其序，如时之代谢，终固若一。春夏秋冬，随日月之明，而流于六虚，此所谓向天之渠也。向者向往，非必去也；神气所欲，非足见也；心志所如，非行随也。故曰向，不曰行。但道者生气而后行，神者易精而灭身，气至则至，精通则通，在天之下，上不以物易，不以行居，而况天上乎？故天可登，而非如山之攀临；天可行，而非如地之履存。山以崇矣，在深将御风；地以静矣，在行将凌云。此向天之渠，而非如击峰峦之跋涉，越江海之渊庭。有险不阻，无悲不平，萧然出世之享，悠然不虚之身。此达天德者之所造，更将西往而不亨哉？故尧称曰亨，以合乎前之利有攸往，且以应乎天也，而非图利涉大川之快至耳。至此可见大处之道，实以超乎物外，而上如渊之利天，下如鱼之潜渊，无往而不自得矣。此大处上九爻用，有殊于他卦，使以更能始终而人反乎前，知止而能推之无尽，由安行而达于德，至中和以成未遇，而反乎天性之源。上以达无妄之成，下以开以养之正，则物格而知至，义成而心正，思明得名于天下，而至善不失于性命者矣。象曰：向天之渠，道大行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上九居即位乃功成得利之时，而大处之道大行之日也。盖他卦上爻无位，君不适于用；大处以艮之止，止则能行。位培序之后，积累之风，足以充其用于不尽，推其德于不竭。故虽利即位，不独无害于道，且为大行之期，为艮之上爻，反而为前，终以为始。是以止而后行，静而后动。行动出于静止，则行者有本，动者有源，本源不失，乃无尽无竭。此所以上九之战，谓道大行也。大道之行，天下未及，今乃上行天渠，且超物外。物不足以诱之，人不足以居之。
则凡天上下，莫不可达，称为大行。不亦宜乎？又道者，天道也。天道自天衢行，则天以下无不随所至而至，随所失而不，随所取而得。是凡天以下者，均在道中以生以成，以育以化，此成处之至也。君子以知成德达道，见性正命，而与人物同成同育，此所谓未育之至也。故曰大处，传称为实，谓如天时，生成化育，无不疑也。无不疑，故无不得。天地且以之谓，况其下焉者？万物且以之育，况其上焉者？此大处之成，实为推干大身之用，而广坤代中之功。人道于世者，天道于世民。君子务处其德，小人务成其身。物我不害而并存，性情不悖而并灵，天人不为而并神。此大处之成，无妄而克推其成。故事以文明，民以康宁，家以和乐，物以繁荣，事以昌盛，业以丰盈。夫大有之富足，大壮之强民，泰之止平，济济之和荣，近者易者，为物生之德育；远者大者，并天地而同春。世上久之大行其道，而爻辞独占其亨也。大处以干固，而备元亨之道；以艮固，而先立贞之行。在内先立其德，在外进推其功，由物而治其知，故不失性情之正；由己而成其物，故不乖于人治之用。此以处谓道，出非为私欲也，而身由之遂；非为奢靡也，而物以之极；非为荒兮也，而情因之事焉。盖有其德，以至于用，乃能大其道，而不为于天时。此卦用重在更能知止也。知止则知足，知止不殆，知足不辱，故能顺承天行，而达于高明体察物力，而正于性命。观夫上九之辞，足以见圣人所重源在道矣。读者要细心体会，方知处之不图处也。君子不费物力，实以因人之情；不为物役，实以全无之性。全卦大致，不外诚信达生而已。所谓利有攸往，不加时急，何非其道之大行，而与物同育同成哉？君子成德，有所谓也。于斯亦信矣。弘教复著，就本合天之衢，或作何字，仿何效灭耳之力，其意过会，不易明解。天衢其可贺者哉？关于是闻道大行具，足见向往之意。时原来象自物合，因更为山，以在山顶，在欲上境，为气于天衢而已。况更下位前，中则有始，元服天行，是象天之衢，即中复于始之意。此传称艮成中始，以中代皆由艮以治之也。周易各卦，各爻皆取原象，周而复始，本无终尽，故六位曰六虚，以其本无常位也。由上而下，则上爻亦可作初爻，是艮之一阳，即干之初九，故曰天衢，即天道之意，由曰干之位也。以其志在反前，故曰象，俗曰至象。正与九三爻上合至句，亦相证明。细读自知。宗主书数，大处卦位复有之象，
四阳二阴，阴以处阳，阳以处阴，二者交相养。不似小处之阴阳相激，不相能也。故曰大处。人只知阴以处阳，而不知阳以处阴，是忘其互助之用，遂失大处之道矣。孟子曰：吾君子莫治小人，吾小人莫养君子。二者相须承用，而后天下平安，国家富庶。有一不达，乱世用生；有一不备，祸至无日。此大处之可贵，而重在上下皆相处也。君子小人非善恶之谓，乃上下之分。上者贵而下者贱。贵则君上官府，父兄尊长；贱则臣仆人民，子弟徒从，以其身份有别，等级有差，而成上下尊卑之治耳。如卦象，干为天，为父，艮为山，为少男，其大小自殊，而干反在下，艮反居上，是其相处之亲切，相须之殷勤，其情其志以可想见。高者抑之，下者扬之，则不平者平矣。平而后安，安而后定，定而后一，一而后大。有国天下者，未有能备私道，而得长治久安也。故大处谓大同之基，同人大有之和，而该太履之象者也。天所以处万物，物亦承顺乎天。山所以处财宝，财亦具藏于山。不处安能成其用？者其德哉？此山天何之为大处？实本于二者之善处耳。大处处自以见小处卦解释，而最要者二义。游戏者言，谓养处，如农家畜生，牛羊之属，俗称六畜，亦曰家畜，亦可留处家中。有益于野禽野兽也。然虽益于野者，其出人自野来，而有野物化为家畜者，正以人之能处之，而物亦安于所处耳。故处谓养，重在能养。无养则无处。养有谓治，处亦不肥壮；养有谓当，处亦不繁滋。是处全依养而来，而必有相得之情，相安之事，如虎狼吃雕之类。除有特别居患者外，无能视为家畜。以其性不易驯，志不易达，则与人难相处，而所养难事。是畜养虽观生活，亦系情谊。处之有之能，恒能以其之能，供人之用，助人之养。其大者，如犬马牛羊，更能忠于其主，勇于所事，而人亦恒重视之，未能以养成其养也。故大处卦爻，多取牛马诸畜以为喻，使以养畜之利，为民生之本，用畜之功，为事业之资。虽古今一时，其致用不殊也。若由大者言，则以养小者推至于大，养畜者推至于人，养物者推至于道，养行者推至于神。则凡为平日生口之需，事业之助，利及于生计，功及于现在者，皆可推而充之，扬而光大之。则所谓处者，不独不限于物，亦不限于人；不独不限于器，亦不限于道。凡关于有益心生性命，有造道德神明，有加于一切有形无形，皆当视为养之所需，处之当极。此大处象辞，即以处得具名其要也。德也，物也，君子小人之所以易其志也。君子治其大，
故崇德。小人治其细，故重物，而义则盖举之，以德非物不存，物非德不生。二者本末之事，必有物使明其德，有德使成其物，各爻分别述之，以见其用之无宣制，即以明天下万物，莫不有其生成之虚。而圣人诚信立成，莫不有其成人成物之道也。大处以处欲为义，故重在培养积聚，而至于广厚众多，谓不如是，不称其处也。但处有以处将处与正处之时，即过去未来与现在，由时谓别之。在前谓以处，以其本有所处欲也；在后谓将处，言其有待于处也；在现在谓正处，言其方从事于处也。而卦爻则分配其时位，以服于此三者之处。盖处既以多为治，则不连其聚；既以后为用，则不嫌其盈。以处者，求其更增；将处者，求其益极；正处者，则因其有而推之于大，因其富而扩之于久。大且久，得之日盛，业之日隆。此处之因时而兴，因位而彰，无不有其用也。在下位则袭风吕后之余，而免其纪少前列；在上位则成时至公之际，而被位启迪后人。是无问时谓之如何，其至于处则同，象称处德，以多事前言往行为要。此可知处之非限于一时一地，一人一事之所及，必究诸古习，真于远大，足为处之本，而后推之用也。以前言往行，古人之处，而多事之，则我之处。处于我者既多，则用于天下者亦富。此以我之处，复成天下之处。处以无尽，用乃不穷。故有处必求日积，必物益充，而备之于前，补之于后，多识于上下，取息于远近，以共成其处。斯谓卦之代用，亦各爻辞之所取义也。大处64652两爻，亦包浅深精粗，就粗浅言。处即家处，64之牛，65之豕，与93之马，皆家处也。而93称马不及牛豕者，以阳爻为阴所处，阳刚难驯，良马难御，故不易处，而非常人所得尽处之也。在游牧之地，边塞之区，或多处之。而中国除军阵外，仅备为远行异地者，其数亦不多。北方或有以待耕，及负载之用，工业之需，就非如牛豕家处之者，既多且异也。即以游牧北的之处马论，要役奴台下4者多，而计则不恒见，其不易处，盖可知矣。此93爻辞，以良马之处为喻，而其喻之也，亦非牛豕之故牙，可以尽治之，驯服之，必有余谓之勇士，遂其追逐之雄心，而后可得其用以利于远行，故曰利坚贞，明其用之匪易，而易之必有备也。坚者人之艰难，贞者守之谨慎，皆言93之处，乃如不羁之马，飞奔之驷，乘刚越险，不畏艰阻，以其力之足胜，则其成也多功；以其得之不义，则其义之也必胜。此比于君子之处得以尽于道，孰生以及于世，其治之也难。
其达也必大，其行之也愤，其止也必过。斯不独为一时一的之用矣也。得之日朝，夜之日者，则以干之行健，有如天马行空；道之大身，有如云龙行雨。其恩威赫异，生光发黄，是皆干之本用，天之至德。而九三称之良马追逐，言其力有攸往，足以服彖辞不加食之极，充大处之实用者也。至6465，则有训焉。以二者皆阴柔，为刚所处，其德故异，其欲不难。故以牛使为御，以剑所处越重，智用越细，所行越庸，成功越小。此平民之所至，有异乎大人君子者欤？读者系一三爻之辞，当可辨大处本末精粗之用矣。又小处卦用，与大处颇可通。大处以艮乾合，小处则巽乾合，其下皆干，是痛也。唯小处之巽乃阴卦，大处之艮则阳卦。而以爻言，巽指一阴，艮则二阴，故所处有大小之殊也。处者，欲也，吉也。阳以处阴，则阴多称大；阴以遇阳，则阳多亦称大。处在多积，则小处以积为丰也；处在广域，则小处以域为大也。故大小处之意，全在阴爻多寡。大处本取阴阳相遇为用，较小处以阳处阴者，更进一层，为小处一阴孤行，不克多遇阳也。然其用皆由阴在阳中，而阳不相害。大处有以阴的上正位，其势以大，能与阳同域，虽卦上下皆阳，而合之则人为一阴一阳，此卦利也。大过二女，而合后则成一夫一妇之象。家人卦亦然，只观其辞，可见卦自分阴阳，不以原卦为拟也。小处虽巽为阴，为父与长女配合之象，实则人成夫妇之利。故爻辞有反目载父之语。而天下以养育称者，莫先于夫妻配偶。推之物类，雌雄聘母，皆夫妻也。必先有夫妻，而后有生育。未有孤阳独阴自生育者，此大小处以育为用。君取夫妇配偶为育，而大处推及物类，更引铜牛粉使良马为正，亦名生育之功。必先有其良好之配偶。正如人类必先有和顺夫妇，方能有贤孝子孙。夫妇为人道之首，君子之道所造端。可见一切生育，原在阴阳之德协和也。万物莫不生于天地，莫不育于阴阳，而必在既交既合之后，此凡人所知也。为民育养之道，必从二气之洽相合偶，并不在一阴一阳多寡之分，而在阴与阳至行之协。此大小育之用，以阴少而得阳为本。阴能从阳，阳乃就阴，方谓至道，方见真欲。阳则性也，阴则情也，唯能相协，乃至中和。而后天得以位，万物以育。此中庸首章所讲，实基于大小处之用。读者须会通之。一卦正下艮上，宣圣讲义。一卦相位正艮合，上艮下震，为二阳四阴卦。阳在两端，阴居中，上下始终皆阳，而内包四阴。卦象颇类中孚，不过中孚阳多于阴，宜则阴多于阳耳。
又大象类离，离亦中虚，阴在阳中，为离阴少。而所类者三位之离，非众卦也。此一卦虽与离相似，就不同，却与中伏体用有相类处，以阴虚阳实，时中寒虚，为天道下行，地道上升之意。虽非如太宇纪纪，而其环行周流，从中复始，实相的居天中。大气环行于四维，行在气里周回无尽，则阳者为外以为故，阴者持中而不逾，刚者周行以为度，柔者自保而不挠，故谓虚中善纳，强外能冲之道。譬诸器物，中虚能容，外固不与，此相虚成用，而交易以至于道者也。易之卦象最善者，莫过于中孚。中孚即中和也，外刚以成其中，内柔以达于和。如人性情两正，体用兼善，则在己克止至善，以成其性；在物克明明德，以推其道。此圣公王道，人治备治者也，故曰中孚。而一亦有四焉：一虽阴多于阳，而阳贵，取物以养性，而性不异于物；阴情以见道，而道不避于情，是能服中孚之意，而成以养之道也。夫宜之卦象，前以示于士科，士科以离合正，九四一阳，如物在仪中，是人之食在口中，即以养生为义也。仪则以艮易离，中连四阴，既非如士科之寒物，不得为口食之象，而反是为养者，是非重在食也。食或重矣，亦非必在口中，虽非口含有物，而人不失于养，则以口宜寄居，即有食物之用，虽不见其实，而必须可知。故辞名士之曰：观宜自求口实，言既有疑，自呆于时。虚者善受，则不容其刨瓜之细，而不求实也。既志在求实，则仅不见其实，如士科之寒物，而可测其必充宜之用，以达夫养之之道。是实不实，不在见物，而养之有待于时，以圣明。故宜不图具也。为实而有宜，为养而有实，是宜者养也。用宜即以成其养，无养不足以服宜，无宜不足以称养，而养之为道，亦非图宜。为宜故为养用，而所养不止于宜，则以宜之为物小，而取类大，为明镜，而包益广，求口实一语，企图甘肥之事，齿舌之谋矣哉！夫亦有生亦存焉耳。故重在观，观卦以二阳明于上，而比于日月中天，照极一切，物无遁形，乃明观。阳在上也，宜之上爻一阳，光明下临，万物痛显，其下又有阳以应之，如日月对明，镜烛相射，其光亦大，其观越清，则所以辨于性情别于善恶者，必审；而所以择于物，至于养者，必宜。此虽以一味求口实之养，而所重则在养之得正否也。故传曰：以养正也。蒙卦辞，蒙以养正圣功也。今宜卦亦为养正，足见宜之为养，直彻始终。其出为生命之虚，口腹之养；其至则性道之学，圣贤之养，亦以贯之。原无二致。养正云者，
以卦象言，始终。阳刚，内包阴柔，阴柔本物欲之类。阳刚通性天之真，是以全卦六爻，性情天人，守末终始未尝相违，而互成其用。以刚养柔，则情不乖性；以阴养阳，则天不远人。是所谓中和之功，内外之治，各得其所，而恰宜其用，遂其身。即大人能养其大体，小人能养其小体。物我皆如所养，以生以存，以待以化。天地之养万物，万物亦以自养，此即养之至也，养正之谓也。夫天地之于物也，无一不生，无一不养，而无一不养于正。为正能遂其身，能成其养。所谓正者，性情也，中和也。故蒙卦以之养蒙，以孩提之童，有其天真。老是所谓和之至也，喜怒哀乐，发皆终结，衣食完好，是皆和度，是即正也。从而欲之充之，以保太和；全之成之，以服天性，即养正也。是养正必始于蒙，物皆有蒙，不独人也。人谓最显，故蒙养法于同蒙，真于口实，为其易解易明也。此以与蒙，皆以养正为用焉。宜又泛指一切之养者，物皆有生，皆求其养，则皆有取于宜，以求口实，以达其全身遂身之养。再出虽口腹之欲，其中实性命之正，盖本干之大身，而道变化，重在正性命，保太和，以成立真之德。艮正二阳，皆自前出，而居始终，扩一切。凡生成变化，莫能外之。故卦取其和，以见养正之道所本也。艮止而震动，正木也，为万物之始，如春之萌动。艮土也，为万物之成，如德之后载。二者合得，则生者成之，动者载之，有本有末，克始克终。此为养正之大则，而宜之所以成用也。艮止于外，震动于内。艮以静而待坤顺成，正以愤而体干行健。此刚柔相得，阴阳克协，以尽天地之用，而达生成之功，是即养也。养正之所者也。由爻言之，二阳四阴，阳本奇，阴本偶，奇偶相配也。阳数9，阴数6，阴得阳2/3，阳数18，阴数24，合之得42，恰符人物生成之数，以与天地效，不相犯而相符。阳位于四方，阴守于中央，此天地之象，而有类中孚之行，故能养正不偏于情欲，志性不利于柔刚。此取象之妙，成用之脏，有非人所谓。思天道自然之章，乃次大处而民物我之养，依其相处，更充其相成之道，则人服于道之一阴一阳也。读者就卦爻之象，细玩味之，则可见易教之善，文王周公之甚矣。一卦上艮下震，中户坤卦，其往来大过，其反为小过，皆四阴或四阳，刚柔不平均，而宜则以阳包阴，且兼中始，故谓吉卦，而近于中孚。凡阴阳不平均者，其形亦失中，独中孚与宜得中，
其反对大小过，则失中矣。故名过。过犹不及，小过与宜，指上下异位。大过则反为阳多阴少，阳4爻，阴2爻，而皆以阴包阳，阴兼中始，阴胜于阳，故为过。大过以阳多受侮于阴，故曰大过。小过以阳少受侮于阴，故曰小过。阴阳少亦受侮，其过尤小。若阳多而见侮，是过以大也。然以时谓之义，禁欲之书，或宜或否，原无定论。如阴盛之际，阳自趋，而阳生之时，阴亦消，此天地自然之理数也。地以人道谓言，阳宜阳，阴宜义，阳主外，阴主内，方谓正轨。义志即以此为准则，而名阳袭为父，阳消为包，以见阳之不可无也。大小过之名，皆以阳受阴破为律，以阳反在内，受阴之包围，而失其刚健之道，此可虑也。故曰过。过由失也，以与大过，本为往来卦，而恰相对，以艮对兑，正对巽也。阴反成阳，柔反为刚，一益其位，乃失中行，故宜为养。而过为伤，宜则近于中和，过则害于善良。存信则得其正，从欲则逢其殃。以理治情，思为修养，自情训物，乃类癫狂，故宜为吉。而大过为凶，体天道之有常，宜事物之用中。阳刚以顺于性，阴柔乃成其盟，宜有德之君子。大过则无形之矫同，此2卦之意趣，而实用以难通也。夫宜大过皆独立卦，与小过中孚同，小过反对谓中孚，其爻异也。乾坤坎离皆然，皆以爻为阴阳之意，而谓对卦，然非如他卦之能反复成2卦也，故名独立卦。如宜大过，虽反复不变，若大处反复则谓无望。是2卦合为一卦者，为上述乾坤坎离大小过中孚与宜8卦一焉。此周易列序卦次，取反复卦外，即以相对者，谓连续往来，名不外一阴一阳之谓道。而爻谓刚柔，相以服，相生化，无有以时。如宜之与大过，虽非反复，却成往来，阴即变阳，阳中生阴，乃天地定序，不待反复而后明也。是用一必之大过，乃本末终始之事，知其有过，得其以养，图至于以养，未有不留为大过者矣。故2卦乃相对而相济，如物之有正反面也。宜虽与大过往复，而与中孚相类，以中孚与小过往复也。宜为养以示于中和，则中孚亦宜于修养之卦。在天道，中孚为冬至，一阳来复之时，而人道象之，亦为一元将始之象。以人生日日生息，元气循行，周而复始，如夜半子时，阳气出生，生机乃动。而修道者特重此机，名曰活子时，时即元气之萌动也。而以正之一阳在下，正如复之下卦，阳出奋正，而生机出发，其生息可至无限，此诚可贵者也。更以宜之上卦为艮，艮止也，其上爻一阳，如日中天，光明下照，
又如人灵明上发，性光澄澈，渣滓都消。是道公将成之后，性灵上达之时，其在初谓之止而后有定，必习万虑，尽一心，归于至一，保和太和。而在中，则未成而明，大而化，中和并治，谓欲同成，以服于前缘，而同于太极。思二卦之和，实为内修玄妙之功。由人入天，由情归性，以生生不息，而达乎至诚无息，以为物不二，而基于无声无嗅。此故始终一贯功夫，非徒如蒙之养正义也。故以养者，小之则日食言，生之事；大之则诚信存诚之功；近之则取物善生之为；远之则通天立命之境。是所谓养者，岂图口实之求哉？然就口实言，亦正有深意。以无人生命虚敷饮食，而精气通于天地；口腹关于世欲，而吐纳皆于灵明，皆口实之所求，不必专为输水也。修辞立其成，则之言同于养气；无息急于悠久，则呼吸贵于高粱。味道者审夫精华，则具含无非学问。知音者明于天籁，则笑歌直动神天。是皆养气养神之所先，亦修性修心之必重。是口实二字，虽浅之属于饮食，而推之，则凡有欲无心生，足厌无性情者，皆可出入此宜，而互成其养也。亦之是交，往往如是。由浅欲深，由粗欲滞，苟不推所至尽，必茫然于古人之辞。此故古今文言有书，时事忌讳不一，法语难罄，曲辟最宜。要之宜之为卦，取更正之一动一静，分刚柔而为内为外，上少大处之业，下真大过之变。是皆谓义之至精，而习之所必审者，宁能囫囵吞枣，具谓宜之养止于求口实也耶？宜贞吉，观宜，自求口实，宣圣讲义，此一卦彖群也。宜取象于人之口宜，故自从也。名在面也。宜居夹间而加口，口主饮食，言语之道，一义与其则。卦取外实内虚，以象如口，口之中空，合下动上止之用，如齿牙之丝出纳，故宜用为养，而济大处以充其欲，大处之欲以滋养，宜之养以育物，是我与物交相为利也。人之生也，赖食饮以为养，食饮虚物以为料，此以养之先必处物也，而宜之至意在取物以充其养，故曰自求口实。宜处于物之先，即物之主。有物则利者，宜以物为利，乃有贞吉之战。盖贞与利，一主一宾，一内一外。贞者主也，内也；利者宾也，外也。由实言之，则口为主，物为宾，养在内，处在外。此贞吉者，正以成其利用也。如人无口，将何以食？无养，将何用处？我之不存，何有于物？此贞乃先利，而为宜之所本也。为贞乃吉，故贞吉及养正之功。譬诸蒙养，必先保其天性，全其良知，而后克就于正。若图着丧其灵明，毁灭其志性，是由屈其柳以为器，
萧御史以为行，虽见其功，以失其本来面目，则何贵乎养哉？辟诸雕饰之美，人也；而为乎天，刻画之巧，匠也；而备乎性，皆非养正之道也。人性本善，习与为恶，苟见其恶，谓之性臣，是不知情性之变者也。异于乾卦，但曰各正性命，保和太和，乃立贞。不言毁性为正，灭良为和者，臣以立贞原性情之真，中和时变化之源也。故性命只求其正，太和指其保和，他无所谓也。是臣养正之大则，亦即宜贞吉之精义也。贞以正性，而立服于情，口腹虽得其实，而不逊于物欲；身心虽得其养，而不乖于天性。此贞吉乃成物力，以达养正之道矣。故重在官，为官乃便于情位，别于正邪，明于物我，以正于性命。若蒙焉不求其故，昧然不知所以。见时则欲，欲物则贪。是养之是以害之，生之是以戕之，更何有以养之用哉？此观矣者，未审其养，而甚于所皆耳。虽口不能无食，身不能无养，而必先明其所宜，察其所安，方求之以应其所需，纳之以服其所容。故曰官宜自求口实。实者，诚也，勤也，不虚也，不畏也，忠也，仪也，不偏也，不过也，恰如其分也，各得其所也。此乃以养之道，而守在自观自求也。如人食饮必饥渴之时，取物必结好之品，方合于养生，而无害于物，无伤于己，此利用也。不然非病则苦，非废则殃。同宜求口实，而有宜与过之别焉。故重在官仪，未必服于以养之道，而后求之也。彖曰：宜贞吉，养正则吉也。官仪，观其所养也；自求口实，观其自养也。天地养万物，圣人养贤以及万民，宜之实大矣哉！宣圣讲义，此身是彖辞之意，民宜之待用也。以下动上止未用，动而止，则所行不逾矩，终始以道，不失其正，则养不悖于性，利不害于身。且内虚则善求，外实则善语。传称灵官，一语一求，亦以其德用言也。宜之更正，皆二阴一阳，各与所求，而不呆于外，故能真以邪极，更德在静止，而光明在上，正用在分心，而刚健在下。合则有一官二卦，交互成用之象，求在己，而物不干，则我身自在；物相应，而养不愧，则我身有贞。此能服贞吉之战，而克称养正之道也。官仪官字，一本官卦，以艮一阳上明，能照一切也。而宜则以观其养为用，盖不贪于物，不自于情，则所养何道？非如鸟兽，图求宝玉也。养必称夫欲，即生成才培之意。生者成之，栽者培之，此天道也。而人亦法之，不养之养，胜于无养。故养不在物而在己，此自求口实，即观其自养之意。
自养不待外物，则谓真养。苟需外物，而不免于贪求，是养反为害。所谓自求口实，必反省口之所宜，而辨其实之道。以虚则目实，天地之道也。虚而实之，乃服中和；不实不虚，乃达天德。若虚而不实，其必在空，是不及也；实而过当，其必在志，是太过也。皆利中和，皆乖乎养。天地养万物，即在此虚实得宜。冬寒则季以春和，夏暑则成以秋清，皆虚实之推移，即所谓盈虚消息之数理。天地不待于外，而物得其养，则人之为养；亦不得求诸外，而贵在自养。圣人则不独自养，且因而推及于养贤与万民。此即中庸成者成己成物之意，以充性之德，而体天地之道。故不止养己，必兼养天下也。养己养也，养天下亦养也，同一道而治。故圣人养贤以及万民，虽养人之大，恰如其自养之小；以天地养万物，恰如其自养。天不为万物而养，圣人亦不为天下而养。所养近，而所及远；所养一，而所推重。此圣人之养民，本乎天道，发乎天性者也。使客称以养之用，而全其生生之功。天以生成栽培之道养万物，圣人亦如之。所养如时之宜，春生之，夏长之，秋成之，冬藏之。时若不同，谓养则一，以不被生成栽培之力，故其功莫名，其力莫大。未能服震动以发于始，因更止以成于中，则无时不宜，无的不是。所谓盈虚消息，而不见其机；发育变化，而不知其故也。宜之用合于天时，宜之到达于天地，故曰宜之时大矣哉。且宜以顺时成养故矣。而其妙用，则在因时自养。如人夏可冬求，饥餐可饮，不待外物来告，而自知治之，是即时用之道。而君子则更进焉，饮食之外，尚求其不饮不食之道；衣服之余，尚求其不衣不服之功。此则充自养之意，而失天之无畏。如道者，修持山林前行遁世，不求闻达，以遂其身，全其性，斯亦自养之一端，但非所欲于大众也。吐纳天地，摄取日月，忘形去之，一精同气，则何待乎饮食？以无饥渴也。何须于衣服？以无寒暑也。此乃道生道养之愁，而超乎向外者也。则其自求口实者，不在寻常之物，而属天地之精，日月之华。虽有所难之，亦养之别具一格者，不得谓无是人也。盖圣人之养，恒异常人。虽是交不以其高，而成道因之玄极。故言养必先观其所养，则知其所成。至于不孝，有虚于养则一。此天地养万物，莫不顺其自然。而圣人养人，亦必视其自性必也。各得其所，各如其分，而后塞之不害。此宜之实用未大矣。时中不失，则夏虫不必与冰，松柏自然后凋，性之至也。故贤贤必以礼，
人民必以勤。圣人不外推信之德，成人治之用而已。养义而所成万殊，仪同而所致有类，非诱他道，亦为充其实用耳。故曰仪之实大矣哉。象曰：山下有雷。仪，君子以慎言语，节饮食，宣慎讲义。此仪全卦象辞，声明卦象之意，并是人道之则也。仪以更正合。山下有雷之象，山静而雷动，山阴而雷阳。艮虽少南，以卦言，则阴也。谓阴长阳消耳。震则谓阳长阴消之象，故谓阳。阳出山下，与复之阳出的中正相类，不过更谓山高出地面耳。雷自山下发，亦较出地中者不同，以阳气以壮，而上的艮之一阳相应，故用亦复，而成动止相以之宜。宜既取震雷之动，又因艮山之止，上下相磨，始终有节，故宜谓养。明其动止有度，作息以时，如人之修养也。天以40修养万物，亦如人之日作夜习，出劳终逸，相与调剂，以遂其生成也。人物皆然。作者必习，劳者有益。苟作而不习，劳而不益，是徒耗其精力，而无以继。若习而不作，益而不劳，是亦待其形神，而无以存。二者宜不及，宜太过，皆被生生之理，即非所以为养也。此亦以一是养生之道，不外民夫作息有时，劳亦有度而已。故宜以山下有雷成象，见动止之相虚成用也。唯其相虚未用，则可知动者不可过动，止者不可过止。止之失时，是犹无止；动之失度，是犹不动。过犹不及，力反成害。善为养者，知劳逸之当均，而作息之必长。均则事功成，而精力能久；长则得业者，而形神不殃。是以君子于此必有所敬意。人之养也，不必先务高深，而在日用之细；不必先求美好，而在寻常之中。故必慎言语，节饮食，以循乎养生之道，而达宜之待用也。盖言语者，亦劳逸之所关；饮食者，即作息之所系。人日勤于业，则赖饮食以培其精力；日皆于物，则须言语以畅其行。神不独此也。呼吸笑歌，莫非生气之通；如吐举寒，莫非口齿之利。而辩真不与笑语同情，肥甘不与疏水同用。贵妇贫贱，各异所宜；至于贤否，各殊所好。是皆为养生之所必慎，亦君子之所先谨也。故慎言语，无非养气；亦以养德。节饮食，无非养生；亦以好身。物我相成，则皆得其养；出纳相应，则皆遂其身。宜者口之所关，乃独举此以示人道焉。推而言之，则养德者养其性，生物者主其心。人物同成，天人共顺，则养之至者，宜之所谓大也。宜即大处成用。在大处象辞曰：君子多事前言往行。宜象辞则曰：君子以慎言语。二卦合参，可见圣人立教之意。大处重在处，故以多事为先。
宜重在养，故以慎言为本，而一出一纳，一学一行，亦关乎古习，一系于己身，其道不同，而只去则一。学业务求其多，故大处之旨，在处其德；养生务求其简，故宜之止，在谨小慎微。君子对人以宽，取师有必薄，未能益我身心也。持己以严，出言行必约，未克免于就利也。合而言之，皆得修养之道。大处以育为本，故重在取；以养为志，故重在语。虽求口实，必介于贪，不似学问，求其博也。虽习言行，必至于多，不似言语至于甚也。此君子于物我之界必分明，而日用寻常之间，不得稍忽略，亦不外体天时代谢之道，推性情善恶之变，明人道真理之行，而其余人物痛陈之效耳。宗主附注：一卦象辞曰：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，此亦不独关乎养生之道，且为处世皆物，趋吉避凶之要旨。盖言语饮食，为人事日用所系，偶不慎节，则灾害随至，多轻误事，酗酒招尤，贪食受毒，纵视假货，历来史册，时时见之。此饮食不节之官吉凶也。至于言语，则更甚焉。厉骂叫嚣，因非君子之行；谄谄阿谀，亦属正室之耻。即令能言取喻，雄辩称才，而一语足以生是非，骗词可以移忧悔。所谓快人快语者，多为仇怨之媒；直口直言者，折至身家之类。是虽理的气壮，是正心功，犹不宜尽见敷言，广流其语。所谓四不及舌，故不仅为失言者则也。故传曰：及人之辞寡，以见言语之甚，实为君子敌极之道。而其所成，则亦养之一端。此象辞以知明人道之所贵，者亦教之所本，为口舌之所思，及善恶之所别，一出一入，或灾或祥，是皆宜之所包，而在人之善为变耳。初九，舍尔灵龟，观我朵颐，兄宣圣讲义。此宜初九爻辞也。初九即正之初爻，一阳居下，本分巽之象，怀生腾之志，与正卦用同，而其上皆艮，艮以静止为用，是初九与上爻不相能也。不相能，则好自用；不肯静止，则乐于动。而宜之志在养，养而不克自抑，则将为情欲示纵，为口腹示训。此爻辞有舍尔灵龟观我朵颐之喻也。朵颐，言宜下垂，口欲动而齿以张，则宜下垂，不复自持，犹见实垂涎之意。灵龟者，不以决疑之句，取其静止而能通于神，默息而能纳于气。凡有所疑，必决于神。以参其气者，皆用龟以补之，以其通神明，达天道，可视吉凶，辨祸福，故曰灵。言其通灵也。灵龟未卜，不外甚谨之意。古人大事，必决于神；即非大事，如有疑者，亦多补之，为防毒害，而格外审慎也。饮食日用细事，而以非时令补焉。今初九，
因情欲之动，妄利害之大，尽舍弃灵龟，而为朵颐之可观。亦若曰我爱食，则食之耳。昔用卜，盖观疑之以惰，是时治之以明。有物欲避于前，不复求事理之正否，图口腹一时之快，更不论养之当否。此所以战凶也。初九本正之动，上与六三六四阴，一阳一阴，而刚柔异，其志不协，而有主客之殊。而我者，客与主也。初九为主，六四为客。初九刚动，六四柔静，故朵颐属我。而灵龟为客也。夫阴与阳，贵和谐以相得，今不相从。事虽有时，不足为养。食故在口，而害亦极深。是乖以养正之道，而绝其避凶也。爻辞取欲图物，人多为名，为其一振奋之气，不克自制，舍尔灵龟，慎言之也。由曰不顾一切，唯口实之求，则观其朵颐，足以明其志与行矣。人情之难遏，物欲之可为，甚矣哉！象曰：观我朵颐，亦不足贵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初九之志，不求于远大之养，而为口腹之徒。以朵颐之士人，其不足取，可以见矣。夫初九本正动之用，苟充之，则足以顺干道之行健，成天下之大身，因万物之初正，直达乎成始成终之艮，庶几生成道备，天地得全，而顺以养正之意，即可于此参其机焉。何权卦言，宜之为用，时该时末，包出尘，以服于中服。而少夫大处者，故传称其养正之功。今但就出九一爻，不能顺遂其大用，克充其大养，图快一时之欲，而图小体之养，尚不能因成言之艮，以全其始终，竟不能服于中服，以正其养育，远不能归于前见，以正其性命。保和太和，虽有朵颐之官，而反立乎力争之道，此所以不足贵。且因以战凶也。一卦全卦，均以养为用，而以养之大小疏其吉凶，大抵就其小体之养。屠夫目前之安者为凶，明乎大体之养；志在修成之道者为吉。故在下卦三爻多凶，上卦三爻则吉。为下卦图用正之动，而不克制其物欲；上卦则能用艮之止，而反以全其性天。一刚一柔，一动一止，天理人欲之变，性命情欲之分，即在正艮二者之间。读者苟就六爻战辞细思之，当可了然圣人之意矣。62. 颠颐、孚经、余秋颐、真凶。宣圣讲义，此一62爻辞也。颠由道也，孚由逆也，秋由后也，经由利也。爻辞文义甚奥，后人多不视之。盖62以阴柔居正位，阴者逆行，故皆取道逆之意。而颠颐又见于64，孚经又见于65，则以皆阴柔，而所居位有异耳。62与64本同宫，而与65则位内外正位，不过爻位有刚柔之分耳。以宜重在养，养多资于物，是以阳恒极阴为养，而阴亦赖阳以养。宜上下各以其阴养其阳，
而因依赖阳以自养焉，故正自养正，艮自养艮，合而为用，则上下亦相养，而有顺逆之别焉。颠以取逆养之意，在下为阴逆以养阳，在上则为阳逆以养阴，故皆有颠伏之辞，以动静疏用，主客易位。在下为顺，在上为逆，在上为顺，在下为逆，虽同为逆，其用不同。后人多混而视之，乃乖元辞之旨。读者要当细辨之。六二爻居正位，而不得协于上，则反求于出，以阴至静阳，而是以为养也。反求为逆，故曰颠夷。由道相养之意，夫亦逆也；而含挥扫之意，今者过也。而包总纲之用，丘者如丘陵之基，山腹之高，言其后也。夫今言为总纲，而挥去其所阅历，以六二颠夷，不在寻常之养，而至于颠倒之情，则所立者皆成机，而所望者有多机。此有小人之自奉，此素素，于古与乌，盈盈异异，于今与素，以为的所养，而不复至于远大。其为所限，有可守之资；其实所读，无可与之助，乃上于颠伏，而成其丘夷。虽养不足称，亦未独善其身之行。此爻辞与其多机，而许其独养，虽道小无见于外，就因其自反，而克全其中。是在一位上无额，而求之于行，即不可得，故战为真凶，以其失同类之情，为大众之志。所谓自己不足以养天下，则虽欲行，亦无功，且有咎，故曰真凶。明其既反求于内，自不能再推及诸外；既独善其身，自不得再施及于物。一大一细，一狭一宽，谓道不同，即凶自异也。六二颠夷之象，故自应反求阳见之，而合全卦言，则以六二之变，当为山则损，损下益上，即损人利己，与义相反，故其象为颠伏，其成为丘。言其虽求于出，而逆出之志，虽就于阳，而为阳之行，阳生而志在外。今六二时与之反，故取颠伏之辞，而物由之具，财由之多，是丘夷之成，即在颠伏之效。盖物以好聚，财以至昭。六二的正位，聚之所往，苟一意求之。天下未有不应者，辟之国之女后，好敛财货，则臣妾孰不争先奉之哉？不过所积虽多，所处如丘，而所用不在大，所至为一人之养，所成图物好之谋。是虽居其位，不足与有位；宜其时，不足与有形。则所立陷于左右之间，所引止于口腹之事，此不利于真，乃礼数之必然，非仅为人事也。夫其所与之志，乖其所合之情，亲且不能久要，况疏远乎？故六二之客自存，实赖有其正位耳。象曰：六二真凶，行师类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六二真凶，以不得同类之助，即由阴至求阳，而反诸内，不复及于外，遂失其同类，徒自成其颠伏之养耳。
63伏夷，真凶。10年勿用，无忧虑。宣圣讲义。此一63爻辞也。伏亦如前。伏夷亦逆养之意，谓63一阴，以反求于出，而失其上之阴也。本以上阴为正，今乃自远，不克制于上，遂反而就下，其道已疏，不若62之进于出，且得正位也。故62可守，而真则凶；63则真守亦凶，行亦无力。是63不及62，由道之相违，情之相悖，既不复能合，以求养于上，又不克自珍，以终养于下，进退维谷，乃至10年勿用，而无忧虑。10年者，数之至也。63居内外之交，本以交合为用，今以情志所迫，反而自降，失其用矣。故10年勿用，是理之当然。既不能用，更惜利哉？此爻辞明其战之不及也。夫63之不及，故由颠覆，以备乎以养之道，而所以然者，实以卦爻之变。63变则为山火奔，奔至于世，亨道乃尽，不亨则塞。斯成否塞之象，故外物见用，而内守凶，行止俱不可。就轻重权衡言，则外求胜于内守，以外行虽不达，尚可免于凶，不过无力耳。若诸守自困，则不独无力，且离真凶之救，以其非如62有正位可守也。总之，不足以治待用，不可以成大养。62、63两爻，皆犯此弊。虽62便于守，守亦不足称；63便于行，行亦无可取。此2爻时以用之所限，而迫于实地，不得不逆行以求全，而因其逆行，乃反一位小过。由上下卦言，则反复承包，以其逆转，下反为上也。若在上卦，则逆且未及，使正与下卦相反，盖上卦之逆，变小过以复于宜，变包以反于复，故在上逆未及，而在下逆乃凶也。象曰：10年勿用，道大备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卦爻之道，由下而上为顺，反之为逆。63伏夷以逆为用，故曰道大备也。明其行止都不易，唯有审慎以求合于上，而无徒自珍以绝外缘之因。由此以尽64，则可转位极矣。所谓伏夷，总不离逆行成养之意，即自别于寻常之道，而图心意之方。如天时之由冬而春，由夏而秋，贵在改革以顺时自养。此是彖辞之大义，读者要当细思之。64颠夷吉，虎视眈眈，其欲逐逐。59宣圣讲义。此一64爻辞也。64居上卦之始，为艮卦之64爻。艮以一阳在上，下2应受其父义，如物之聚于屋宇之下，又如日月中天，万物皆在其光照之中。此有类于官卦也。阴者下降，今乐进阳，而上行，故曰颠，亦逆行之意，但与62之颠夷略别。62属下卦，以反而就出九，乃本卦为逆行。64即一阴爻由降变升，以轻乎上，乃本爻得逆上，
故皆有颠夷之称。而吉凶大异。6·3以阴反而下，其势顺，足以阻阳之上升，故不及。6·4则以降为升，其行坚，不独无害于阳，且为阳之所照临，湛然相应，如月之映水，光明有加，故吉。以毅力重阳，阳的势则吉，反则凶。而6·4互讽的官，有光华下照之象，便为火雷噬科，又有刚柔相合之意。此6·4颠夷未吉也。既以阴爻上阴于阳，则阳明之下临，其势颇张，故有虎视眈眈之誉。盖阳以阴贵，阳上而反下照，其光赫然。阴虽重，莫与之抗，其势勃然，故比之虎视，且更谓虎。虎亦为训，风也。风从虎，乃有虎之称，非真虎也。壮其力之大，而志之猛，得的与时，有如虎耳。虎狼之物，以暴虐求口实，其情贪，其性志，其惧也故，其奔也急，其有图也。狠戾刚愎，不习于物，不顾其后，遂为人所憎恶。而为虎狼者，不自觉也，以其逞于物欲，训于私事，图利于目前之德，不恤其前后之师，而其欲逐逐，有如奔马不可复止，疾损不可复留，故曰逐逐。与大畜良马逐逐自一异，言其追逐之情，所行直前不回，一往不返也。然6·4虽有虎视之象，欲逐之情，乃由外来，非官己得，故战无咎。民夫外患虽利，不足为害，而内忧乃真可虑。何以言之？则由6·4本阴柔之用，顺境之道，不恃其重，而乐其上轻，不逞其私，而好与强竞，愿犯艰险，以道求顺，愿甘屈辱，以大事小。此如太旺之欲勋欲，文王之事殷纣，唯虑得之未达，不计利之可逮，故能避其害，以成其利，遏其祸，以邀其福，而终战无咎矣。象曰：颠夷之极，上师光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6·4本在中爻，而有颠夷虎视之辞，则由于的上九之照应也，故曰上师。上即上九，光指阳言，师者下逮之意，以爻言。6·4只有颠夷之象，本应上求阳之意，而求者必阴，刚柔相济，乃得上之下师，可见虎视二句，非6·4故有，实由上九下极之辞，故以彼之外来之威胁，而不在上九爻，却疑于6·4者，以上九之师，恰为6·4之阴。6·4上求之情被切，且中隔6·5，若爻辞不明言，则人或忽于上师之意，而不知6·4之用也。上九一阳，元复二阴，非但6·4受其师也，因6·5得中位，其本身较强，而近于上九，其相的较密，不必言师，以可得其相互之情，明其相养之道。为6·4所居既远，所本甚微，北以望高，下以叛上，不得正位，则不克自存，唯赖有上九之师，使或战颠夷之极，而虎视二句，故属上九之下临，
以六四之卑为，越绝破邪之恐极。然六四之用，正在依此破邪，而性保全，非如六五的位自固，不必专赖外力。且六五上九，情轻激耳，己无复内外之疆，上下之界，盖以由下而居中，反足以持中以御外。故六五虽同受施于上九，而不觉威胁于虎狼，其处的不同，则其致用各异也。此虎是玉竹之玉，只见于六四一爻，而威胁之来，反以致其上施之用。圣人恐人不明六四之颠夷，既战未及，何又有虎视之害？既有害矣，何复有无救之辞？前后不符，疑难莫解。乃于是闻明示其故，指六四之战，全由上九下施之光而来，不必以为害义也。夫一代用在养正，六四不克自养，必赖于上九。上九平临义气，是六四于建立还因，虽微加于外，而恩育其中；虽欲见乎情，而失光其用。此刚柔相济之道，足以明养正之方。果足自养，则无多求于人；若难自存，则宜善事其上。是单单逐逐，在彼为恶德，在我反为恩师。以各爻权取逆行，必于逆中求顺，反中求正。人逐情欲，我正性命；人贪物力，我保天道。而其中即足以转祸为福，易灾未详，屡险如夷，知难就易。此故圣人因时致用之道，亦即一卦随时养正之功。学者务图是文字之古，而望象爻之用也。六五，夫经，居贞吉，不可涉大川。宣圣讲义，彼宜六五爻辞也。六五居外卦正位，以阴加阳，按之他卦，因为全体主位，而以阳贵。阳爻在出上，即主爻亦随之，且上卦位艮，艮之用在上爻，一阳居上，群阴听命，此以主爻在上九也。既从阳爻之主，则六五当顺以求和于上，阴者下降，反而上行，且为常理。以中爻听命于外，故爻辞曰弗经，与六二同。盖六二位内卦中位，亦不主内卦，而反听命于初九，是为义之原力，而称弗经也。然六五之弗经，却异于六二，则以内外之地不同，动止之用不类，进退之数不一，顺逆之道不伦。六二原因向上，而反以求养于下，被夫愤训之用，阻其身达之力，使正之道不能畅行，而与上之艮，有背驰之过。故六二不足以有位，而战真凶也。六五则不然，因近于上九，的皆于阳明，而上九以下照之光，实服于中位，又以艮止之道，因克从阳，以知止自贞，柔克顺刚，以守静自养。阴阳既协，内外相合，刚柔既调，物我相济，此以逆成顺，以偏至正之道也。故六五未及，而异乎六二者也。阴以自摄，则在位不骄；柔以对人，则所欲有得。不骄则无忝于位，有的则可安于中，是以能协居贞之极，而善自全也。居以位严，贞以德严，有德有位，无诈无余，故曰居贞。
言六五在外卦正位，而能如内之守贞不失也。六三真凶，以不可守也。六五真吉，亦可守也。外志在行，而六五以守，以其阴柔无事，逼于上九之阳刚，既不可进，复不能退，唯有守卫自固，顺时交临，不求于远，以犯艰险，不至于外，以急祸乱。此六五坑坑自保之道，不以夸大招谦有也。故爻辞曰：不可涉大川，为其不利远行，不宜越险。本承乾之德，无超腾之资，乃失德之使然，善于养正之所至也。六五求养于上，虽较六四未易，而以险之难行，柔之不大，平易则可畏，艰险则不宜虑。本宜之须以求实，切勿蹈空疏自夸之嫌，因艮之旨意有定，切勿干进退失据之咎。不可涉大川一语，故是爻用之所限，亦借夫人事之造次也。象曰：居贞之吉，顺以从上也。宣圣讲义，彼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六五本正位，而能依阴柔之德，不自主持，顺从上九之阳，乃得占居贞之吉，即民宜之为用。再能舍己从人，无贪恶好，而逐于情欲，则性命自正，身心的养。其重要处，在以真成立，以道全身。盖养有大小，而生成之本，不在物欲之冲，而在性情之得正；不在外来之养，而在保存之事宜。六五虽顺以从上，非弃其所守也，乃因顺以自全其真，因从以自处于正。故爻辞特皆居贞二字，明示在进退之外，先续其所守，亦即指出在外物之余，先尽其所养。养己而后养人，养人而后养物，情也，性也，不可混而益之，则自求口实，不图饮食之需。而君子所慎，正在饮食言语之内。关于六五居贞之吉，则可见外虽无备于物，而内必先不失其真，非为图随人以生存者也。自六二至六五四爻，所报之志皆同，而所用有别，是即克保其真与否之辩。克自保者，其用自善，其行自急，否则徒为物役，终将生殉，更何足与于养哉？六五互萃卦，变为易卦，萃聚也，易家也。不有德，安能聚？不有道，安能家？以养正，而必本于正，成于艮，正以始之，艮以终之，终始相虚，动止相继。为内者冲而全之，为外者治而止之。物极而不害，生成而不虞，德小而益尽，功大而悦卑。刚以全其天，柔以充其业，此君子自养之道，于六五一爻可以见矣。或以服经，谓不宜于养；不可涉大川，谓不良于行。而以居贞则枯守无聊，顺从则折辱忘耻，是皆不达于宜之用也。宜本中虚外实，由外强中干之体，既无自强之资，必及他山之助，而虚善受，有容乃大，是成德达道。正赖于取盈继虚，头多易卦。六五为阴爻之境，是中虚之极，必资于外，以补益之，
方足充其生辰之用。然非以身训物也，非舍己求人也。取人以避我，因物以善身，故必先有守，而后可有位；先自固，而后可自斩。此居真之极，时有时得之宜，因应之妙，而后得之。虽贵乎顺从，却重在择取。65的位，人能因事适宜，而不为乎养正之道，战者得此。要先定其心志，委婉自全，不得以顺从之辞，而忘居真之训也。上九，犹宜立即，立涉大川，宣圣讲义，彼宜上九爻辞也。宜卦代用在始终二阳，而上九犹要，此异乎他卦者也。他卦上未穷，其用已竭，而宜上九反的斩其用，以服于一道，则由于上九位艮之一阳，下包二阴，如天之父，日月之照临，其德下配，其光内凝，以阴乎出九，成其终始之道，达乎内外之情。故上九占位吉利，能与全卦代用相称也。宜之为道，以阴阳积偶，刚柔内外，生成终始，恰得其宜，故名为宜。为其能治之于诚，如生者得其养也。天地万物，凡使生之，必终成之，所需在养，不得其养，万物不长。此养之所以为贵也。宜以二阳养四阴，阴亦养其阳。如人男女居士，共生共存，如物雌雄配合，同育同荣，二者不得离也。离则俱败，虽生不久，虽育不促，是谓夭杂，道之利也。艮正二阳养其四阴，合居一卦，犹见协和之功，则又异乎艮正之谓交也。正主其内，艮主其外，正发其始，艮成其中，养者至于诚，此艮之重于正也。而艮之所以成者，即在上九之一爻，与正之发育在初爻，有同美之称。而正上待艮以终之，是艮者宜之代用所记，亦天地人物大养所存。传曰成言乎艮，艮所以成万物之终始者也。终则有始，生生不息之道然也。故艮之一阳，虽终非终，而宜之上九，虽穷不穷，天道盈虚，如环之流行，周而又始，乃推之无垠。此宜上九之为用，将与天地同纪，而万物莫不由之以生以成，故此称为有宜。为养者由是以成其养，而用者由是以达其用也。既有矣，事将自顺，行将自立。唯在由之者自立，立以由之，即无复备于行，为于道。斯战未及，且立者慎言之也。在上以刚行柔，在外以明利优。其道若破，其志若骤，其进若拒，其退若促，是有类于利，而则在自立也。此与前九三爻辞系替若利之利自义相近，皆以其见于害，而求其利；虑于凶，而救其吉，以别于从为之道，而独往独来，以便于邪正之途，而或出或入，人不外乎由宜之意也。盖由从也，从必有为；入也，入必有出。如行两歧之路，由二去之门，是在自责焉。故曰利吉。臣以卦爻皆上行，
阳有主身，今上九反从下降，以复照二阳，而合阴于出，其道亦寻常，其行有则别，虽曰由之，并非任其来去也，以必由更止之意，由上九复照之用，而后得其养，以成游移之道。若反是，则利矣，害且至矣，更希及哉？故爻辞由一例及四字时相应，而见更止之意，恰当于养正之功。有正则有邪，有止则有静，是由一在乎之止而自反也。立即自反之意，由外以肃内，由上以向下，由高明以入渊深，由虚明以复照乎无垠。此上九之大，即宜之代用也。立涉大川，本天行健，高明复物，光辉照物，故行无不疑。此与六五恰相反，可见阴阳之别，刚柔之殊，行止之分，利害之变，更以善止，而反利于行，以其能止，使能行也。象曰：由一利即，大有庆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上九以艮之一阳，反照于下，切二阴以从上，正符养正之意。譬如人之修养，以情顺性，克制其中和，则生成合道，自服吉利。所谓游移，正从正之意，以干卦辞各正性命为主旨，更从于前，只得其正，阴归于阳，情不害性，则有者即虑也。由宜即率性为养也，而必自利，以治其欲，格于物，治其知，而达于中和，斯利之所谓也。且利又本下卦振奋之意，发扬导利，以全其刚。刚则无欲，而志性见焉；有欲则柔，柔则浊暗不明，不明则不成，不成则失其性，失其性则乖其身，是游移之道。正与大学之旨有定，中庸之区有成各节，所述次第功夫，始终一贯，盖所有者，即此次第功夫，由浅入深，由粗入精，以气大而能化，沉而能明，数谓全始全终，克成其养，克尽其性，克反其源者矣。斯成养之至也，而有赖于自利焉。人物生成，思须不离乎道，亦不离乎情欲。由道则成，由欲则败，是其所由，而胜于贤否别焉。以养正为用，则所由者，必自下而上，自始而终，全其天性，反乎本源。斯谓养正之大则，亦即上九游移之意。苟以审查所及，存养不推，格致有方，修身四命，以同天道，以因时宜，则其所成，回乎远矣。人道既至，天命来同，吉凶祸福，自我辨之；利害穷通，自我宜之。富贵不淫，贫贱不移，所受如一，所行不二，则干此所谓利贞，实由正性命保太和而来者，亦即宜之利摄。正由养正自利而来，故大有庆也。言其可庆非小，而不斥自得之也。大有本离前合成，外光明而内刚健，乃充实而有光辉之象。宜之上九，亦类乎是，故称之为大有庆。不独见其极庆之大而已，更以爻言内户坤对乾，
上爻与出爻变而有关象，亦含有大有之用，不必为离上干下也，且以宜之为用。近类中孚，中孚者，中和也，既有其中，自行诸外，此大有庆。时机中之充实，以本中虚，以阴能从阳，阳善益阴，中外相合，刚柔允协，则就其则善而从之道，亦可知其极庆之大。如上下相协，君民相得，亦归于正，则其可庆，不殆失归。是文特以此名上九之道，谓可贵也。读者当合全卦细推一之。洪教附注：宜上卦三爻皆吉，而用不同，以远近异地，亲疏异情，而六五正位，就为上九所重视。故六四有虎视之誉，六五无之，而六五的居贞之极，六四则逊焉。至于上九，以刚行柔，复益全体，如日月中天之象，其极尤胜二爻，则一时所与，事所成，虽居穷位，而用不愧，唯有无悔之嫌，而道不变，则以的阴爻之邪计，与初九始终相应也。读者可细思之。宗主书数，一卦以养也，养必资于物，故在大处之后，言物处而后有养也。大处五爻焚始之涯，即以寓言养之意，以养莫先于养老。孟子所谓老者非肉不饱焚始之肉，可食而易得，爻辞乃取之为喻，与是科之干肉干辣，同为养生之物，而皆取象于宜。是科为宜中有物，大处自四至上爻亦如宜，两端实而中虚，如人之口，口实养生，此养之必由宜也。虽养不止于口腹之虚，而生命之养，则自口腹始，且养必以合宜为先，腹中空虚，方甘于食，此一卦取中虚之意也。虚则善受而能化，则凡有益心生，有养精气，有育性情者，皆当以虚受为贵，能化为重。俗称食谷不化，乃不善食也；多食成病，乃不善受也。皆乖于养，故宜之为养。必先中虚，必求易化，虚而化，道之至也，德之至也。企图口腹形体之养矣哉！一卦故象人口宜，凡中虚外固之器物亦象之，不限于口也。亦传称宜为养，人取口实之意，而推其用，则凡有欲身心，有益性命者，皆以所包含，以其皆属于养也。大处以欲为用，与宜无大差别，不过大欲述其养之根源，宜则明其养之流派。大处重在养之预备，宜则重在养之施行。大处至于物，未得物以为养也；宜至于己，未修己以达于养也。盖以大欲为更前合，四阳二阴两相处也。其志在外，以阳多也，阳多则静，以更正合，四阴二阳，两相养也。其志在内，以阴多也，阴多则退，宜进宜退，而生成之道备，始终之事具。二卦实相辅为用者也。序卦曰：物处然后可养，足见养之必由处来。虽有以养之求，苟无物处之备，则所求莫给；虽有处欲之志，苟无以养之方，则所欲不充。本末相虚，体用呆邪，
而必合二卦，方足以达乎欲得之用，满其口实之求。是一卦乃少大处之道，而更扩之以抵于成也。阴之与阳，居则相虚，行则相待，动则相益，静则相慕。错之则为配偶，杂之则成淫乱。为礼以节之，诚以服之，则相敬不怨，相爱不暇。此天道人情之有常也。大处与一阴阳虽不平均，而序列其正，配合虽未稳妥而意志调和。正如男女之恪守礼仪，不敢放荡，而能通情愫，不致乖违，乃相安相成，以育以养，性情均协，物我同春。此亦称之为养正也。所谓养者，阴以养阳，阳以养阴，如大处之交相处也。上艮下震，皆为二阴一阳，各得相养，而不相犯。其用最宜，其道颇大。为合全卦则如是。若分爻而论，吉凶便不同，故彖辞赞其善，而爻辞多者其凶。为人情一篇，养正之道时间，物欲难测，贞吉之战匪易。此圣人是交为义，读者不可不审。一卦待用在养，而分养正与否，定其吉凶。彖辞贞吉，即所谓养正则吉也，初九躲疑凶，即所谓不能养正则凶也。故全卦爻辞，吉凶互见，而象辞则重在慎言语节。饮食以利人道大则，盖宜之为养，故在言语饮食。言语关乎养气，亦得业之本源；饮食关乎养生，亦性命之枢纽。古人修养，必先思二者。孟子曰：我之言，我善养无浩然之气，与中庸至诚无习之道，莫不关乎言语之养，为其气息出纳，能通天地，达神明，贤邪存诚，验辞之旨，无非以口舌之要，明呼吸之要，而达于养气之功也。孔子饮食一有度，论语10章所录，皆关修养之道。大学所谓心不在焉，食而不知其味。与言子丹食瓢饮夫子饭疏食饮水，莫非饮食之养。肝肥伤体，宝玉倦精，亦不外以口腹之需，性情之变，而其服于养生之诀也。故一卦先举之以事例，见人道之于养，务必至于正。正则合道，否则背身。言语饮食，各有其正道，各有其深宜。一乖于前，则宜哉于后。此君子必胜必竭者也。夫卦辞之意，莫不本于卦。象以上艮下震，出动中止，内虚外实，柔越刚从，其相须成用，实足以分善恶两途。邪正二道，循乎性，则善而正；异乎物，则恶而邪。即在一饮一食之为，片言片语之请，足以别乎吉凶之术，疏其毁真之门。盖在下卦6-2为正位，而上卦6-5则非正也。内争外毁，义之本立，故在下有贞吉之战，而在外则不免毁令之因。以道言之，即谦退廉洁，慎谨朴约者，自服贞吉之道，而得养正之功，此宜之本旨也。若贪自浮夸，骄耻狭泄者，即不免毁令之咎，而乖以养之用，则变夷而成大过之象矣。苟明此理，
即可知一卦之用，与辞义之异同，亦足以参曲必之道也。一卦爻辞，有益他卦，后人多未能明解。以一卦象，原为复包二卦合成，自2至4、3至5，皆互坤，由下言，即为复卦；由上言，则成包卦。以出上二爻，皆阳也。而原卦上艮下震，果异其位，则变为小过；而爻位之变，则为大过，皆有相通用之意。此爻辞吉凶互见，利害各殊。大抵变位复则吉，位包则凶，位移则利，位大小过则害。而其不能免于变者，正以卦爻之相互，与爻位之异变耳。故自出至3爻，下卦皆凶；而自4至上爻，上卦多吉。不独因艮止之良于用，竟反之合于道也。义之代用，以阳为体，而从阴为用，乃服于道。盖刚以柔行，内争外亨，恰如天道，则所如无不利；反之则为害。以正在下，至于动，性的艮之止，谓之节制，使全其身，成其养。然艮亦非独立能自养者，必先有正之动，以遂其生出之机，而后因而成之。所谓成全之德，必在出生之后也。苟未出生，何用成全？如人物之未生，何须乎养？唯其有须于养，必先以有其身。此正之用，在艮前也。不过宜之用，在养不在生，在艮不在正。未干道大生，自有前后，万物早已生矣。虽后天以万物出乎正，为生成之首，而非生之根源。正如1岁之春，萌毛发育而已，其根早已生成，其干早已长大，则所需者，风日之和，雨露之润，即所谓养也。既重在养，则全卦大用，多本于艮。此下卦不及上卦之极，实有由也。然亦道众人士，中爻人道所见，果节出上2阳，则成纯阴，非人道之正，必合天地之道，参复载之功，而后得民生生不息之用，以全其性命，保其中和。此卦用必兼摄上出而未战也。以后天不为阴阳之和，不离往复之途，则一波一复，天道自然，人事应之，自分区避之以去，而吉凶利害，亦由此以区别。故其用多取逆行，为将挽天数之穷，而弗来复之运也。自6、2以上，即当由斯分明顺逆之用，而见人天之和，必以养之止，非如他卦6爻之辞，非同彖象者也。读者苟细心悟之，自可了然止长矣。一卦全体6爻，分上下卦，与阴阳爻，上有阴阳，下亦有阴阳，而皆2阴从一阳。不过上之阳在上，阴上从未逆；下之阳在下，阴下从未顺。而意志以阳为主，阴道求阳亦未逆，以一爻皆自下上行也。然在下卦之逆，为阴盛，则多凶；上卦之逆，为阳明，则多吉。阴虽多于阳，其行不一，而有盛衰之判。在下以其降而事顺，故盛；在上以其升而行坚，故衰。
不外本其升降之性，与其离合之情，而别其的是或失事也。总之，阴必得阳，而后成其养；阳亦以的阴，而后冲其养。此上下二卦，各相谓养，而其顺逆自殊。上以阳明在顺，群阴息服，故所养者大，而其德未极；下以阳潜在底，群阴外包，故所养者小，而其德多凶。正如君子能养小人，而不能就小人之养；小人能服君子，而不可使君子之屈。此上下二卦之用不同也。参之蒙卦，亦与此类。一阳在颠的养正之用，而下坎一阳在中，就胜于夷。但上阻二阴，亦有包蒙之嫌，故曰蒙。言其阳之不易达于外，而必赖诸养也。盖阴者人之情欲，而此逆于物；阳者人之天性，独通达于道。阴盛则乖，阳明则正，而吉凶利害，亦随之变焉。以养正称，圣人是教之为义，明其不正，虽养亦杀。即是夫情欲之过否，与性命之正否，而分其为宜与非宜耳。读者审其爻辞，参之卦象，则可知其深意矣。一卦自2至5爻皆阴，爻辞皆以颠服为用，即皆取道行逆上之意。如6-2颠夷服精，6-3服夷，6-4颠夷，6-5服轻，其义故同，而成用略异。为6-2既称颠夷，复言服精；6-4则曰服夷。此在下卦2阴爻所行有殊至也。以6-2居内正位，而阴上之6-5，乃有颠服二者之行。颠以道言，服以反言。道者由上而下，反者由外而内，虽皆谓逆，所处有不同也。6-2兼之，故该二义。6-4则取颠夷，而不及服； 6-3、6-5则一言服夷，一言服精，而不及颠。因4在上卦，与6-2同宫，乃同有颠夷之称。盖本上9之下失，道以相交，亦由6-2之道合于初9也。6-5则与6-2为上下中位之配，有居中域外之事，而其行以逆，乃皆言服精，谓反乎常道也。亦知常道，中位为主。今6-2、6-5各以求养之故，而反其利，以其出上合，是反常以从权，故曰服精。以在正位，乃称正。精由正也，如布帛之精，与尾有别；如网罗之刚，与目有别也。6-3非正位，而行亦反，乃但曰服夷，不称精。以与6-5内外同宫，故亦以服称。言6-3由外反求诸初9之养，而被夫爻位下上之恒力，与6-5之求养于上9，有为夫阴爻下降之原理，故皆曰服。明其不顺理成章，而重在自求口实。虚则善受，4爻皆虚，皆至求出上之时，下则求于出，上则求于上，其求同，而行不同。又以易卦大则，下卦主升，上卦主降，以下为内，上为外，由内向外为进，由外反内为退。此即一开一合，一表一里之道。今宜上下皆逆行，唯出上2爻为顺，4阴爻则皆取颠服之意。
以治其用。要之顺及正也，以本养正为贵。四爻之逆，正以求合于正，非辞之故相贬义也。设因不自逆，是将与阳背驰，而失其正，更何以与于养？何以用夫夷哉？此意向来未能明解，实不知宜之为用。语传所谓养正之意，虽日读易，终末的圣人立辞之旨，岂不大可慨哉？义理至深，义辞至精，未可逆义而不化，执此而忘通也。他卦皆重中位，而出上不用，宜则不然。以出上为阳，从阳极以顺正，读义者，当先知此义焉。大过巽下对上，宣圣讲义；大过上对下巽，四阳二阴，出上皆阴，中四爻为阳，恰与以反对，而与中孚为颠倒卦。中孚上巽下对，阳反在外，阴居中爻，以刚包柔，与夷为类。大过则与小过相似，小过上正下艮，谓夷颠倒卦。四阴二阳，阴反在外，故名过。以阴内阳外，刚包柔为正，反此则非正，非正则失中，失中则过，过犹不及。凡不得中行，皆过也。而有大小之别，小过阴居外，而阳在中爻，以阳少而贵，且阳以少，而必居内，其理上顺，其过上小，故谓小过。小过犹不及也，以阳不及阴，而难与抗，是所破也。若大过则不然。四阳在中，阳元得时，其类已具，其力方强，而使受阴之束缚，干于外物，故曰大过。大过犹太过也。言阴五阳太甚也，以人道言，阳由性也，阴由情也。性原无亏，而受情累，陷于世欲，不能刚断，以保其中和，此其为过，故以甚矣。夫小民无知，蠢蠢而生，盈盈而行，口腹是谋，玩好事心，贪慕前之易乐，忘本来之深沉，是谓之蒙。蒙非过也。若夫君子大忍，民生之源，守身之真，知格致之道，习存养之行，故以充其天性，保其灵明，而忽图侥幸之业，弃偏颇之功，自安于者辱，以见侮于他人，是谓之弊。弊则过矣。臣以天地之道，无时不忠；圣治之行，无事不通。可行可治，能乌能隆，为吾道之所在。养吾生以安容，后吾德之所备。育吾业以高崇，不以己之得失，而昧乎性命之正；不以物之好恶，而备乎道德之功。此免过之有道也，而永执其中庸，故亦以大过计疑。时序人早善其养也，养而有德，则天地生化，无主宰之，况其下者乎？养之莫脏，则性命得也，申报弃之，况其细者乎？故传曰不养则不可动，故受之以大过，未失其养，必动辄得救，自不免于大过矣。而人之恒情，一语为恶，偶一为圣，罪犹及焉。圣人欲人之先求无过，苟不信而有过，则求有以改之，乃是人以大过。此卦名之为义也。大过以阳多阴少，阳被阴包，
内刚外柔，中强表弱，以卦象言，初夏二爻，居始终之位，而皆柔弱和美，是本末与中间不调，虽有中间，无由施展，而以阳趋于阴，强而不用，刚反似柔，顺而自逆，其行故利，其所至难合，乃与中孚相反，而见阳之有过，过而失当，使所谓难成；过而自抑，使所守难久。故传曰大过颠也。颠有二义，一为颠覆，以本末俱弱，终结独强，无所平托，无所施布，则是有倾覆之虑；一为颠倒，以大过与中孚反，阳内阴外，道行逆施，亦同宜之颠覆，而自逆其志去，乃称为颠。然义利，阳为贵，大过之颠，实由阳之过，谓其多而无本，急而无用，本用皆与理数相侮，故谓之颠。如人患癫狂之疾，虽有精力，不足以成事；虽有才智，不足以运思。其貌固伟岸若勇夫，其行反彷徨似懦者，是以名为颠耳。且大过上对下训，二者皆柔，训顺而对说，合之则上溪流泽，下荡风气，行而难止，急而易散，以则有绝口，而泄于外。风多飞扬，而委于内，由卦晴言，对为水泽，训乃风木，水荡润木，以在下为宜，今反而居上，乃成静梅之象。此所以与中孚异也。以爻晴言，阳乐就阴，女乐进男，二卦各二阳一阴，阳其反多，阴偶反少，两情难协，内外相度，此与一洽相反，而失其养正之道也。既乖于中和之意，复失其养正之方，其行有不颠连，其志有不颠沛者乎？则大过之颠，虽由过中为道所致，实亦卦爻象之所谓也。夫以明其用，在阴能从阳，而阳亦能含阴，交相谓养，不失其道。今大过乃与之反，阳困于中，阴束于表，本末不利，情志已离，是其不及已矣多，而与人道，亦有乖异。盖全卦中间四爻皆阳，刚柔不协，首尾虽阴，而势难合，此大过之名。纯则在刚柔之不相济也。然卦虽以过称，而用却有力，则由时的之和，与体用之宜。本来道用，以阴用阳，内刚外柔，是夫大则。故大过虽过，非中不可用也。且有亨利之战，为四阳在中，得干之行健，乃备中二德，唯以本末弱，失元真之用。此观卦爻亦可知者。大过之名，以与小过同类，而皆夫其中和，乃曰过。谓过于中行也。雷风相薄，山川通气，在伏羲八卦方位，四卦居四隅，恰相对相比，即艮与震在北，兑与巽在南。北阴也，倾于地，故艮震分裂坤左右。南阳也，倾于天，故兑巽分居前东西。此四隅守卫，各据一方，不相连也。而文王八卦方位则异是，坎离既代乾坤，兑震乃分左右。艮与震近而在北，巽与离邻而居南。
而又相加乎正，以与乾坤对。故四卦乃变为二正二余。此后天之情，有别于先天者也。由先天言，四余对立，无所谓过；由后天言，变其守方，或近或远，或正或邪，所交不同，乃有过称。过者本其情性，而不得其正；依其体用，而不得其中，斯为过矣。盖阴阳相争，刚柔相当，一乖于和，乃成其过。如雷山小过，正下交艮也，则风大过。对爻皆正也，皆以正位之用。位正至于动，动必以和，和则得中。今小过动而不和，以艮止不成其动也。虽动无功，而由得正之强于外，故曰小过。及不及之意。若大过，以对爻巽，无失其正，又不得正之阴，而变为巽，二阴相当，乃成大过。谓过甚也。以重阴无阳，不得中和耳。若反是，则变矣。反小过则位移，以艮止与正动相应，而就于正，此宜之以养正称也。反大过则位中孚，以巽行于上，对月于下，两德相协，而克得其正。此中孚以中和为用也。故四卦之和也，是乎得正与否，为过与中和之变。宜的正之正位在下，中孚的巽之正位在上，乃和。于道，以下为本体，上位得用。本体不正，得用以乖。大小过之称，实由本体之失正耳。故在先天无所谓过，而过之成，必因后天。此大小过之名。不独关于爻位阴阳之颠倒，刚柔之错落矣。夫大过上对下巽，则流而散，上下为形，有类于讼。讼以天水相为而成讼，大过以泽风相失而成过，皆备乎常情，失其正守，乃治之。天水之为，由于刚显不投；泽风之失，由于顺月过当。其弊皆在于偏，偏则不正，不正则不安，不安则轻，轻则道。此传称为颠也。不有其本，悉免于颠，下失其正位，则上之得用不足言。而大过中孚之意，即在此本固与否之变，非谓爻位之意，足以为过矣也。大过之颠，不独因中孚之反移之错而来，实以阴爻在外，包束阳刚，其形相悖，阳伏于中，则内难自守；阴包于表，则物恒自肆，乃性情不得其正之象。在一卦上四爻皆取颠伏为用，其所行以逆而得正，则以阳在表也。大过之颠，是强阳以从阴，故宜谓养正。而大过即过矣，小过阴阳之弱，其失也小；大过阴阳之盛，其失也大。大小指阳，阳多为大，的是亦为大。如宜之称大是其利，而大过由阳之失宜，用之不当，就系乎天数，以天道无常，二气流薄，互为消长。大过阳虽盛于中，不得宣于表；虽极于内，不得固于出。中乃自甘于过失，正如日月之时，不得保其光明。然为人所见，为世所度，彼之君子之过，非一物到底。
苟自省而不惮改，即过人可反于善。所谓改者，反其上下，而还于中服，是在明情性之书，别体用之意，而立其行耳。即大过颠也一语，不独是天道之差事，且将以续人事之改毁也。改者革旧之谓，毁者反真之谓。革旧即近于道，反真即正于性。性道之不推，则得业由之而大。是大过将由颠而达于大公也余。故大过之名，圣人所以示天道，而颠也之意，圣人所以续人道。颠即逆也，亦道逆数也。逆数则顺乎道，逆天则顺乎人。此颠自宜重视之也。颠虽反经，而用之当，反哉未详。一人以天，修持之绝，守重逆行，亦此意也。盖顺而治之者，天数之正；反而还之者，天数之奇。人生而有情，因欲而多事，此即顺以治之者。人修而明性，因性而归真，此即反而还之者。天无常而有常，以穷则变，变则复也。人亦法之，当其中服，则顺以治之；当其大过，则反以还之。此人道与天道之用有异也。君子明其故，遂与时偕行，而不为时所弃；承天共益，而不为天所防。故能独行中道，永保太和，以尽其情性，而见于德业。观于大过，即可知其所先误矣。或以大过干时之过，不良于行，是居于天，又于时，不克自立者也。大过岂无用哉？天之有过，炫自负焉；人之有过，速自毁焉。唯君子恒因过以成其德。小人之过，则未能也。不独不克反过为中，或更因中而循至于过，谓小人之反中庸也。君子中庸，故反大过；小人反中庸，故始终于过。是因过之反否，而可辩乎君子小人之行。大过之用亦大矣哉！此大过之占有亨利之德，系指君子言也。君子善用大过之颠，而审于中服之的时，以之养正，乃能反过以成其德，以达其亨利之行。读者当于此细思之。大过，动挠，利有攸往，亨，宣圣讲义。此大过彖辞，名权卦之用也。大过初上两爻皆阴，2、3、4、5爻皆阳。阳道实，阴道虚。实者坚固，虚者柔弱，始末不充，如栋梁之材，而本末欠脆，屠龙其中断，故曰动摇。挠曲也，弯也，委曲不能自直，弯曲不能自伸，则谓饶，以其不盈也。凡物不盈，或曰虐，或曰饶，皆不充不足之辞。大过中隆，正如栋梁在屋之脊，坚珠传瓦，以之成全屋，而出上皆弱。正如栋之首尾欠薄，不可称其用，使栋自屈，使屋脊自弯，故彼之动饶。且饶者有所类也，如绞扰之意，动员大财，而受本位欠销之类，志不任其职，是本末未中断之类，而中断遭本末之绞扰，不克自持，乃曰饶。又饶者对龙与直言，又对正与干言。龙则高，
而饶则卑，直则立，而饶则倚，正则庄，而饶则偏斜，干则固，而饶则与弊。是动之饶，乃辩才谓不才，良为不良，用谓不用，权谓不权，则动饶允者，有习于动，而见卦之所以名大过也。盖若益其出上之阴，变以本末之刚，则大过位前，而成行健之德，备大使大身之道，更何至称为过哉？今以过称，足见其一夫前见，失其阳刚，而困于阴柔，苦于屈辱，足为中四阳之习，而可知饶之非已矣。然所谓饶者，非全卦之谓，乃本末之旨，其中四阳，故连而成用，隆而不屈，坚而不溃，此中间之象，时有可平之资，而内固之情，有可用之力。盖对巽虽柔弱，而合则阳爻多于阴，苟善用之，仍可体干行健之德，推坤行德之功。故曰利有攸往。就对巽卦言，对为说则，巽为顺风，则配风行，其势至义，且中极刚爻，无谄于阴，内护乾卦，外护正艮，内健而外能动能止，则其利于行也。礼数使然，此利有攸往，明道之用，刚以柔行，上善若水。君子之德如风，风与水谐，其行至快，乃战未亨。亨者，阳刚之德所见也。如日之下，万物繁茂，气之所合，志之所达，情之所服，物之所得，时之所宜，故无不亨。亨且利矣，本干之德，而服于中正，以中四阳人前也。虽隶属攸往，而亨遍一切，可见大过之用，有可畏也。虽本末不称，遭其屈辱，而中间笃者，仍可济也。此君子因过成德之所由也。彖曰：大过，大者过也，动饶本末弱也。刚过而中，巽而说，行利有攸往，乃亨。大过之时大矣哉！宣圣讲义。此是彖辞之意，即大过之用也。大过以阳之过为象，阳大阴小，故曰大者过也。阳四爻连居卦中，本干之德，因为无过，而以出上二阴数于外，阳不得不，自服于中，遂成过。过由失也。又以阳多于阴，不得平均，亦过也。又以阳其阴偶，今反背于阴，与宜相反，亦过也。是大过之名，则在阳之过失。过失者，不得中行也，太过不及也。大过犹太过，言阳见武于阴，刚而不自强，坚而不自决，是自受其过，而阴反包围之，玩弄之，悖于天道，乖于气数，使以胜也。故大过由阳言，谓之过失；由阴言，谓之过胜。阳不自尊，是失之诺；阴不自下，是失之虐。阴虚阳实，阳尊阴卑，以阳听于阴，强从于弱，大屈于小，中位巽于两端，乃成大过。而义较重则阳，故曰大者过也。若就人事言，大即强胜之意，主兵易事，主之强胜，因宽恕待人；人之强胜，因谦和待人。
是二者之用不同也。大过以阳为主，阴为兵，阳重而不能强，阴小而不能弱，交相邻逼，是皆过也。而道重自反，故人则阳之师，而见过之由来不在外也。动扰以出上阴爻，不与中称，出谓本，上谓末，故曰本末弱，言大过。仅中四爻强耳，中四爻皆阳，有过于阴，而受其过，故曰刚过。阳在卦中，又得上下中位，中爻中位皆刚，故曰刚过而中，即刚过多，而在中之意。此中自有要义，以卦重中位，人重中爻，有其中而后可推之外，成于中，而后可施于四体，是大过阴阳得中，而战亨利。君子以之而自守不辱，顿世无闷，独立无惧也。中者道体，天下之大本，不失中，则虽过亦无害。以能中，即可免于过，是因大过，足反于中孚也。大过中孚，不过亦颠倒耳。颠倒之后，大过即中孚，是则传称大过颠也一语，乃叙人自反，以充其中，而复于中孚耳。故全卦大用，包在刚过，而中四字，而君子应之自立，以中免于过矣。卦和对巽，故曰巽而说，巽顺而风善变，说言而则善流，故曰行利有攸往。以二卦本德，时变于行也。有守者使能行，大过得中能守，乃利于行。因行而后亨，以道在传不推行也。故曰乃亨，乃自根诸上三语来，以大过利于行而成其亨也。盖本干之行健，以推于四方，则本末虽弱，终足以提息之，促进之，演化之，使反于中孚也。是大过虽失中道，而阴阳在中，人能复于中行，此重在人之善因天时也。故总结曰：大过之时大矣哉！以大过者，由时而成，而反于中孚，亦必因时而改易。时者天道，知时应时，则在人事。大过之时，以人为先，人爻皆阳，斯能本行健之德，而与时偕行，以中四爻上下皆互前也。此时字与干卦辞时字相应，时故属天，君子明时，故能应天，以达其德，以成其道，故能藏而行，屈而伸，穷而通，不中而至于中也。象曰：则灭目，大过，君子以独立不居，顿世无闷，宣圣讲义。此是大过卦象，并直明人道之所宜也。大过之用，以过而人归于正，不在过，而在能因过成德。象辞明皆此志，以见人道之因时制宜，因变反正，因过而复于中和，实有其方也。大过上对下巽，水在木上，而阴含阳，如则之尽眉目也，灭由眉也。以见前世是科卦辞，亦明其和之难也。所谓和者，必先和，和先中，不中不和，则和能和。是科以刚柔失位，而上下两阳不相协，故出上爻辞，皆有灭其身体之欲。大过亦应包乎阳，上下两阴不得相应，而成则水灭木之象，其称灭同。
其所以灭者有别，而灭者没也。不必作复灭讲，如淹没之类，皆灭也。为蒙蔽之，束缚之，拘囚之，压抑之，皆不得出入自如，行止自在，乃称为灭。如水之没物，水面不见其形，虽未必即败朽损坏，以至于亡或化，而其用不得复彰，其才以同废置，故谓之灭。言如灭人之国，虽不尽戕其人民，而人民以厌厌无生气；如灭人之家，虽不必尽戮其仆隶，而仆隶以猛猛无所归，是灭之祸。有不可胜言者也。大过对上于训，则没其目。本相生之属，臣相灭之果，实为二气失其平均，而不可合也。斯名大过，谓过失非小，而阳不能胜阴，生不能胜杀，其过乃出于天数，有非人所能免。为君子则知其先己，察其时宜，则因天道之过，而自求反于中和，故独立不惧，顿世无闷。盖知其不可强和，则宁独立无所畏惧；知其不能见用，则宁顿世无所闷愤。此君子应时成德，顺天行道之大则也。夫大过阳为阴包，中为外破，虽重而无所用武，虽急而无处斩足，居居群丑之内，恶时得之非，既不能强，去其外侮，复不得诺，以听之天命，则唯有守贞不二，前行以彰，故独立不惧，以终可守也。顿世无闷，以时不宜也。君子出必以正，行必以实，志在中和，德先成正，道守革制，亦以贯之，不为于性情而已。故因大过，而能自反于中服，自养于夷，不为则之灭目，而终培木成材；不忧阴之五阳，而终保阳不损；不虑事来破我，而远遁以避其真；不惧人来胁我，而独立以全其本。此君子之行，故无不疑。彖此所谓大过之时大矣哉！以君子之行正之，即可见其实用之大，有非他卦所及矣。初六，即用白毛。乌九，宣圣讲义。此大过初六爻辞也。白毛以见太否二卦，乃古人重敬且常用之物，取其洁白，而事实生成，又得之甚益。凡祭祀宾客，交际馈送，皆用之以成物，或包束之。师所谓白毛纯束之类，不独此也。人之交往，多本情志之投洽，不必男女间，及朋友亲族，亦应相得有和，而后往来繁密。白毛取其柔润洁净，以向人之坦白和义。至于祭祀，更借以表陈敬项目之意，故用之成祭品。而太否二卦，因天地之分合，有象于阴阳之离合，刚柔之配对，故爻辞以拔毛为喻。毛春生秋拔，与时相应。大过因时制宜，亦取白毛之用，谓训之一柔，能与二刚互交，而成分合之用，对待之虚也。因以成阳，亦包束之象。大过阳在中，故曰即用白毛。言亦应在下，如白毛之为殿也。而训谓柔木，又像茅草，既有所用，则莫如白毛之易得。
且洁净柔和也。吉者有沉淀之意，亦有凭借之意。未出六在下，本非待用，不过为沉淀或凭借之备，亦道重阳，而阳必以阴调和之。出六白毛，正以起九二之阳体也，亦柔成二刚，其德为过，而非出六之咎。谓阳自过，阴不任其责，且有白毛成吉之功，故战无咎。盖亦利以用之者为主，备用者为兵。白毛之用在二三爻，其成吉之功，不因二三爻之过，而有所减，是以人战无咎。足见异物而有过，物不任其咎，使人而有过，人不任其咎。君子反求诸己，不得以物之害而决物，以人之非而责人。故重在格物，物格之志，使民物我之情，而得中和之道，则大过之过不在物，而在用物者。人人不过乎物，孝子不过乎物，乃能成其人人孝子。若过而用之，将何以称人孝哉？出六大过之始，而此以白毛为喻，民过之不属于物也。大过成以养之后，亦为物欲所诱，故出六以知自警，欲民过之所属，而速自反省耳。象曰：即用白毛，柔在下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白毛柔木，出六下爻，故曰柔在下，民物之与时的阴也。出六本巽下爻，亦阴出变，亦干为坤，柔能胜刚，而见其巽顺之德，乃取白毛之喻，而柔在下也钩，含颇深意，谓二刚在中，其下谓柔，即彖辞所谓本弱也。本弱，则干不能独强；柔在下，则中二刚不得自固，乃成为过。此就下卦言，以见其过。审合上卦，而上亦弱，共配成动摇之象者乎？此大过之由来，全在上下之柔，而中刚不能纠正之，顺以成其过。为君子乃反以改之，因过而中反于中孚。所谓反者，阳反在上下，而阴反在中也。故中孚谓中和之道，以本末皆故，一卦亦然。宜之变为小过，正见其本末内外之刚柔异耳。是柔在下，虽出爻之象，即全卦之情，不过就出六一爻言，则无咎耳。柔以在下，更何咎哉？九二，哭阳生啼，老夫得其女妻，无不利。宣圣讲义，此大过九二爻辞也。大过以阴阳不得其平，故为过。阴阳之属于人，以男女为罪名，男女之和，乃为夫妇。巽对二卦，一长女，一少女，合为大过，则分一阴一阳，内卦为女，外卦为男，而以二五二爻为主位，在九二以内卦正位，有类于男之娶女，是便巽为老夫，而得对之少女为妻也。在九五恰与之反，外卦正位，男乃主之，故九五为老妇的少男为夫，是便对为少男，而以配巽之老妇也。一老一少，互为配偶，正由于不得其平，而后强合之耳。以大过阳多而不得展布，阴盛而不能保守，互求其和而不相当，虽得所配，实非其偶。其者其也，其而不齐，是强合也。
夫者服也，服而不服，是乱交也。老夫少妻，未乖于内；老妇少夫，未淫于外，皆失也。而卦爻乃因过以成用，故取之以为喻，不必有其事也。92宜柔，而以刚盛，阳加于阴，故老夫得其女妻，为过在阳，而阴不能引之以正，虽得其位，不免于过。巽木在下，柔而得中，故谓阳。阳性柔而数高，宜于水泽之傍，以本弱，则谓枯阳，谓无本之木，不能久容也。而以遇阳来成阴，又得正位。阳主身，故有身体之象，体有之节也。本干已枯，而之节重生。言大过92，虽失出爻之本根，而得23之生之，故曰枯阳生体。而老夫少妻，亦如阳之生体，老干兴之，以续其生息之用，是因过而成德，因时而致功之意，故战无不利。谓92所合虽非偶，所用虽非常，而以时得之宜，乃成全变之道。以体干大生之德，则虽枯于前，而复荣于今；以本意柔顺之情，则虽失其偶，而仍合于女。是因过以相就，而尽获其利矣。无不利者，甚称92之能用中，而盖其前谦，免其晚节。如枯阳既有体矣，则生机不息；老夫既有妻矣，则嗣序不绝。其所谓利故大，推之于他用，亦无不疑。此有92以阳得中，而能协于阴，虽若有过，仍不失其和；虽若灭于则，仍有续生之节之功，是过而能复于中和之意也。象曰：老夫女妻，过以相与也。宣圣讲义，此声明爻辞之意。以92因过而有和，因时而复兴，与枯阳重生之。老夫重取复相类，其能至此者，因92的正位，且逢刚德，刚见中正，乃干之德，因不能为，而免与和，和则有功，此无不利。全在阴之能和阳也，故曰过以相与。谓虽过而以情相与，终不失其利。夫过而能相与有和，尚未利；不过者，其利可甚言哉？二五两爻之能生有和，皆由于中正之位，时得之宜，刚健之德，权变之道。读者审于此义，足以因时应变，无往不利矣。93动爻，凶。宣圣讲义，此大过93爻辞也。大过93居内卦之中，而众刚不得正位，以阳居中爻，圆如动木，而下与出阴，失本根之辅，如动之爻，与彖辞同。93、94皆在中爻，皆以刚而有动梁之象，而两爻不同。94为动龙，93为动爻，则以93属下卦，94属上卦，下位巽，出爻弱，故成动爻之象。上位对，上爻弱，有益于下卦，且与之反，故93为爻，94反为龙。龙与爻相对，一刚一柔，一盈一处，而吉凶亦随之意。然全卦之象，以出上之柔，成本末具弱之象，而有动爻之称。今93亦云动爻，是93之用。
即权卦之用，而彖辞之意，即93爻辞之意也。不过爻异于卦，权卦虽称动摇，实由初上2爻之柔弱，而爻辞之动摇，不在初爻，却在中间之93。是读易者不易明解处。盖初爻不成动，无所谓爻；2爻的正位，亦无爻象，唯3爻重刚不正，又居中爻，下无所本，乃夫动爻之称。爻者屈也，重刚者反为柔。且3、5同宫异位，3元多凶，在前93，以纯刚，而不免于干替弱力之界。可见93之地不易居，时不易为。各卦皆然，而大过尤甚。以大过本应刚过，而93为权卦最刚之爻，93皆刚，且该太少2阳，类93者为95，而5为正位，为中数，虽重刚而得中正之德，故不常见其过。此93之过，非他爻所比类者也。大过即凶，以过为变，过而不反，则凶；知过而复于中正，则吉。93之凶，因其过也。动摇故凶，吉不饶亦少吉。人道主中和，不中则偏，不和则乱。93失中和之道，故多凶。况以本弱而成动摇之象乎？爻辞虽简，明其用之不宜，时之不当，只一语即足尽之。而93之动摇，因此一语彖辞义，彖包全卦，故吉凶互见，而用上广。93陷于一爻，故知言其凶，而可见其用之非时矣。象曰：动摇之凶，不可以有辅也。宣圣讲义，此生是爻辞之意也。93虽在中爻，而属巽之中，刚见于中，亦与干上9相似。干上9贵而无位，高而无名，贤人在下位而无辅，是亦有会。大过93不及干以多，而无辅则同。盖下卦以出未基，93不与出6阴，而中间92，是重刚不得与阴协，居上不得与下合，故成无辅之象。辅自即协助之意，不得合，将谁助？92以得位而有合，93则失之。阴阳既不齐，且无所合，孤立无有，拮据无偶，是93之象，而战凶也。然是文不曰无辅，而曰不可以有辅，其用亦婉折，实以93之过在本身也。虽动摇由于出爻之弱，而无辅则非出爻之不可与合。以出为阴，阴乐尽阳，出与92，故以强合，而为老夫女妻之偶。至93重刚，出不易尽，阴不得救，乃为不可有辅之情，非真无辅也。大过之成，以刚过也。过则难齐，不齐则难合。92尚可强合，93以拒人千里，虽强之不可，是无辅者，以不可有也。不可有者，93巽过，既不可辅，亦不当辅。如负虎以翼，其伤更多。此不可2字，实含深意。言其事不可辅，其情亦不可以有辅，唯有任其孤节而已。又93护干之中爻，有独立无亲之象，由君称寡人，以其不义敌体相配合也。92、95上的不齐之偶，93、94
则无可偶。94上有上位之阴，93则无可因。故93之凶，实以不可有辅而来，亦即全卦象辞所称，以独立遁世为宜，不当强求合于外，其辅于上下，而自遭其凶，未动既饶，则宜顺其取以图全，不可为于时以照物。此善用93者，仍有安全之道在也。过之所成，必有己之未察，苟知其过，终可复于中和。有93以近于94，凶者变为吉，饶者变为龙，无辅者变为有辅。是不合以变而合矣。未对之悦则，能反乎前，而非如训之出乎前也。一进一退，可见阴阳消息之机，亦可占行止吉凶之道。苟就八卦方位观之，则可得其究竟。而爻辞之由来，正在此卦爻方位中，细议之，足明圣人设辞之精，即推测天道，因应时变，皆于此可以了然指掌矣。94动龙吉，有他令，宣圣讲义，此大过94爻辞也。大过全卦，以动饶未遇，明其本末皆弱也。而至94，反称动龙，此一人多未明。若谓94在中，则中4爻皆阳；若谓94系中爻，在上下卦之交，则93亦应为龙。而93则人称动饶，独94乃变饶为龙，是可知龙自非官阳在中也。全卦皆以饶称，94不得独龙，况94与2354爻连接皆阳，使有动之象。而饶自特指出上两爻之阴，是龙与饶不阴阳言，亦非以94一阳而称龙也。盖辞之以龙称者，实有94为上卦之始，与93分界，顺而推之，93为内卦之中，即巽之末；94为外卦之始，即兑之初。以序言之，爻之始；以变言之，即六爻之始。变其内外，反其上下，是大过亦谓中孚。而卦象意义，辞阴乃书，中爻反为下，初爻反为中，故动饶反为龙，而凶反为吉。此凡六爻卦皆有之变例，唯大过未最明，则以巽对之卦，阴阳爻分明，而大过与中孚，实有此一转移耳。93为饶，是大过之本用；94为龙，则中孚之克用；93为凶，是大过之正战；94为吉，则中孚之邪战。君子有过，贵能速改。过改则复于中和，大过变则还于中孚。此亦教世人改过之为义，而辞特表出之，以见过之不可护也。夫94故大过中爻，而因善改，乃祸福于吉。可见天道与人自心之机，故不限于数，所贵人能早觉耳。动由是也，以反而就下，本为计时，饶转而龙，岂非善抛成见，改过不令者乎？唯君子能之，小人或未逮也。故爻辞既断其极，复记之有他令一语，盖恒人之情，多闻其过，而不自责。甚者护恶不圈，更益其过，求其不令改悔。先矣。是有他令者，圣人深虑之辞，而亦以大过卦，故难免于过。虽在94，已有自心之机，有恐囿于习惯，
瞻于情欲，困于物好，避于僻静，从流下而忘返，逐污混而不拔，是以有他令之战，为其聪明易塞，行止迷故，则顺于对则之进论，而随诸巽风之漂流，则忠于过，而不克复于中孚。故曰有他令。他之物，心之观主思，不思则避于物。耳目手足，五官百体，皆物也。物交物，焉有不自避者哉？因其避而陷于令，是将弃其中孚之极，而人困于大过之凶，则虽有龙棘之战，亦无解于饶凶之恶。所谓令者，人自令之，而不改过，天亦令之而不予以服矣。君子之吉凶祸福虽降自天，实照诸人，故恒自反则己，改过不令，吉人天相，此之谓也。象曰：龙动之极，不饶乎下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动饶而变动龙，亦以见前，不饶乎下一语，人亦多不解。93动饶，是文称为不可以有辅。以下卦出爻为阴，不与阳辅，为阳自生，不肯下而接于阴，阴乃自降，升降背驰，故曰不可有辅。而94反以阳居下，谓对出爻，阳本上升，今自下而与众亲，恰与93相反，是不有辅变位多助。高以就下，阳以就阴，下既时矣，本乃固矣，故曰不饶乎下。此乃易卦损上益下之意，亦与干94或月在渊之象相类。盖爻位为阴者降，一升一降，相与谐济，乃成平均。平则不倾，均则不偏，是称动龙而战吉。虽全卦下虚，而称不饶乎下。饶对龙言，动龙在上而下亦不饶，乃有此战。然不饶者，非卦之不饶，乃爻之用使不饶耳。谓94原属上卦，今反变位出爻，是出之爻，因94用变而反龙。正如在上位者，因民困穷，而善济之；因下空乏，而善给之。其下既充，其本已固，是不饶者，实有94之善用治之也。故世文称之为不饶乎下，亦若曰不使其下之饶耳。盖94既协动龙之极战，是亦由其善食其下，而后的龙极也。若如92、93，徒自充实，而不顾其下之虚弱，则人为动饶，而不得以龙称。既有动龙之称，实因94之变中孚，亦上以下，此中奥妙，有关治平之功。天子不独富，官府不独肥，高者下之，隐者触之，以济于平，斯谓上治。故94之极，乃变大过谓中孚之用。虽卦未变，爻用变也。虽全卦不免动饶之咎，而94独得动龙之称，可见君子之志，贵能以人济天之穷也。饶犹弱也，不饶乎下，即不弱其下之意，以94不弱之也。苟合全卦观之，则此一爻之变异，实关乎人道之大者。改过迁善，以复中和，莫不有此一爻之用，而身心修养之道，亦在其中。读者但合中孚卦象参看，即可明其妙用矣。自来解释此爻，多以龙饶二字，前后不符，
勉强附会，实乖原意，而意指重在明人道，人事足以顺应天时，在内在外，其用不同，居上居下，其行不一。苟系亦94爻辞之意，即可知君子计时达变之道矣。95. 枯杨生华，老妇得其士夫，无咎无欲。宣圣讲义，此大过95爻辞也。